真正想给你送东西的人，不会问你要不要。有人问你要不要的时候，最好拒绝。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高尚的借口，一个是真正的动机。不要轻易贬低别人喜欢的东西，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任何一个礼物都有它的目的性。做选择时，别纠结对错，先分析利弊。别人都能说得出口无理要求，你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拒绝？人生建议：时常撒娇，适当服软，偶尔装傻，永远清醒。每一次克制自己，就意味着比以前更强大。真诚加任何一张牌都是王炸，唯独单出却最小。一辈子都在跟别人攀比，是人生的悲剧。要远离那些不出钱不出力，而且建议特别多的人，可敬之，但必须远之。不要替任何人去做任何决定，成了你不一定有功，败了你一定有错。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说，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只是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原则上可以，实际上是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是可以。3句生气时的灭火箴言：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看似原谅别人，其实是放过自己。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社交的核心就是看带给彼此什么样的价值。成年人的世界不回应，那就是拒绝。一点小事就抱怨的人，也就只能做一点小事。小人物敢弹劾大领导，排除个人精神失常的因素，唯一的结论就是有人指使。不要以为熟悉的人就会善待你，有时候他们比陌生人还要可怕。说话时只要声音一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你就会有气场。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你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不要紧张，展现出舒适放松的状态，把任何想接触你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这就是社交魅力学。多说对不起、请、谢谢、您这些礼貌用语。一旦你和朋友说了某件事之后，情况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别问为什么。决定你穿什么衣服的不止钱包，还有身材；决定你脾气的不止性格，还有修养；决定你品味的不止学历，还有阅历。无论任何年纪，都要坚持做的3件事：运动、读书、工作。往上爬的时候要对别人好一点，因为你走下坡的时候会碰到他们。丑事不外传，喜事不炫耀，计划别透露，秘密不乱说。好了遭人嫉妒，差了让人瞧不起，忠厚了人家说你傻，精明了人家说你奸，你冷淡了大伙儿说你傲，热情了群众说你浪，走在前头挨闷棍，走在后头全没份。不尊重你的人，100%都是瞧不起你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直性子，而是从心底深处不在乎你。当一个人不尊重你的时候，就要收起你的大方，不要去沟通，不要去交流，
也不要去愤怒和难过，你只需无视远离即可。做官之道其实就3句话：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齐抬。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靠谱是高配，厚道是顶配。千万记住，无关紧要的事情宁可输不要赢。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轻轻，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同龄人？一类是有一个悲惨的童年，还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经历的。另一类是家里有钱，从小就见识广阔，接触过普通人无法接触的圈子。记住，你是来工作，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如果能交到朋友，那是惊喜，交不到才是正常的。别人对你的态度，往往是自身实力强弱的直接映射。人生最好的状态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明现实而不势利，善自嘲而不嘲人。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你，如果你太在意了，你的心就乱了，心要是乱了，那就什么事都乱了。永远不要让你的筹码只剩下老实和善良，大家都喜欢老实人，却不会尊重老实人。无论在谁面前，只要你不欠他的，你就没必要唯唯诺诺。如何与人沟通？与老人沟通，别忘了他的自尊；与男人沟通，别忘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别忘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别忘了他的尊严；与儿童沟通，别忘了他的天真。虽然很残酷，但就是事实。只有精神状态相似的人之间，关系才能加深。期待过高的话，很容易遭遇背叛。过分依赖别人，就会被利用，越会让人远离你。越是温柔的人，越会突然消失。这个人很好说话呀，是说话过度的信号。追逐已经离开了的人是浪费时间，没有缘分的人就是没有缘分。我的用人原则是，被委以重任的人是能够找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人。洛克菲勒。事不一定要干得漂亮，但是话一定要说得漂亮。到后来你会发现，一颗好心比不上一张好嘴。不要让卖惨的人接近你，也不要向任何人诉苦，因为20%的人不关心，剩下的80%听了会很高兴。我相信3种人：跟我同甘共苦的人，跌倒时扶我一把的人，一无所有时依然对我不离不弃的人。请学会辨别别人对你的批评是否有听的必要。帮过别人的忙，以后尽量别提，每提一次，帮忙的勤奋就会少1分。别人比你混得好，不一定就是能力比你强，有可能是比你更懂人情世故。我渐渐把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替换成了这种事想教会我什么，然后发现身边的一切都改变了。人要成功，则需要贵人相助、高人点拨、亲人祝福、自身努力和小人监督。和有钱的人打交道，4个字，无欲则刚；和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4个字，不卑不亢；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不如你的人打交道，4个字，坦诚相待。一辈子最该铭记的几个人：病时端茶倒水的人，穷时借钱给你的人，
苦时同舟共济的人，难时背后支持你的人，你一无所有时真心真意喜欢你的人，你什么都不懂时全心全意指点你的人。为什么别人不尊重你？你太懦弱，别人以为你没底线；你太爱笑，别人以为你没脾气；你话太多，找不到重点遭嫌弃；你太热情，别人以为你巴结他；你太主动，别人以为你没实力；你太谦让，别人以为你好说话。不和重要的人计较不重要的事，不和不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别人请客吃饭，你要明白的道理，提前一天预约的是真的请你，提前半天的是请你陪客，上了菜才请你的那是凑数。要做一个等你来了大家才动筷子的人，不要做一个你来晚了需要自罚3杯赔不是的人。守住这4个秘密，免灾祸，远是非。不说自己的错事，不说自己的目标，不说自己的钱财，不说自己的家事。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但是你刻薄的话会伤人一生。家教看坐姿，层次看鞋子，审美看发型，气质看行走，态度看嘴角，自律看身材，性格看笑声，卫生看指甲，人品看眼神，格局看买单。出色的领导者都善于使用2种无形的力量，信任和尊重。永远别占别人便宜。其实人和人之间聪明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占了别人的便宜，别人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不说罢了。你也别洋洋自得，你都到了占别人便宜的地步，只能证明你这个人能力已经到了非常低劣的程度。听别人说话，请听到最后，听的时候不要说，也不要条件反射似的否定听到的内容。注意到这些，人际关系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没有实力时对别人的好，很容易被定义为讨好。上善若水的真正含义，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独；你静，我便守长，绝不打扰你的安宁；你热，我便沸腾，绝不妨碍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人生建议，别人一对你好，你就推心置腹的毛病一定要改；不断退让、过度善良的毛病一定要改；别人问一句，自己回10句的毛病一定要改；过度急躁、不能忍辱的毛病一定要改；不懂看人脸色、不断追问的毛病一定要改。世人都知酒乃穿肠毒药，可是少不了；色乃刮骨钢刀，可是戒不了；财是下山猛虎，可是得不到；气是惹祸根苗，可是人皆有。一个挚友胜过一堆熟人。最高级的惩罚就是沉默，最有力的报复就是无视。少在烂事上纠缠，少为不值得的人生气，让自己活得高贵一点。事不能拖，话不能多，人不能作。除了父母，任何感情都是一场表演，你只要利益给到位，别人才会演得不累。当你的见识超过太多人，并开始说真话的时候，你便是一个
不受欢迎的人。剑为什么会有剑鞘？因为剑的真意在藏，不在杀。做人也是如此，要懂得藏锋隐志，水语不深，人稳不言。人际沟通的4大黄金法则：先讲对方想听的，再讲对方听得进的，再讲你该讲的，最后讲你想讲的。与人交谈时，对陌生人只说30%，对熟人只说50%，对家人只说70%。请收起你的大方，该计较就计较，该小气就小气。你的热情大方，在别人看来是你人傻钱多。没人会记你的好，唯有人心难喂饱。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有的关系里，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真正的好朋友，当面骂，背后夸，好时不攀，难时拉一把。人活着就要做一个有锋芒的善良的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该翻脸时就翻脸，才能让人看清你的底线。当你感觉和某人待在一起很舒服，说明对方无论情商、智商都碾压你。我永远待人真诚，但从不寄予厚望。人际交往高段位技巧：热情、大方，一问三不知。要学会更聪明的工作，而不是选择更努力的工作。别太急着去否定一些东西，你可能只是今天心情不好。工作中不是你的事就不要多问，否则这件事很可能会变成你的事。不靠近免费的东西，2周剪一次头发，永远提前15分钟，不谈论不在场的人，不使用绝对、普遍这样的词，不把没有钱、没有时间挂在嘴边。走路时端正姿态，挥动双手，抬头挺胸。松浦弥太郎。能用金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人情；能用汗水解决的问题，就别用泪水。宁愿不说话，看起来像个傻子，也不要开口证明自己的确如此。不要逼别人说真话，他的行为举止就是答案。如何做自己？不巴结，不讨好，不攀比，不要害怕得罪人，该翻脸时就翻脸。我们身边总有一些毫无血性的阴阳人，对上级他当狗，对下级他当狼，对同级他当鬼。这种人却被赞为高情商。王朔。宁在人前全不会，莫在人前全都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性就是这样，能容得下弱者，却容不下强者。别用自己的嘴巴干扰别人的生活，更别用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凡是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丢下你的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恋人，都没有必要继续交往。你强大的时候，他们原谅你的弱点；你弱小的时候，他们会放大你的缺点。这种人永远不值得深交，更不值得原谅。不遭人急是庸才，但常遭人急是蠢才。帮别人办事一定要装得很难办，跟人谈生意一定要装得很成功，与人谈工作一定要装得很专业，请别人吃饭一定要装得很大气，给媳妇花钱一定要装得很痛快。人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出丑，
出丑越多，成长越快。人不出丑一直是狗，人一出丑精神抖擞。心软之人便是无福之人，心软看似豁达，实则愚钝；看似善良，实则懦弱。我现在不和别人争吵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地球是方的，你只需笑着对他说：是的，你真厉害。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永远都存在。脾气好不好是检验一个人控制自己情绪能力的标尺。当一个人懂得忍辱负重，那么他就能集聚成功的力量，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别人可以自嘲，但你千万不要跟着附和。自嘲是谦虚，但你只要一附和，味道就变了。能打字说清楚的事，就不要发语音，特别是不要给比自己厉害的人发语音。你越冷血，越果断，越不拖泥带水，就越是有人欣赏你。凡事最后都做到仁至义尽的人，其实不是傻，只是为了以后能够心安理得的无情无义。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事，我们无法左右事情的发展，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先改变自己看事情的态度，才能改变人生的高度。肚子无食无人知，身上无衣受人欺。合伙租船，船会漏；两家养驴，驴会瘦。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永天真。好猫难抵鱼引诱，人不交往看不透。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人；觉人之诈，不愤于人；藏气于身，待时而动；欲为苍鹰，勿与鸟争。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见识、品格和修养。遇大事要静，先静而后谋，先谋而后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遇烂事要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避免跌入深渊的最好办法是远离深渊。遇顺事要敛，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低调内敛，才能踏踏实实走得远。草里无石猪拱猪，分赃不匀狗咬狗，利益面前人坑人。树坏在根，人坏在心。话少的人未必傻，嘴甜的人未必善。心善之人敢直言，嘴甜之人藏迷奸。一个人的真心不在嘴上，而在心上。心不饶人，嘴很甜；口不饶人，心里善。有的人能言善辩，却不能真心待人；而有的人不善言辞，却能够永葆真诚。我用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很奇怪的是，你居然生气了，你还说我那么可怕。可我不用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多可怕。大起大落后，你会发现，你帮过的人不一定会帮你，但帮过你的人还会再帮你。结有道之友，断无情之人。性情之人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在你处于低谷的时候，有人愿意拉你一把，给你资源，让你不再低三下四地活着。无论以后你有多牛，这个人的话你得听，这是良心债，你得还。人性最丑陋的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
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做人莫有四亏：亏妻百财不入，亏孝百事不顺，亏体脏腑不和，亏心天地不容。有钱莫忘无钱日，落难何曾见几人？无钱之时恩人帮，有钱之时帮恩人。人生自古轮回时，半梦半醒半浮沉。做人要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不要仗着自己聪明去玩弄身边的人。其实谁都不傻，只是不想和你计较罢了。玩大了惹火上身，玩久了众叛亲离。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做事。做人行事应许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贫处住，向宽处行。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急是庸才。端人碗，受人管，吃人饭，看人脸。自古以来，那钱都没有那么好挣的，不是让你遭点罪，就是让你受点气。要靠近这样的人，智者会教你深度思考，勇者会教你勇往直前，有正能量的人会告诉你，生活处处皆是美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部分都是因为高估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比如把陌生人当熟人，把熟人当朋友，把朋友当亲人，把恋人当爱人，把爱人当外人。不赚钱怎么养家糊口？不努力如何赢得幸福？都说累了别干，困了睡觉，别熬夜，别扛着。可是大雨来了，有人会为你撑伞吗？挣钱的时候别矫情，花钱的时候也别磨叽。能自己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因为一时投缘就随意亮出底牌，交浅言深是人际关系的大忌。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言多必失，欲多必见，贪多必苦，暗多必昧，争多必危。人生有度，过则成灾。人会因嘴硬而失去很多东西，也会因为心软而受很多委屈。小时候，哭是搞定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面对现实的武器。只要利益不产生冲突，别人讲的话一般不需要反驳，不要去得罪任何人。不是读书没用，是你读的那点没用。多花时间塑造自己，少花时间研究别人。不要急着去享受那些你能力还配不上的东西。够不上你的人，他一定不会说你好。人生如何变好？向善、求实、藏锋、隐志、戒欲、谨慎、慎语。敬人不必卑微，卑微则显奴气，有礼有节即可。借钱不还还到处玩的人，不要深交。一定要远离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原来和舒服的人在一起，连沉默都是快乐的。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人群中脾气最好的人，往往最可怕。心软和不好意思只会消耗自己，薄情和健忘才是生存下去的利器。及时止损，别希望，别盼望，别期望，别指望，就不会有失望。爱做饭的人值得深交，但爱做饭的人一般不喜欢深交。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盲目的合群是平庸的开始，悄然的独行是拔尖的开端。想要快乐，应立即停止做6件事：过度沉迷社交媒体、拖延症、不懂拒绝、假装很努力、自我中心主义、活在过去。智者务其实，愚者争虚名。马不与牛争快慢，日不与月争明暗，兄不与弟争脸面，爷不与孙争清闲。不争对错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不论高下是对朋友最好的尊重，不争输赢是对伴侣最大的信任。你认为最好的朋友，可能只是把你当作普通朋友罢了。保持微笑，停止抱怨那些改变不了的事，无论你开心与否，时间总是不等人的。顶级的自律是学会闭嘴，能管住自己嘴巴的人都很厉害，不管是吃饭还是说话。如果你让讨厌你的人产生了嫉妒和愤怒，那一定是你做对了什么。发脾气是弱者的本能，控制情绪才是强者的本事。说话别嚷，小声说；说话别急，想着说；说话别直，拐弯说；说话别扁，捧着说；说话别杠，商量说；说话别抢，让人说。人际关系的基本技巧。技巧1，不要批评，不要指责，不要抱怨。技巧2，真心实意地感谢他人，赞美他人。自作聪明的人是傻瓜，懂得装傻的人才是真聪明。洛克菲勒。当众赞美你的人不一定是真的对你好，但是私下给你建议的人往往最真诚。喜欢说咱们只谈感情不谈钱的人往往是真势利，喜欢一开始就把利益谈清楚再去谈感情的人往往是真君子。墙头草两边倒，里里外外都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前笑面虎，背地嚼舌根。不怕人不好，就怕假好人。凡事都写在脸上的人，人品不会太差，而能够控制情绪的人都不是一般人。一个不懂拒绝的人，也是不懂应酬的人。人前蹦得最厉害的人，一般没什么真本事。人前废话不多，眼神犀利的，可能是个狠角色。良友有3：一为乐善好施之人，2为医病疗伤之人，3为有慧根灵性之人。话少的人往往是2个极端，要么真的简单，要么深不可测。多赞美小人物。一念贪心起，100万障门开。接下来你要应对的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所以有10分福气，享受3分，才不生贪婪虚妄之心。能够骗人的不只是眼睛、耳朵、嘴巴，还有心，而且眼睛、嘴巴、耳朵只能骗你一时，但是心会骗你一辈子。饭局7注意：客不待客，他人请客，你不要带朋友去。可以劝菜，但千万不要夹菜。敬酒要站在对方的左侧，不要让客人转身为难。先敬领导和长辈，按逆时针方向。不可反手倒酒，这是在给去世的人倒酒。不要空手赴宴，要带礼物。有人夹菜不要转桌，先转给最尊敬的人。大凡做大事的人，哪有动辄生气的道理？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不会要求别人去做的。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
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到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世人都知道，吃饭看人品，喝酒看人品，打牌看人品，小事看人品，却不知道最能看人品的是对他人的盖棺定论。别晒幸福，别晒甜蜜，也别晒成功。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晒会失去水分，冷藏才是保鲜的最好方式。永远记住，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必争辩；三观不合，浪费口舌；心小，任何事都是大事；心大，任何事都是小事。看清不如看清，看透不如看淡。成不了情绪的主人，必会沦为情绪的奴隶。人偶尔会遇到糟心的人或事，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表达。当情绪一次次来临之时，我要学会按下暂停键。切记，脾气大于一切。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自己善变的情绪。做人，把要将骂出的话忍住是一种本事，把不愿意做的事做好是一种能力，把看不顺的人看顺是一种修为，把咽不下的气咽下是一种胸怀，把看不起的人看起是一种修养。人若没有高度，看到的都是问题；人若没有格局，心中便都是鸡毛蒜皮。当你对别人有用时，人性就是善良的；当你对别人无用时，人性就是自私的；当你触碰别人的利益时，人性就是恶毒的。你所有的烦恼均来自自己的无能。当你的实力足够强大了，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时，你才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美好。不要生气，生气没有任何意义。做人，不要期望人人都理解你。你做得再好，也不一定人人都喜欢。你做得再多，不一定人人都说好。一样的嘴，不一样的说法；一样的眼，不一样的看法；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想法。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做事无需让人理解，只需尽心尽力。做人不必讨人喜欢，只需问心无愧。做好自己，其他的交给时间。越是和你关系好的人，越是接受不了你突然变好。相信破窗效应，不要轻易对任何人说你的不幸遭遇，不要试图通过倾诉自己的不幸拉近彼此的关系，否则你的不幸就会成为别人伤害你的利刃。人一定要经得起假话，受得住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承诺，放得下一切，百炼成钢，淡定从容。生气不如争气，翻脸不如翻身。小事稳，大事狠，没人扶着，自己站稳。和平共处是因为双方都有掀桌子的实力和不掀桌子的修养。没能力的时候，不要麻烦任何人；有本事的时候，不要联系任何人。盛怒之时，建议遵循的原则：去陈述事实，不编造故事；去表达自己，不评价别人；去讨论感受，不争论道理。成年人的世界，只筛选不教育，只选择不改变。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底线，分寸感很重要。教什么都不要教人做人。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自己不醒悟，他人如何度？自己若醒悟，何须他人度？
我更迷恋能教我人情世故，能替我拿主意，带我往前走的人。敌人变成朋友，就比朋友可靠，但朋友变成敌人，就比敌人更危险。我更迷恋能教我人情世故，能替我拿主意，带我往前走的人。多听少说，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穷的时候不坑蒙拐骗，富的时候不目中无人，苦的时候不出卖朋友，难的时候不算计别人。所谓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也对人。总觉得忍一忍之后就会好起来，真笨，人家不就是觉得你会忍一忍才会这样对你吗？带着答案问你问题的人，他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你的把柄。不要和教养缺失的人有来往，不要和满腹歪理的人有争论，不要和说谎成瘾的人有联系。制定规矩的最不守规矩，规矩只不过是弱者的铰链，强者的工具而已。人性的丑陋就是在无权、无势、善良的人身上挑毛病，在有权、有势、缺德的人身上找优点。不要拉朋友上路，要在路上找朋友。你得和我一样难受才算道歉，要不然都是敷衍。钱多钱少常有就好，人丑人俊顺眼就好，家贫家富和气就好，谁对谁错理解就好。人这辈子平安健康就是最好，坦然面对所有的变化，好的坏的都是经历。勇敢的生活，纵然人间不值得，但是你一定值得。斤斤计较的人只适合买菜，不适合干大事。把钱借给别人，大概率是在培养仇人。真正看不起你的人是不会批评你的，他只会看着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人到中年要有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要压得住脾气。你可以表达愤怒，但你不能愤怒地表达。如果一个人水平挺高，混得却不好，大概率人品不错。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很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软弱展示给别人看，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狼狈述说给别人听。根本没有人会觉得你可怜，他们只会觉得你很没用。这个世界上最难测的是人心，最难堵的是人嘴。你安静，说你清高；你活泼，说你高调；你时髦，说你炫耀；你朴素，说你穷熬。不管你怎样，都会有人说三道四。与其讨好别人，不如取悦自己。帮助危机中的人，你不需要比他们更强壮、更健康、更有道德、更无忧无虑。你只需要把自己的问题暂且搁置一旁，全心全意地倾听，不乱下断言，用心去关怀对方的需求。利益别占尽，让人几分；说话别太傲，谦逊几分；处事别太狂，低调几分；对人别太狠，宽恕几分。给别人留了尊严，就是给自己攒了人情；给别人留了退路，就是给自己铺了后路。明智的做法是把你的愤怒指向问题，而不是指向人；
把你的精力集中在寻求解决方案上，而不是集中在寻找借口上。每个人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去轻易评价别人经历的人生。成年人最幼稚的行为就是和别人交心。当你脑袋一热，和别人袒露心声时，你就快要倒霉了。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既要修炼不惹事的功夫，也要修炼处理问题的能力。保护自己最佳的方式就是不要高估自己跟任何人的关系，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越是熟人，越要警惕他的突然变好。谨记，不怕虎狼当面阴，就怕交人两面心。不要跟任何人分享你的财务状况，你富招人嫉妒，你穷招人鄙视。谨记，财不外露，否则倒霉。古人说，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与其将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争论上，失了体面，不如将时间留给自己，修身立德。当你经历的多了，便会发现，越是有修养的人，越懂得藏言。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不说硬话，不做软事，态度该和气就和气，做事该硬气就硬气，纵然和善，也无人敢欺。初始就过分热情的人，通常有许多的所求，平淡节制方可长久。懂得满足很重要，不属于你的别强求，得不到的就放下。别和过去的事过不去，因为已经是过去；也别和现在的事过不去，因为还得过下去。你为别人创造多少价值，你就有多大的价值。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没有义务一直对谁好。一定小心人最常付出代价的3件事：乱说话、乱花钱、乱发脾气。不公平很正常，你愤怒只是因为你不是利益的获得方。勿多言，多言多败；勿多事，多事多患。这4种话烂在肚子里都不能说。人前不说直言，酒后不说乱语，生气不说恶词，有钱不说狂话。朋友请客吃饭，让你选地方，要拒绝，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预算。不要期待被所有人喜欢，不是你喜欢别人，别人就一定会喜欢你，他们只会因为你优秀而喜欢你。道歉的真正意义在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接受对方负面情绪的反扑，而不是我都道歉了，你还想要怎样？一定要格外注意那些你成功时不为你鼓掌的人。生活中90%的痛苦都来自人际关系，学会接受人与人之间的这3件事，人生立刻就能顺心。第一，别想劝别人，即便是最亲密的人，他们想做能做的，自然就会去做。第二，别想改变任何人，如果他们改变了，也并不是完全因为你，
而是他自己本身就想改变。第三，别因为别人不是你想要的样子而生气，因为你也不见得能时刻成为别人想要的样子。放不下的感情，抹不开的情面，理不清的人情，可能都是自己的内心戏，别人根本没当回事。别人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财富、地位，而不是你做了什么。地位不对等的交往中，别指望对方尊重你。资源是用来铺路的，而不是闯祸之后用来平事的。人脉是在得势的时候锦上添花的，而不是在低谷的时候为你雪中送炭的。说话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急事慢慢地说，小事幽默地说，别人的事小心说，自己的事听别人怎么说。没把握的事谨慎说，没发生的事不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夫妻的事商量着说，孩子的事开导着说。永远不要跟人争辩，因为立场不同，没有对错，只有规则，只有利益。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夫妻沟通的智慧，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误会；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尊重；你想说，我想问，这就是默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我说了，你听了，这就是接纳；你想了，我做了，这就是相爱。借钱时，朋友说要找家人商量，实际上就是拒绝，不必强求。与朋友聊天无话题时，对方让你喝茶、吃水果，且不再说话，就是你该离开了。夫妻相处5戒，不要在外人面前争吵，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不能在对方生病或心情不好时吵架，不能翻对方的旧账，不能殃及对方家人。去朋友家做客，他的另一半躲在房间不出来，说明人家并不欢迎你。不要低估别人的智商，也不要高估人性的善良。邻里关系需注意：一、两面三刀之人，勤打招呼，不可深交；二、小气吝啬、爱占便宜之人，不过度消耗自己的善良。夫妻不到离婚，你看不到本性；兄弟不碰钱财，你看不到嘴脸；朋友不碰利益，你看不到内心；自己不到陌路，你看不到亲情。不碰利益都是好人，人性这东西不可言，不可言，不可验。5个好运秘诀：一、切忌在生活中唉声叹气，祸福无门，唯心自招。2、要时刻保持微笑，伸手不打笑脸人，脸上天天挂着笑，别人看到你都会觉得善意满满，自然好事就会来。3、家里要干净整洁，干净明亮，有生气的家才会让人心情舒畅，做事自然顺利容易。4、耳朵不听是非，嘴里不说是非。5、心存感激，懂得利他。你遇到的人都是被你吸引而来的，欺负你的人因你的软弱而来，出卖你的人因你的轻信而来，践踏你的人因你的卑微而来，欣赏你的人因你的自信而来，帮衬你的人因你的人品而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生而为人，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尽可能本分做人，坦荡做事，不昧良心，不丢善心。自己的弱点对神明都不要说。亲戚三不交：借钱不还不交，好吃懒做不交，攀高踩低不交。不要把善良、宽容用在那些不值得的人身上，要有自己的底线。万事不要做得太绝，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既然你能决定让谁走进你的生命，自然也可以决定把谁从你的生命中请出去。善待自己，世界才是你想要的样子。不要总在旁人面前提你的朋友多厉害，你要懂得别人的成就跟你没关系。有些事很多人在做，你不做不代表你错了。伤害你的人不是比你强大，就是比你弱小。如果他比你强大，宽恕自己；如果他比你弱小，宽恕他。无论什么关系，提供不了情绪价值，给予不了经济支持，给不了正面陪伴，3点一样都不占，舍弃才是明智之举。礼仪用语：头次见面用久仰，很久不见说久违，认人不清用眼拙，向人表歉用失敬，请人批评说指教，求人原谅说包涵，请人帮忙说劳驾，请给方便说借光，麻烦别人说打扰，不知时宜用冒昧，求人解答用请问，请人指点用赐教，赞人见解用高见，自身意见用拙见，看望别人用拜访，贵宾来到用莅临。不能在孩子面前说的话：一、不能说长辈的坏话，会让孩子丧失敬畏之心，不懂得尊老爱幼。2、不能互相指责，任何一方被否定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差劲，而陷入自我否定。3、不谈家庭财务状况，哭穷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还会让其产生自卑情绪，炫富可能导致孩子挥霍成败家子。有的时候，家长的自我管理和懂得闭嘴，反而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人生在世有3不孝：不孝天灾，不孝人祸，不孝疾病。效法圣贤有3不避：为民请命，为国赴难，临危受命。3种便宜不能占：一、熟人的便宜不能占，人情是开路的利剑，也是自负的茧。2、弱者的便宜不要占，这种便宜对你来说不过9牛1毛，但是对弱者来说却有可能是一家的温饱。3、不占不明不白的便宜，不求非分之福，不贪无故之祸。别忘了，免费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鬼谷子仿小人16字真言：以利始奸，小人往往都是以个人利益为主，在利益面前他们才会低头。以智防奸，小人爱钻空子设陷阱，跟他们共事，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以忍容奸，小人的报复心都特别强，而且他们为了报复，往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遇到小人对你挑衅，你得学会忍辱负重，可不要他一挑衅你就急。就算要跟他们正面冲突，应该等到我们的实力能够一举将小人制服的时候，再将他们一举击溃。以利除奸，对小人不要有太多的仁慈之心，记住，善良必定是要有锋芒的。如何与小人物往来？勤打招呼，少说话，
不主动来往，但不拒绝来往；不深交，但不绝交；可以给予好处，但绝不能占他们的便宜；不进小人的圈子，也不要让小人深入到自己的圈子；不主动帮忙，但也不阻拦小人做事；不规劝，不参与，不讨论，任其发展。遇到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忍辱不变才是上策，因为他们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不要因跟恶人比恶而损失自己的幸福生活。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通常也不喜欢被别人麻烦，所以你如果想找别人帮忙之前，你先想办法去帮他一个小忙。如果他一直拒绝你帮他的话，代表他也不想帮你任何忙。拒绝别人时，语气要坚决精炼，不要支支吾吾，搞得不帮他是你的错一样。最重要的一点是，拒绝别人的时候，不要看对方的反应。口中言少，自然祸少；腹中食少，自然病少；心中欲少，自然忧少；身上事少，自然苦少。大悲无泪，大悟无言，缘来要惜，缘尽就放。真正厉害的人都是一半君子一半小人，既有菩萨心肠，也有金刚手段。因为做好人容易被欺负，做小人容易被孤立。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就是跟别人讲道理，就算你是对的，也没必要证明别人是错的。这种人其实最讨厌，就像蚊子一样，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但流出的是你的血。马伯庸。不懂的事不能马上就去问别人，自己要先努力查找答案。东野圭吾。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说得做不得。李宗吾。路是自己走的，可嘴是别人的，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生气。这个世界上真正对你好的人很少很少，可看你笑话的人却很多很多。我们争不过一张嘴，算不过一颗心。我不怕吃亏，善良不代表傻，忠厚也不代表笨。你真，我更真；你假，我转身。讨厌一个人没必要翻脸，喜欢一个人没必要卑微，错过一个人没必要怀念，看穿一个人没必要揭穿，离开一个人没必要伤害，感恩一个人没必要低声，敬畏一个人没必要谄媚。小恩养贵人，大恩养仇人。天下有两难，登天难，求人更难。地上有两苦，黄连苦，没钱更苦。家财万贯也买不来太阳下山，身无分文也不代表日后没有江山。水不试不知深浅，人不交不知好坏。人人都有个好皮囊，但未必都有好心肠。问候不一定要郑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诚感人。个小不拉架，人穷不说理，没钱不入众，言轻莫劝人。立威不负重，落难莫寻亲。马瘦腿不软，人穷志不短。苦尽甘来时，再讲来时路。烧香的不一定是善人，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顺着你的不一定是好人，穿着衣服的也不一定是人。人生的三种境界：接受父母的平庸，接受自己的平庸，接受孩子的平庸。欲成大树，莫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苍蝇。遇烂人及时止损，遇烂事及时抽身。
背后不论他人是与非，凡事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聊彼此隐私话题，要低调，不显摆，不张扬，学会揣着明白装糊涂，为难之时要果断拒绝，不参与，不评论，只倾听，懂得感恩，要学会回礼。不看辉煌时谁敬的酒，但看落难时还剩的友。人一旦到了中年，一定要懂得控制欲望，除了赚钱就是享受孤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自己驾驭不了的人和毫无意义的事上。3岁打娘，娘会笑；30打娘，娘上吊。教子有方，家兴旺；教子无方，家败光。养儿不孝，害自己；养女不孝，害他人。春耕不好，害一年；养儿不好，害一世。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不要说烦死了，累死了，气死了，完了，这些哭穷卖惨之类的话，要多说没事，问题不大，可以搞定，一切都会好的，这些正能量的话。记住，正向的表达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养成说好话的习惯。好运气许多时候是说出来的。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季羡林。懂得装傻的人才是真正的处事高手。看清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揭穿；讨厌一个人，也不一定非要翻脸。用装傻的方法扭转针锋相对的局面，换来和谐，才是上策。万能幽默公式：情理之中加意料之外。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继续找你。我一直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可这条路一直在施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如果你请客，我愿意陪你多吃一会儿。不要沉迷廉价的快感，偶尔唱 KTV、打打游戏都是很好的放松，但沉迷其中，毫无节制地消耗自己的宝贵青春，就是犯傻了。不要被那些泛泛之交的夸赞和吹捧所迷惑，要有自己的长远目标和追求，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才会收获真正的成就感。做人就2个字，善良；做事就2个字，坚持。一个人能走多远，靠的不是眼睛，而是眼光；一个人事能做多大，靠的不是技巧，而是格局；一个人能交往多久，靠的不是忽悠，而是真诚。做人没有捷径，只有厚德才能载物。学会适当拒绝，在做好分内事的前提下，适当帮助身边的人是很好的态度，但不要被人当作随时可以呼来唤去的便利贴。你有你的目标，你有自己的事，要分得清主次。当有人提出过分要求的时候，即使事情很小，也要坚定拒绝，因为这很可能是对你的试探。这次答应了，下次可能就会有更过分的要求。要让别人知道你很有能力，很有热情，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不要轻易触碰别人的底线，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不想被人触碰的底线或忌讳。因为亲近，你更应该去保护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成熟的人都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让你和他相处的时候感到安心。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亲人，没有其他人有义务对你好。
如果遇到真诚而善待你的人，请一定要懂得珍惜和感恩，这种人可能才是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不在嘴上争输赢，凡事留3分颜面。哪怕对方真的是错了，也要给人家一些余地，留3分情面。人无完人，谁都会有不走运的时候。不在嘴上争输赢，是一个人成熟的基本素质。有效的人脉是靠你的能力、品质吸引来的。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培养自己的核心价值。互惠共赢才是成年人的交往逻辑。你能输出的价值越大，你获得的资源才会越多。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做人要谦虚谨慎，不过度争名夺利，不以人品道德评价他人，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隐私是非，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朋友，从而防范潜在的敌人。做事可以高调，为了达成目标付出120%的努力，并把这种狼性和热情带给团队，带给身边的人。建立这种做事风格，才有机会不断走上更高的台阶。孙子兵法讲城府：一、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过去；二、进入新环境要注意低调；三、保持神秘，自带威严；四、克制反驳欲，学会赞美和闭嘴；五、不要轻易原谅伤害过你的人。但凡一个人见不得人好，见不得人高明，眼里只有胜负，没有人情世故，就是没有容人之心。人要往远看，眼界就开阔了。朋友或者同学请客，唯独没有叫上自己，不提，不问，不打听。真诚是一个人的宝贵品质，但真诚不等于傻。对于交情尚浅的人，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用善意来回报你的真诚，甚至有的人很可能就是怀着恶意接近你的。对所有人都不设防，不仅会伤害自己，还有可能威胁到你的朋友和家人。适当保留谨慎，不是虚伪，而是一种责任。改掉没有底线的心软，改掉一错再错的忍让，改掉没有原则的善良。一定要养成背后不说人坏话的习惯，也不要听人坏话。把晚安改成换个地方聊，梦里见喽。死党跟你说谢谢，你可以回不客气，下辈子给我做牛做马就行了。为人处事要想万事无过，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要想琢磨透一个人，不管他是好是坏，先顺着他，不管多久，很快就知道他的真实情况。多年不联系的朋友或者同学突然发来微信，当作没看见。过年去朋友家里，要给人家孩子红包，一定要进门就给，然后全程气氛融洽。如果临走时再给，那叫试探人性，而人性是经不起试探的。客气是领导的姿态，讲礼貌是下属尊重领导的表现。修炼钝感力是敏感人职场的保命攻略。聚会的时候，多去关心一下那个角落里和大家不怎么熟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多问问他，
聊天的时候也多跟他聊一聊，这是雪中送炭，他会感谢你。不管你们以后有没有交集，人情他一定会记得。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人生如尺，必须有度。最好的关系是亲疏有度，相看不厌，久处不累。别人对你好要争气，日后有能力一定要有所报答。别人对你不好更要争气，望有朝一日扬眉吐气。当别人问你想吃什么，你可以回，为了不吃穷你，还是由你来决定吧。那些永远带给你负能量的人，趁早把他们请出你的生活。去别人家做客，只待在客厅。横财不富穷人命，叶草难肥劳命马。休因酒肉为知己，急难不分反笑贫。爱占便宜难富贵，言语反复必有鬼。人前若爱争长短，人后必然说是非。人与人之间，在同一时间同一事情上，只能保留一种关系，否则就会感情用事。记住，不要去做客户没有要求你去做的事情，不要给客户免费的午餐。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事，也有你看不惯的人。人生如茶，饮茶人不过就两种姿态，拿起和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来也要放得下。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提升自己的机会。讲话时不要有任何的慌张，走路也是。做人不要为了钱财算计兄弟朋友，做事不要为了利益出卖尊严良心。钱没了可以再赚，利益没了可以再干，唯独人品毁掉了，很难再建立起来。不要主动给别人提建议。学会存钱，克制欲望。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夺走你今天的快乐。生气就好像自己喝毒药，而去指望别人痛苦。不要逢人就说你的困难和遭遇。要有城府，不要一有什么事情就挂在脸上。千万不要做一个好说话的人。平时不找你，等你风光后再找你的人，要小心。一定要学会闷声发大财。任何一种礼貌都一定是有限度的，菩萨心肠和狮子力量缺一不可。人情要往大了还。能改变自己的都是神，想改变他人的都是神经病。遇到不讲理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离他远点，而不是跟他讲道理。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自我感动。情绪稳定的人，没有一个弱者。千万要远离第一眼就看着不舒服的人，面由心生，磁场不合，不相为谋。你的感觉不是空穴来风。给自己一个忠告，认识自己的人越少越好，不要沾染不适合自己的圈子。知己一两个足矣。沉住气，别去巴结谁。别人的奇迹与自己无关，注定得不到的东西
不要去追。让自己生气的东西永远别去搭理。假如你想知道谁控制了你，那就看看谁是你不能批评的人。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颗感知清风明月的心，和跟人说话时不会躲闪的眼神。没必要把你懂的所有东西都说出来。和同事交朋友，本来就是在垃圾堆里捡糖吃，捡到糖是福气，捡到玻璃渣也没什么好意外的。做人就要像仙人掌，你可以不去扎人，但身上必须带刺。不要贪恋能力以外的东西，更不要追逐与能力不匹配的生活。每一份索取都在暗中标明了筹码。如果你没有背景、姿色、心眼，那就一定要练就隐藏自己的能力，让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不要因为工作生气或焦虑，学会冷模式工作，只投入时间和脑力，不投入情感。停止过度思考不存在的问题，请用绝对的理智压抑不该有的情绪。如果别人嫉妒你，是他发自内心对你最大的认可。风雨中做个大人，阳光下做个孩子。停止担心别人如何看你，当你开始专注于如何看自己，别人对你的看法已无任何意义。以前不懂事，只会放狠话、冷暴力，现在才发现，温柔是一把利器，特别温柔的人，内心都比较狠。真正厉害的人必备3个不：不害怕，不着急，不要脸。自律是一场自己对自己发动的战争，每天锻炼30分钟以上，停止抱怨，自我反省。想发火，先忍耐10分钟。如果不能学会翻脸的话，就要默默承受别人的不要脸。话说3分好，饭吃7分饱。不要熟悉得太快，不要交浅言深，先淡后浓，先疏后密，先远后近。情绪发泄的尽头是沉默。越是没有本事的人，就越喜欢用发火来解决问题，因为他的内心敏感过度，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说话好听的人，心往往冰凉。人前很会做人的人，背后总有算计。保持快乐的方法：减少期待，降低敏感。不要讨好看不起你的亲戚。微笑不一定是礼貌，也可能是警告。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前面，不然你的能力很容易被低估。先进罗衣，后进人；先进皮囊，后进魂。自古以来，要饭的都没有要早饭的，因为他要是能早起的话，他就不至于要饭了。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救急不救穷，永远是千古铁律。看上去很温柔的人，不一定是好脾气，只是自己的修养克制了心中的怒火，请不要去触及他的底线。人生3大错误：向糊涂人说明白话，和不靠谱的人做正经事，和无情的人谈感情。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做人与做事，千万别太过。薄骨总弯腰，智者常温和。行走人世间，低调都没错。看人不要用眼睛，更不要只用眼睛。用时间，用心去感受。岁月是人品，日久见人心。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学他3分；遇到能力相当的人，让他3分；遇到不如你的人，帮他3分；遇到年长的人，敬他3分。如果这3分你都做到了，你的人生一定会改变3分。前面看人，不要以貌取人；后面看人，不要捕风捉影。远处看人，不要道听途说；近处看人，不要一叶障目。高处看人，不可目中无人；低处看人，不可虚张声势。一颗好心，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慈悲温暖不了凉薄之人，好心满足不了贪婪之人。会遗憾，但不会后悔；会争取，但不会强求；会低头，但有底线；会妥协，但有原则。希望这是你。家败离不得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讨人嫌离不得一个骄字。立身之本，谦俭勤；终身之戒，骄奢逸。真正有实力的人，从来都是谨言慎行，独来独往的。现在的人嫌你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你没钱看不起你，你有钱看不惯你。嫌你穷的可能是外人，怕你富的一定是身边人。入山不怕虎伤人，只怕人情两面刀。100次的好，1次的不好，别人就会抹杀你所有的付出。100减1等于0，这就是人性。孙子兵法讲为人处事，胆小之人可用威严拿下，虚荣之人可用满足拿下，贪财之人可用钱财拿下，愚蠢之人可用诱惑拿下，聪明之人可用真诚拿下。在熟人面前适当低调，赚1万要说5000。大部分人都希望你过得好，但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在陌生人面前适当高调，人性都是嫌贫爱富、欺软怕硬的。前者是为了平衡别人的心态，后者是为了赢得被平等对待的尊重。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你瞄准的时间越长，击中的机会就会越渺茫。你患得患失，太在意从前，又太担心将来。有句话说得好，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是天赐的礼物。像珍惜礼物那样珍惜今天。功夫熊猫。你的怨天恨地只是在展示你的窝囊，你的愤世嫉俗只能体现出你的狭隘。靠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没人会嘲笑竭尽全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办事情一旦偷懒，就绝对做不好。等你过了25岁，就没必要定闹铃了。你的各种人生烦恼会让你自动醒过来。做事的人永远比嘲笑观望的人多一次成功的机会。如果你停止，就是谷底；
如果你还在继续，就是上坡。这是我听过关于人生低谷最好的阐述。你不必生来勇敢，天赋过人，你只需要投入勤奋，诚诚恳恳。在智商过剩的年代，走心是唯一的技巧。在情绪泛滥的年纪，实力是最大的底牌。以前我觉得成绩不重要，名牌大学也只能代表学生时代的成就。后来我发现，努力是种习惯，它会贯穿终生。不是每个游荡的人都迷了路，或许他正在追逐一个你无法想象的梦。小丑。在多数情况下，父母的位置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起点。洛克菲勒。这一生，你唯一要完成的 KPI 就是做自己。大器晚成也好，永远到不了山顶也罢，但是我一定要快乐和真诚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总要允许普通人存在吧。坚强到满心疲惫，却不敢轻易倒下，只因我身后空无一人。很多人欠缺的不是机会，是能力。我们这个世界就如同一座高山，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顶上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脚下；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脚下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顶上。如果痛恨所处的黑暗，请你成为你想要的光。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可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有人欺负你，第一次你就要用力回击，你越后退，他越得寸进尺。和人打交道时，请牢记这一点。人并非理性生物，他们由情感驱使，被偏见支配，傲慢与虚荣是他们的动力之源。卡耐基。人情世故不是简单的圆滑处事，不是假意的虚伪逢迎，不是单纯的屈服于现实，而是真正懂得生活的意义，安详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南怀瑾。本事不大，脾气就不要太大，否则你会很麻烦。能力不大，欲望就不要太大，否则你会很痛苦。什么是最现实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每天给他1块钱，只要1天不给，他就会恨你；如果你每天给他1巴掌，只要1天不打，他就会跪谢。人们常说，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只要去观察他看什么书就可以了；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情绪，只要看他听什么音乐就可以了；而要想了解他是谁，只要看他身边有什么样的朋友就可以了。卡耐基。听来的消息，不论真假，都不要再从你的嘴里传出去。别说听来的，看到的也未必全是真相，耳听为虚，眼见也未必是实的。请记住3句话：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有；责人不必苛尽，苛尽则众远；敬人不必卑尽，卑尽则少骨。沉默带给你的好处很多，摆低姿态，变得谦虚，换言之就是隐藏你的聪明，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沉默，就像成熟的稻子垂下稻穗。喜欢在你背后说3道4捏造故事的人，无非就3个原因：没达到你的层次，你有的东西他没有，模仿你的生活方式未遂。任何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构建有效人际关系的根本，
不在于你的人品有多好，格局有多大，责任心有多强，而在于你的可交换价值有多大。很生气的时候，在心里倒数5秒，深呼吸过后再开口讲话。管控自己的面部表情是进入职场的标配。觉得有人喜欢你可能是错觉，感觉有人讨厌你十有八九是真的。你难说话，别人才会比较谨慎地跟你打交道，后来发现你挺好的，就会认为你是真的好。你好说话，一般都不会把你当回事。贵重物品尽量不去熟人店里买，价格不好谈，质量有问题还不好意思说。如果你不够优秀，人脉是不值钱的，它不是追求来的，而是吸引来的，只有等价的交换才能得到合理的帮助。你若帮了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他一定会记得你，在他下次急需用钱的时候。人际交往中，如果你表现得紧张、胆怯、卑微、谄媚，那你将会遭受到这世间最深的恶意。所以，你面对他人时，要有着强硬的态度，强悍的实力。帮别人之前，也请先想好，你是否能做到自愿付出，不求回报。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付出的一切，别人觉得理所当然，并且毫不在意。能承认和欣赏别人优秀的人，自己往往也不会太差，因为承认和欣赏了，才会去追赶。相反，一味贬低他人的人，很多时候只是想要强行的把他人在言语上拉下来，好安慰可怜的自己罢了。不要随便指责别人的缺点，而是应该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你会发现，指责是最无用的，它不仅会破坏你与他人的关系，还会让别人对你倒打一耙。认真倾听对方，就是对人最大的尊重。不良的谈话习惯：一、打断朋友的谈话或抢接别人的话头；二、注意力分散，需要对方一再重复谈过的问题；三、不适当的强调某些与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细枝末节；四、随便解释，轻率地下定语，借以表现自己是内行；五、连续发问，让人觉得你过分热心和要求太高，以致难以应对；六、对方话题兴趣不减之时，强行扭转话题。一个人越喜欢炫耀什么，就代表他越缺什么。真正有格局的人，都是闷声发大财，他越有就会越藏，越缺才越爱显。两个人从牢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看到泥土，一个却看到了星星。积极的暗示会产生力量。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正义而没有想到利益时，就不要用金钱去刺激他。同样的，当一个人为了理想而奋斗，带着使命感去做事而没有想到太多的利益时，也不要让金钱发出声响。争论的技巧：一、仔细地聆听对方的想法；二、在答话之前，不妨稍停顿一下；三、不要100%地胜过对方；四、温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五、让共同认识的朋友带你说话；六、保全对方的面子。服从其实是一种讨好，是无条件的顺从，而这种顺从的背后其实是恐惧。在匿名的环境中，只要稍加诱导，人就会越过界限，开始作恶。
朋友之间应该遵循的规则：一、不要觉得朋友的东西就是你的；二、不要让朋友为你的消费买单；三、不要侵犯朋友的私人空间；四、不要天天和朋友黏在一起；五、不要以为关系铁就不注重礼节；六、不要随便向朋友借钱。分辨朋友的好坏很难，但有一类朋友一定是值得交往的，那就是会批评和指责你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让你更加小心谨慎地做事。要牢记朋友之间的人情世故：一、一定要记住新朋友的名字；二、常联系，但保持适当的距离；三、宽容待友，不计小恶，不乱发脾气；四、朋友的家事不瞎掺和；五、朋友远来一定要热情招待；六、要关心朋友的孩子和父母；七、和朋友互换交际圈子。如何讨人喜欢？一、在失意者面前不谈你的得意；二、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三、话不在多，切勿啰嗦，少说多做；四、喜时之言多失言，怒时之言多失礼；五、即便你手握真理，也不应咄咄逼人；六、多说我们，少说我；七、逢人不说他人过，说话不揭他人短。尊重他人的观点，绝不要说你错了。如果是自己错了，请坚决果断地承认错误。出发点再好，颐指气使的命令也会让别人对你怀恨在心。你要决定做这么一件好事，就不要指望别人的感谢，因为忘记感谢是人的天性。如果你期望别人的感恩，多半是自寻烦恼。好朋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经济往来。人们实际上很讨厌别人干涉自己的家事，这就好像大多数动物都有领土意识一样。礼仪问题虽然细微，但绝不是小事。一声真心的道歉，一句贴心的问候，一段适当的距离，一个诚恳的握手，都能够表现出你的礼仪和素养，让自己养成谦恭的态度，让别人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这样你才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普天之下的每一颗心都会因他人的赞许而欢愉。争辩、抱怨和反驳或许会带来暂时的胜利，但你永远无法通过这些表面上的胜利赢得对方的尊敬。富兰克林。情感太盛容易冲动，太理性容易决绝，没有人情味儿。7分理性3分情感是刚刚好的温度。按照我的经验，不管是对别人说明问题，还是做出解释，只要以轻松说笑的方式进行，就可以让其他人很容易接受。林肯。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渴望受到重视，赢得他人的尊重，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肯定。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无形的标志，上头写着重视我。洛克菲勒。过多的暴露，人家会觉得你很肤浅；过分的热情会让人产生你在讨好的印象。说话有3种限制：一是人，二是时，三是地。非其人不必说，非其时虽得其人也不必说，得其人得其时而非其地仍不必说。陷入尴尬时可以聊的话题：第一，天气，
2. 旅游。3. 娱乐活动。4. 新闻。5. 衣食住行。6. 兴趣爱好。7. 名人。会装糊涂也肯装糊涂的人是聪明的人，也是最厉害的人。绝不要陷于骄傲，因为一骄傲，你就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因为一骄傲，你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有益的帮助；因为一骄傲，你就会丧失客观的准绳。少一些指责、不满、抱怨，多一些鼓励、赞美，会使你在做事中减少很多阻力。爱听恭维的话是人的本性，记住，没有人愿听那些刺耳的话。在聪明人面前装糊涂，避免尴尬；在愚蠢人面前装糊涂，得到认可；在上级面前装糊涂，避免打压；在同事面前装糊涂，避免排挤；在下级面前装糊涂，得到信任和了解下级的想法。唯一一点必须记住，在需要你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要像火箭一样点火升空。听其言必观其行，是取人之道；失其言不问其行，是取人之方。做人当方则方，当圆则圆，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礼让一点，谦虚一点，忍耐一点，这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为了把无谓的攻击降到0。任何时候都不要卖弄小聪明，你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聪明。你即使真的有2下子，也不要太出风头，要藏而不露。在没有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要学会在生活枝节问题上随大流。交谈中最重要的5个字，我以你为荣。交谈中最重要的4个字，您怎么看？交谈中最重要的3个字，麻烦您。交谈中最重要的2个字，谢谢。交谈中最重要的1个字，你。交谈中最不重要的1个字，我。分辨朋友的好坏很难，但有一类朋友一定是值得交往的，那就是会批评和指责你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让你更加小心谨慎地做事。别人的承诺姑且听之，但不能太相信。在承诺没有兑现之前，应该对承诺者持保留态度。帮助别人时，应该多行动，少言语。如果自己想过得更好，就要先适应别人的所作所为，不必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时候，微笑即使是违心的，也能让人感觉愉快。谦虚、自律，不争强好胜，是留下好印象的一种方法。即兴演讲万能公式：感、加回、加注。首先，感谢领导给了我一次发言机会，来表达我内心的想法。回忆过去，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历尽艰辛，有苦也有乐。经过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家的共同努力，这项工程圆满结束，为公司的经济效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祝愿公司发展越来越顺利，效益越来越好，每个人的收入越来越多。赠送礼物的4个诀窍： 1. 一定要撕掉价格，给人留下情义无价的好印象。 2. 一定要选择性价比低的礼物，送2000元的耳机要优于送2000元的手机。 3. 平时要多送，每次要少量，这样比真正求人的时候一次多送有效。 4.
用心准备对方感兴趣的礼物，更能显示出诚意。你摸黑偷偷赶的路，都会变成意外袭来时你少受的苦。尊严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别人给的，是你自己缔造的。天助不如自助，成功本没有路，做的事情多了，也就开辟了成功的路。关上身后那扇恐惧之门，你就会知道面前那扇成功之门打开的速度有多快。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凡是有工作，就要有目标；凡是有目标，就要有计划；凡是有计划，就要有执行；凡是有执行，就要有检查；凡是有检查，就要有结果；凡是有结果，就要有责任；凡是有责任，就要有奖惩。如果你不觉得1年前的自己是个蠢货，那说明这1年你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人太闲就会胡思乱想，人太懒就会体弱多病。人总是要让自己有事情做，精神才不会空虚乏味，身体才不会懈怠无力。忙碌是治疗焦虑的良药，它能把你从负能量中解救出来，它会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懒生穷，穷生累，累生病。一个人哪怕再没有才华，勤快一点，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一定要和满脑子赚钱的人做朋友，因为赚钱的背后藏着一个人的认知、自律、圈子、能量、格局，还有他的执行力。懂的人自然懂。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你现在混成多么狼狈的样子，你都要相信自己前途无量。小事要忍，大事要狠，没人扶的时候，自己一定要站稳。只要自己不认输，你就一定是赢家。男人想成功，必须舍弃：第一，毫无意义的醉酒；第二，虚情假意的兄弟；第三，看不起你的亲戚；第四，一个不爱你的女人。你很强，很有冲劲，但是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没有成大事？你有总结过自己的人生吗？你缺乏判断，缺乏理性，你缺在关键的时候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的这股狠劲儿。机会从来都不缺，只是可能有些是我们的，有些不是我们的。没有伯乐就要造势，好人要少当，底牌最后再翻，满足他人的荣誉感，含蓄点儿，话不必说透，模糊表态对自己有利，别总是自己出手。高手打太极，愚人太着急，大事好你未必好，大事不好你未必不好。做人做事内心当如竹林，遇事洒洒作响，势必转瞬如常。心平能御3000疾，愿你也可以沉住气。越怕什么就越要去做，击败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去面对它。每个人第一次上台都会很紧张，但是当你上台的次数越来越多，你就会变得习以为常，甚至你会渴望上台的机会，渴望被关注的机会。当事实对你有利，就强调事实；当规则对你有利，就强调规则；当事实和规则都对你不利，就敲桌子，把事情搅浑。你总是把梦想留在未来，把旅行留在下一次，把想做的事留在以后，然后本该是未来的时间点，你突然被没时间打败了。所有的理由
不过是给你拖延和懒惰找的借口。世界上根本没有浪费时间这回事，你唯一浪费的不过是你自己。你若成功了，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若失败了，吃青菜则叫寒酸。30岁后，相由心生，也相由心生。越努力越穷的原因，不记账，几十几百的支出完全不当回事，没有存钱的习惯，赚多少花多少，甚至透支信用卡，冲动型消费，买回来的东西许久都用不上，收入单一，只有工资，没有其他进项。无事之时，借势造势；无能之时，躬身入局。乘胜而上，可撬动未来；躬身入局，可以提升能力；借势谋局，才能逆风翻盘。人生最好的3个老师：干瘪的钱包、失败的经历，还有离开的人。成年人的生活，冷不靠灯，穷不靠亲，钱自己挣，苦自己吃。风风雨雨都是自己扛，酸甜苦辣都是自己尝。最顶级的能力，当所有人认为你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你却能起死回生，解决所有的困难，力挽狂澜。做次生意，你就知道钱难赚了；要个孩子，你就知道为人父母不容易了；落魄一回，你就知道人心可畏了；去趟医院，你就能看懂人生百态了。大多数疾病有药就能治，唯独没钱让你毫无尊严。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也能压垮一个人、一个家。努力赚钱吧，不是为了过上多好的生活，而是当意外来临时，你有能力和它抗衡。富无能而受罪，而无才复低头。要么你能吃苦，要么你的孩子能吃苦，要么你的父母还在为你吃苦。3代人总有一代人要努力。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如果父母依旧辛苦，那我们长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与其羡慕别人的光鲜，不如狠下心来暗自努力。奋斗是为了有能力选择想要的生活，谁都想乘坐头等舱优先登机。恰如看球赛时，好的位置价格贵。世界从不平等，你有多努力，才能有多特殊。30而立，不是30而富。立是你对人生的规划，你的目标。30岁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第3个10年，而且在前2个10年中，你并不能自由地喝酒、旅行，甚至你并不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10年的懵懂时期，10年的读书时光，30岁才是人生的开始。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吃任何好吃的东西，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我们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对生活的不同体会。我们是最新的大人，也处在最好的年纪。没有野心的人不会成就大事。亨利·福特。和没有干劲的人在一起厮混，只会徒增压力。想赢这个世界吗？只要你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去多1次，就是这样。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经历，但是不能放纵自己过糟糕的人生。命运只负责洗牌，出牌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要做一名乐观主义者，无论情况看起来
或是实际上有多糟糕，请擦亮眼睛，找出其中蕴含的无限希望。永远不要放弃寻找，因为希望永远存在。谁说只有万事俱备才能出发？闯荡江湖未必身披铠甲，一个勇字也能浪迹天涯。你要修炼自己管理情绪和控制感情的能力，要注意在进行决策制定时不能受情绪左右，而是完全根据需要来做决定，要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会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得更好，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非常肯定，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所以我通常这样问自己，我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小心那些要求你以诚相待的人，他们是想在你这里捞到好处。不论是要赢得财富，还是要赢得人生，优秀的人在竞技中想的不是输了我会怎样，而是要成为胜利者，我应该做什么。对自己有利无害的情况下，才表现自己的感情。可以让对手教导我，但永远不教导对手。凡事三思而行，不管别人如何催促，不考虑周全，绝不行动。有自己的章程，只对自己负责。只要你自己不认怂，生活就没办法撂倒你。你必须相信自己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只有你先这样认为，别人才会跟着这么认为。凡是决心取得胜利的人，从来不会说不可能。拿破仑。你怎么思想将会决定你怎么行动，你怎么行动将会决定别人对你的看法。我们不能左右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选择我们的态度。一个人在30岁之前长得难看，是父母的问题，但30岁之后仍然难看，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林肯。播种一个行为，你会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收获一个命运。无论做什么事情，光是一股脑的努力是不管用的，必须不断的反省。大家要知道，只有说出来会被人嘲笑的，才叫做梦想。卡耐基。做年度计划，就要细化成每个月甚至每一天的具体目标，然后千方百计努力达成。今天一天努力干吧，以今天一天的勤奋就一定能看清明天。这个月努力干吧，以这一个月的勤奋就一定能看清下个月。今年一年努力干吧，以今年一年的勤奋就一定能够看清明年。就这样，一瞬间一瞬间都会过得非常充实，就像跨过一座一座小山，小小的成就就连绵不断的积累，无限的持续，这样乍看宏大高远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稻盛和夫。职场里的老二哲学，时机不成熟，不做第一，宁做老二；不做红花，宁做绿叶。不是要求你永远不做老大，在你能力和力量有限时，先做老二，瞄准机会再冲刺第一。做老二也并非真的是甘居人后，真正的原因在于比做老大的风险系数要低得多。积极的想办法，才会有办法。只有相信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3种情况应该忍耐。第一种，敌人比自己强大；第二种，有利的时机尚未出现；第三种，自己尚未准备好。成功等于明确目标加详细计划加马上行动加
检查修正加坚持到底。人本来就具备使梦想成真的巨大潜力。把头抬得越高的人，不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能成大事的人，总是相时而动。该低头时就低头，等到时机成熟了，再抬头做人。放手去做，全力以赴，别管能不能。如果你想知道既冒险又不招致失败的技巧，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大胆筹划，小心实施。要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你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稻盛和夫。满脑子天真想法的人，在社会上吃点苦头也是好事。东野圭吾。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马伯庸。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输，即使输了，唯一该做的就是光明磊落的输。年轻人手里每多1分钱，就增加了一份决定未来命运的力量。去赚钱吧。贪心没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贪心是件好事，人人都可以贪心，从贪心开始才会有希望。好奇才能发现机会，冒险才能利用机会。跌倒了爬起来，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已经是最低谷了，怎么走都是向上，所以你怕什么？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走。你要知道，人生除了生死，其余的都是擦伤罢了。成功不是以一个人的身高、体重、学历或者家庭背景来衡量的，而是由他思想的大小来决定的。一个人思想的大小决定他成就的大小，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重自己，克服人类最大的弱点——自卑，千万不要廉价地出卖自己。你可以一无所有，但绝不能一无是处。过去的价值不代表未来的地位。没有谁天生倔强，只是为了梦想寸步不让。富人不乱来，一辈子都是富人；穷人不折腾，一辈子都是穷人。要么认命，要么拼命，无非就是见笑了，或者是见笑了。有志者事竟成。就因为我们拿起过，才有资格说放下。要想得到别人的尊敬，就必须得有真才实学。有本事的人站在哪里都不用道歉，靠本事吃饭，饭最香。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就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事压不垮人，但是情绪可以压垮人。优秀的人从来不会输给情绪。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应该学会调试自己的心理，使之不至于脱离正常的轨道，倾覆我们的人生。坐在家里等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创业者的。真正的创业者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在找各种信息，找各种各样的人，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找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发现客户的需求。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了，自己都瞧不上自己了，还指望谁瞧得上你？让别人瞧得起之前，你得自己瞧得起自己。无论人在哪儿，身处在什么位置，都得告诉自己，自己可以，自己行，只是时间问题，哪怕是骗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华可以成为吸引人的资本，但这个世上最能打动人的，永远是内心那些至纯至真的东西。
20岁出头的时候，请你把自己摆在20岁出头的位置上。你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去拥有一个40岁的人拥有的阅历和财富。除了手头的青春，你一无所有。但就是你手头这个为数不多的东西，能决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别用5%的负面评价去否定自己100%的努力。努力的意义是，当所有美好的事情奔我而来时，我能够坦然地张开双臂拥抱它们，并且觉得我值得。当你打算放弃梦想时，告诉自己再多撑1天、1个星期、1个月，再多撑1年吧。你会发现，拒绝退场的结果令人惊讶。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都控制了你。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天地都是你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无所为则无所不为。因为对手，我们审视自己；因为对手，我们了解自己；因为对手，我们变成更强大的自己。你好，我的对手。别辜负伟大的时代、滚烫的青春和最好的我们。爱说脏话的人，内心是恐惧的；容易流泪的人，内心是慈悲的；敢闯荡的人，能成就一番大业。放弃和认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请记住，在任何一个你没有察觉的时刻，包括现在，通过行动去改变命运的机会一直都存在。张桂梅。决定你上限的不是能力，而是格局。做人，对上恭敬，对下不傲，是为礼；做事，大不糊涂，小不计较，是为智。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更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心态，乐观向上，迎接阳光，温暖前行。如果有人朝你扔石头，就不要扔回去了，留作你建高楼的基石。跟优秀的人交往，很简单，就2个字：真诚。往往越优秀的人，越能看透一个人的虚伪。如果家里人文化程度低，做大事之前不要和他们商量。不够强大，别人会把你的发飙当成笑话。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提高自己的质量，自然有人追随。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了你的情绪，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而不是放在影响你情绪的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自信起来。不要逼迫别人说真话，沉默就是态度，行动就是答案。你接受就继续，不接受就离开。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做自己就好了。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们曾经风光过。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山下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爬上来。有些事不用试探，感觉不对劲就是不对劲，直觉是前兆，细节就是答案。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钱，而是某天你遇到一个人，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
继而提升了你的境界，带你走上更高的平台。这就是你人生的贵人。没人在意你读了多少书，但你开口能让人舒服，才能决定以后的路。男人的一生最大的财富是选对妻子，妻子以勤俭持家，定能让家庭蒸蒸日上。妻子的认知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妻子的格局决定了丈夫能走多远。妻子知足常乐，定能让家庭其乐融融，日益兴旺。聪明人从不报复，他们匆匆离去，从头开始，明白沉没成本，懂得及时止损。当你的心开始变得冷漠，又独来独往，言语干净利落，眼神坚定锐利，做事杀伐果断，一心只想努力提升自己时，你就会知道，那个身披金甲的你重生了。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一定经历过狂风暴雨，体验过高山低谷，也见识过人生百态。没本事的人才会嗷嗷乱叫。弱者易怒如虎，强者平静如水。脾气人人都有，发出来是本能，压下去是本事。情绪就像心魔，你不控制它，它便吞噬你。一个人情绪稳定的背后是实力，也是格局。简单的事不争吵，复杂的事不烦恼，发怒时不讲话，生气时不做决策。世界上的好东西都是争来的，只有弱者才会坐等分配。最不期待的时候，一切反而有可能变得顺利。当利益远大于风险，就该行动，且一旦行动，切忌半途而废，必须全力以赴。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会迎光而来。如果你连挣钱都要别人开导，都要让人盯着、哄着、鼓励着，那你就活该穷。明知道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要去做。怒时不言，恼时不争，乱时不决，情绪稳定才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带你赚钱，约你学习，和你谈人生，聊理想，处处为你打气，希望你越来越好，鼓励你，指引你，帮助你的人就是你的贵人。他能开拓你的眼界，放大你的格局，让你不断反思、改变、进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不要害怕重新开始，因为这一次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经验开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漫漫长途，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你。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不要害怕重新开始，因为这一次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经验开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漫漫长途，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你。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你真正要做的事，连神明都不要讲，事以密成，言以谢败。不要从自己嘴里来表现自己，
应该从别人嘴里去了解强大的自己，也不要告诉大家你的计划，请向他们展示你的结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民之草。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雪压寒梅头不低，卧薪尝胆待佳期。终有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君子欲成大事，久立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凡成大事者，以实为主，以财为辅。人谋一半，天意一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甘堕落的路上，没人拦你；出人头地的途中，万人阻挠。一旦倒下，摧枯拉朽。唯有向上的力量，需要自己争取。君子有7慎：慎言，以养其德；慎行，以坚其志；慎微，以察秋毫；慎独，以守其心；慎欲，须知足常乐；慎有，便所欲皆良人；慎出，则勿以恶小而为之。此7慎者，唯有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世界上最可怕的2个词，一个叫执着，一个叫认真。认真的人改变自己，执着的人改变命运。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故无人用功，力除傲气，自戒自满，勿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受不得穷，力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成事。曾国藩。钱是人的胆，子是父的威。小时候你靠父母抬头，长大后父母靠你抬头。父母给的是背景，自己拼的才是江山。人这一生能用钱捍卫尊严的时刻多了，别让自己懦弱，别让父母低头。立鸿鹄之志，却身如蝼蚁；心比天高，可命比纸薄。你厌恶平庸，然半世陷于其中；你向往高尚，却毕生求而不得。倘若事与愿违，何不颠倒所想？用体力赚钱就老实点儿，用脑力赚钱就机灵点儿，用钱赚钱就狠一点儿，用资源赚钱就圆滑点儿。人生需要有4种人：名师指路，贵人相助，亲人支持，小人刺激。你能整合别人，说明你有能力；你能被人整合，说明你有价值。没有谁跟谁干，本身就是合作，相互成就，互为贵人。自身价值固然重要，但好的人品更加可贵。真正能给你撑腰的是手里的存款，是知识的储备和做事的能力，是心中那个打不败的自己。年轻时宁可1年不赚钱去学个手艺，也不去1年赚10万块钱的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年轻的时候最不缺的是体力，最珍贵的是时间。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人要走，马要放，千日造船，一日过江。路在人走，事在人为。
不炫耀自己本领的人，才是真的有本领。要沉淀，要有格局，目光要长远，万般努力，只为出人头地，低头弯腰，只为爬得更高。终有一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找一个像太阳一样温暖的人，帮你晒晒一文不值的迷茫。真正想赢的时候，脸上是看不到笑容的。抵达梦想靠的不是狂热的想象，而是谦卑的务实，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想赢不一定要有实力和本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和胆识。放弃就一定会输，尝试还有一半机会。找一个像太阳一样温暖的人，帮你晒晒一文不值的迷茫。真正想赢的时候，脸上是看不到笑容的。抵达梦想靠的不是狂热的想象，而是谦卑的务实，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想赢不一定要有实力和本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和胆识。放弃就一定会输，尝试还有一半机会。熬不住的时候，经常想找个靠山靠一靠，可怎么找都会发现，有的山上长满荆棘，有的山上全是野兽，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想得多了全是问题，做得多了全是答案。生活从未变得轻松，只是你在渐渐变强。专注于与自己相关的1%，你就会超越别人的99%。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药，而犹豫、拖延将不断滋养恐惧。他们都想看你跌倒，所以你要稳稳地站着。对于利益相关的人，要展示你的实力和智力；对于利益不相关的人，展示你的礼貌就好。一个强者要有3个基本条件：野蛮的身体、文明的头脑、不可征服的精神。人生有几件绝对不能失去的东西：自制的力量、冷静的头脑、希望和信心。先尝试你最想做的事情，不用考虑太多，拼尽全力去试。如果真的不可为之，那就回到你只能做的事情，这时你也能踏踏实实地做出成绩来，不再疑惑。最勇敢的方式就是销声匿迹，自我沉淀。当没人懂你的时候，你要学会长大，独自一人抵挡千军万马。与人合作，永远让别人赚大头。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来的自己。他们试图将你埋了，却忘了你是颗种子。你知道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吗？是豁出去的决心。一个人失败的最大原因，对于自己的能力永远不敢充分信任，甚至自认为必将失败无疑。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是自律、积极和勤奋。头脑和胆量永远是成功的好伙伴。能说服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人是叫不醒的，只有痛醒。所有受过的委屈都在提醒你，该好好争气。很多人觉得
做一件事付出了10分的努力，却只得到5分的回报，其实剩下的5分是在填补你过往的懒惰。只有将过往的懒惰填满，努力才会有正向成果。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吃亏和吃饭一样，吃多了都可以长大。能说服别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人是叫不醒的，只有痛醒。去学习，去读书，去受教育，去看山川河流。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走完该走的路，才能走想走的路。努力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这3个字：选择权。如果你的脑袋里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你的口袋里没有你想要的？一个能够隐忍的人必是狠人，一个人有多风趣，城府心机就有多深。前路漫漫，当克己，慎独，磨棱角，退优越，沉下心。心中有事，还能若无其事，便是格局；心中有事，装作若无其事，便是阅历。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格局，才能百毒不侵。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读书不一定让你功成名就，不一定给你锦绣前程，但它能让你说话有道理，做事有余地，出言有尺度，嬉闹有分寸。读书是获得高贵人生的最低门槛。不埋头苦干怎么办？没有父母的帮衬，没有学历的加持，没有特别好的人脉，没有特别好的资源。很简单，你是一个男孩，赚钱是唯一让你头抬起来，胸膛挺起来的出路。即使没有清晨熬好的粥，也没有灯火通明的家，也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人生有3把钥匙：接受、改变和离开。不能接受的就改变，改变不了的就离开。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认知就是你的维度，人是观念的囚徒。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大脑，走不出自己的观念，到哪里都是囚徒。养成自律的过程从来都不会太舒服，那些喘不上气的日子，只有你自己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要想着依靠谁，要么风生水起，要么跌落谷底。即便跌倒1000次，也要在1001次站起来，因为你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堕落下去了。不走心的努力，只是在敷衍自己。你可以骗自己要坚强，可以骗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但不能在没用尽全力的时候骗自己，我已经很努力了。请记住，一次次对自己的敷衍，就是一次次让自己更松懈。努力是让自己活得更好的基本条件。我从来都不相信，今天都干不好的事情，明天可以干得好。我只相信一句话：一等二盼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甘心做废物的人。上天不会亏待任何努力的人，更不会对假装努力的人心怀同情。学会少说话，记住，
言多必失。职场上会说话的人太多了，不缺你一个，他们缺聆听者。和上司、和同事，目光追随大于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大于说话。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你被生活打回原形而陷入泥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读书可能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不读书，连问题都发现不了。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并且用乐观的心去应对这一切。一个人在学习上比你厉害，可以帮你更好地拓展知识面；一个人在能力上比你厉害，可以帮你更好地解决问题；一个人在情商上比你厉害，可以帮你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努力靠近什么样的人。你才多大呀？现在是最好的年纪，别畏手畏脚的，大胆一点，去做你自己觉得对的事。最怕你见识打开了，可努力跟不上，骨子里清高至极，性格上又软弱无比。罗翔。人的一生有2条路要走，一条是你必须走的，还有一条是你想走的。你必须把你必须走的路走好，再去走你想走的路。心态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跟着改变。理想主义者实现理想的阻力越大，决心也就越大。你害怕抛头露面，害怕出丑丢人，害怕成为重要人物，害怕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你害怕成功。你害怕成功，怎么可能成功？罗翔。你要是站稳了，就是精品一件；你要是倒下了，就是垃圾一堆；你要是放弃了，就是笑话一段；你要是成功了，那可是神话一曲。所以说，历经沧桑欲何求，只为余生不低头。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你总觉得一年比一年快，是因为时间对你来说一年比一年重要了。肉呢，一两一两的掉，几斤几斤的长；钱呢，一分一分的赚，成千上万的花。除了贫穷、衰老和肥胖是毫不费力的，其他你想要的一切都是要拼命努力去争取的，不求应有尽有，但求该有的都有。人若风光万人陪，一无所有还有谁？年轻的时候你不拼一拼，等你老了，拿什么聊曾经？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懂事的时候不年轻。以前拼命的玩，现在玩命的拼。勤奋可立身，败犹堕终生。小事见勤，大事见智。一勤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万事休。人生最值得的5大投资：用运动投资健康，用自律投资形象，用真心投资关系，用学习投资能力，用善良投资人品。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一塌糊涂，那么你的后半生一定要重新洗牌，去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千万不要害怕失去。钱没了可以再赚，朋友没了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找。我们生来本就一无所有，你害怕什么呢？路走多了一定平，车开久了一定停，人输多了就知道怎么赢。碰到事儿了吧？扛不住了吧？谁能帮你呢？眼泪帮不了，愤怒帮不了，软弱帮不了，同情帮不了。花团锦簇众人帮，风雨磨难自己扛。没有别人聪明，就要比别人努力；没有别人有钱，就要比别人能吃苦；没有别人机会多，就要努力创造机会。成功就是1%的机会加上99%的努力。靠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穷人教你节衣缩食，小人教你坑蒙拐骗，自律的人教你如何进步，成功的人教你永不言败。你不逼自己72变，谁来替你扛人生路上的81难？男人不努力，一辈子没出息；女人不努力，一辈子受委屈。任何人的劝阻都不会让你大彻大悟，听10000次忠告，不如自己摔一跤。疼痛是最好的老师。生活中90%的烦恼，因为吃得太饱；80%的痛苦，来自求而不得。希望你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也有撞了南墙便回头的觉悟。不吃苦，不挣钱，坐吃3年海也空。手脚勤快样样有，好吃懒做样样无。当你觉得生活很苦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比你更辛苦。当你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就问问自己，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奋斗。想要赢，就别怕输。面对利益时，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遇到困难时，才知道谁真谁假。别看辉煌时谁敬的酒，要看落魄时还剩的有。利益见人性，落难是人心。细节见人品，底线现本真。吃一堑长一智，经一事识一人。一件事你坚持了3天，是心血来潮；坚持了3个月，是刚刚开始；坚持了3年，才算得上事业。3年入行，5年懂行，10年称王。宁愿10年做一件事，也不要1年做10件事。心慌难择路，欲速则不达。成功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脚踏实地、持续不断的努力。做没做过的事情叫成长，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叫改变，做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最可怕的事情是，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永远留给明天。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有目标的人生叫流浪，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什么都有说明书，但人生没有。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是自己书写的。所以人生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精不精彩全在自己。既然有缘来人间走一遭，好的坏的不妨都试一试，酸甜苦辣不妨都尝一尝。即使没人为你鼓掌，也要记得优雅前行。
没有人生来喜欢辛苦和奔波，但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人能给你想要的生活，除了你自己。好的圈子不是人人都有钱，而是人人都有上进心。利益之下可见人格，权色之下可见品德，是非之下可见法理，危难之下可见关系。世上有2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前者伤眼，后者伤心。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那是牺牲安逸换来的；不要羡慕别人的才华，那是私下努力换来的；不要羡慕别人的成熟，那是经历与沧桑换来的。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曾摔伤的淤青；你笑起来没心没肺，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人生总有一段路特别难走，抱怨没用，因为时间不会为你停留；哭泣没用，因为他人无法替你承受。要想显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极其努力。没有改变不了的未来，只有不想改变的过去。路过黑夜，依然要期待阳光。如果你想尽快成功，就在一个方向上多坚持一会儿。懒，一个字足以毁了你，无论你拥有多大的梦想，多好的天赋。心可以碎，手不能停，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崩溃中继续前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素养。那种沉默不语的样子和冷淡的眼神该回来了。我曾被父亲高举过头，所以我到哪儿都不会低人一等。如果你在背后诋毁我，说明我走在你前面。懂得示弱的人都是聪明人。高手是没有情绪的，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记住，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思想。真正的高手说软话，做狠事。既无前辈挡风，那就自己开路。身体扛不住的时候，意志会带你杀出重围。初入社会，懂得潜龙勿用，方能逆风翻盘。人品保证不了稳定的关系，但稳定的利益可以保证。人有2次生命，当他意识到只有1次的时候，第2次生命就开始了。当你有资本高调的时候，你选择了低调，这是谦卑；当你有条件奢侈的时候，你选择了节俭，这是节制；当你有力量反击的时候，你选择了退让，这是忍耐；当你面临诱惑的时候，你坚守了最初的选择，这是忠诚。人最大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但不是被迫的选择。能让你觉得累的，往往不是工作，而是工作中所遇到的人，拿着1份工资，干着2个岗位的活儿，听着3个领导的使唤。任何时候都不要撕破脸，不管发生任何矛盾，都不要做那个掀桌子的人。江湖路远，总会相见。在自己弱小而没有话语权的时候，少表达自己的看法。多聊别人感兴趣的话题，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谋事找手头宽裕的人，做事找手头拮据的人。你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限制。能为你遮风挡雨的，同样也能让你不见天日。高手都是不显山不露水，面带诸相，却心明眼亮，养精蓄锐之时，绝不急着出人头地；刻苦努力之时，更不着急一鸣惊人。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则无忧，但忍得太多，只能让小人得寸进尺。因此，拥有菩萨低眉的善良，同时还要有金刚怒目的脾气，要养一身正气，镇四方魑魅魍魉。人生在世，成大事者必有夺势之量，亦有容人之心。真正高情商的人，往往看什么都顺眼。从25岁到35岁的10年，其实不是10年，而是一生。这中间包含房子、车子、家庭、事业，所以千万别混日子。还有，真正的10年寒窗，是在你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第1个10年。成功绝非偶然，能让一个人真正走远的，一定是他的三观和人品。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余光中。爷爷没有输给战火，父亲没有输给贫穷，我不能输给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和自由。不辞辛苦走正路，理当富；买卖公平多主顾，忠厚富；听得鸡鸣离床铺，勤奋富；手脚不停理家务，劳动富；当防火灾管门户，谨慎富；不去为非犯法度，守分富；阖家大小相帮助，同心富；妻儿贤惠无欺度，邦家富；教训子孙立门户，传家富；存心积德天家户，为善富。石富尧。在祝福裹着告诫呼啸而来的毕业季，请原谅我不敢祝愿每一位毕业生都成功都幸福，因为历史不幸地记载着，有人的成功代价是丧失良知，有人的幸福代价是损害他人。在你们加入社会后，看到各种离奇现象，知道自己的更多弱点和缺陷，可能还遇到小难大灾之后，在诱惑和艰难中保持人性的尊严，赢得自己的尊重，并非易事，却很值得。这不是自恋、自大、自负、自夸、自欺、自闭、自怜，而是自信、自豪、自量、自知、自省、自赎、自勉、自强。自尊支撑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工作，自在的生活。我祝愿退休之日，你觉得职业中的自己值得尊重；迟暮之年，你感到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北大教授饶毅最短毕业致辞。小人往往更爱以貌取人，言语压君子，衣冠震小人。先进罗衣后进人，人世间大抵都是如此。所以越是失意的时候，越不能失态，越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勤剃头，常刮脸，有点霉运也不显。记住，人可以有霉运，但是不能有霉相。3个好运密码。1. 守住钱袋子，坚决不碰高风险的事，连试都不要试。2. 注重自己的形象仪表，不为取悦别人，只为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心情好了，处处都是生机；
心情坏了，处处都是困境。3. 口出善言，嘴里不说人是非，因为说是非之人必惹是非之祸。不唉声叹气，因为负面的言语会让运气降得飞快。不要说我没钱，改成我正在赚钱。不要说真倒霉，改成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不要说我不行，改成我想挑战一下。一个人在发迹前一般会有这3大征兆： 1. 不再有过重的羞耻心，强者自然是我行我素。 2. 不再一味地当老好人，利益分明，该给别人的1分都不少，不该给的1毛都不会多。 3. 不再随便交朋友，真正厉害的人只跟这2种人打交道：益友之心，良友指路。想逆袭，这9件事必练。1. 练脸皮，放下面子才会有面子。2. 练自信，自己不信自己，谁会信你？ 3. 练气质，要抬头挺胸，不卑不亢。 4. 练胆识，敢于与任何人对视。 5. 练口才，会赞美，会幽默，还要会拒绝。 6. 练沉稳，再大的事也要镇定自若。 7. 练心智，不生气，不计较，不被人激怒。 8. 练尺度，点到为止，胜过纠缠不休。 9. 练阅历，会说话，会办事，会做人。没有人会去帮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就算跌入谷底，也要有与人交换的筹码，这才是强者定律。普通人如何改变命运？成事，下坡走马，顺风使船，善战者求之于事，选择比努力重要。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借势，风起万物生。关系，水抬船高，人抬人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再好的能耐也不如身边有一群靠谱的人。财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的变现。生活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人生路远，不要总躺在过去的经验里。人性，利而诱之，怒而挠之，不要相信人，要相信人性。读懂了人性，也就读懂了成败胜负的道理。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给人讲经验。你讲1000句、10000句，不如他自己摔一跤。人教人不如事教人，不遇事不知其难，不经历不知其痛。眼泪会教你做人，后悔会助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吕蒙正、韩尧赋。希望所有的女生该努力时拼尽全力，实在做不到的时候就放过自己，不必逼自己面面俱到。有时候我特别想成为一个撒撒娇就能应有尽有的女人，但是我比较清醒，我很早就发现自己蠢蠢欲动的基因撑不住坐享其成的野心。我愿意承认，有些事是我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正是因为承认了这一点，我才有韧性去做好我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如果一块表走得不准，那它每一秒都是错的，但如果这块表停了，那它起码每天有2次是对的。清醒的停留胜过盲目的前行。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困则思变，终有通达之时。想翻身，不怕难字挡道，就怕懒字沾身。最狠的5句话，让你瞬间成长。别喊穷，没人会给你钱；别喊累，没人会帮你做；别想哭，没人会在乎；别靠人，只有自己最可靠；别认输，没人希望你赢。如果自己不够强大，就暂时把自己藏起来，去努力改变自己。要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众瞩目的地方出现。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人怕没钱，情怕伤，雪怕太阳，草怕霜。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势猫儿凶过虎，落毛凤凰不如鸡。如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恨天低。谁无虎落平阳日，待我风云再起时。这世上本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所有的道理都不如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你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我一直相信，这世上只有痛苦才能真正使人长记性。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越是锥心刺骨的痛，越能使你醍醐灌顶，不断成熟。正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越是恐惧，越要战胜它。放弃就等同失败。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那些不能击败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如果你想要在黄昏之前到达，那就要在黎明之前出发，让热情在前进的路上奔放，而不是随着你的惧怕慢慢消散。别人越是瞧不上你，你越要努力；别人越是打击你，你越要做出成绩来。你要像石灰一样，别人越泼冷水，你越沸腾。没有哪个强者只拥有简单的人生。即使跌倒100次，我也会在第101次站起来。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把我打败。自律到极致，就得享受孤独；孤独到极致，便是蜕变和重生。自律相对辛苦，但匹配优秀。记住，今天你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明天你就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任何一个英雄都要经历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坚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走下去，成为自己的光。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没有人知道你一个人走过那段难熬的日子是多么的无助和崩溃。你体会过躺在床上，眼泪划过鼻梁流进另一只眼睛，再流到枕上，染湿头发，鼻塞到窒息的感觉吗？熬过去，你就会变得无所畏惧。天生傲骨，怎能服输？蜕变才能使自己强大，涅槃才能让自己重生，逆风才能让自己翻盘。既然循规蹈矩的生活并没有给你带来预期的幸福，那你为什么还要在神采飞扬的年纪活得卑微而苍白？不如就做自己，靠自己，放飞自己，成就自己，随心所欲地去生活，试试自己的极限究竟在哪里。能够让你好起来的只有自律和自信，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变好，除了你自己。和格局远大的人在一起，你的眼里就不会只有鸡毛蒜皮；
和自律向上的人在一起，你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改变自己；和乐观豁达的人在一起，平凡的生活也能富有情趣。如果你每天就是躺在床上追剧、刷视频，不运动、不护肤、不思考、不学习，到晚上还因情伤感到怀疑人生，那你迟早会被这个世界抛弃。脱胎换骨是很疼的，改变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要不断地把自己揉碎、搓成粉，经过千锤百炼，然后塑造一个全新的你。认知的颠覆，三观的重塑，再经过地狱般的折磨，你受得了吗？优秀的人都有这样的好习惯：迷茫时读书，清醒时做事，独处时思考，生气时睡觉，忙碌时专注，闲暇时蓄力，烦躁时运动，焦虑时行动，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才能拥有诗和远方。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你的柴呢？你成功了，怎么说都是对的；你没成功，怎么解释都是错的。你强大时，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世界上有2样东西不可嘲笑，一是你的出身，二是你的梦想。我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但是可以决定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今天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情，都不要对生活失望，因为还有明天。立上等的目标，得中等的结果；立中等的目标，得下等的结果。关系、认知、资源、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你要抬头看路，而非只低头干活。能理性思考的决定，别用情绪；能立即行动的事情，别再拖延；能用汗水完成的任务，别用泪水；能踏踏实实完成的工作，别走捷径；能及时沟通的争论，别盲目升级；能保持专注的状态，别三心二意。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3尺剑，立不世之功。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求时10之1，丢时10之9。大丈夫行事，当弃侥幸之念，必取百炼成钢。厚积分秒之功，使得一鸣惊人。要做情绪的主人，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只在做事上认真；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只在情绪上较真。身处逆境，别谈情怀，务实才是根本；人在低谷，别谈格局，生存才是王道。认知解决知道不知道的问题，野心解决想不想要的问题，勇气解决敢不敢行动的问题，执行力解决如何行动的问题。鸡叫了，天会亮；鸡不叫，天也会亮。天亮不亮不是鸡说了算，关键是谁醒了。不要等风暴过境才想起筑墙，不要等沧海横流才想起修堤。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20不勤，30不立，40不富，50而衰靠自助。懒惰不会让你一下子跌倒，但会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你的收入。勤奋也不会让你一夜成功，但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你的成果。人生需要挑战，更需要坚持。如果没有特别幸运，那就请你特别努力。没有人问你辛不辛苦，但总有人问你赚了多少钱。
生活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独撑过程。哪有永远的靠山？凡事还得靠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没有光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想骂他，但你忍住了，是本事；你不愿意做这件事，但你把它做好了，是能力；你看他不顺眼，但你还能平等地对待他，是修为；你咽不下这口气，但你把它咽下去了，是胸怀，格局打开了。要紧的是果敢地迈出第一步，对与错先都不管，自古就没有把一切都设计好再开步的事。鲁莽者要学会思考，善思者要克服的是犹豫，目的可求完美，举步之际则无需周全。史铁生。这个世界对于心态好的人就是个大游乐场，越刺激越好玩；对于胆小鬼，那就是地狱，随时随地都会受伤。所以你觉得自己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取决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厉害？说起床就起床，说做就做，说完就完，说收心就收心，拿得起放得下。心宽鬓自退，心悦路自通，心平运自好。心态改变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心态的力量是改变命运的力量，也是扭转人生的力量。过去事，过去心，不可记得；现在事，现在心，随缘就好；未来事，未来心，不可劳心。那些交换过灵魂的人，其实从来不曾相互失去过，哪怕是渐行渐远，依然是彼此身上的血肉，依然是各自心里横着走的人，无可替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实在放不下的话，那就继续喜欢吧。也许你会感动他，也许会累到放手，至少没有遗憾。越是人声鼎沸的时刻，我越觉得你应该在我身边。你以为热闹的时候我没空想你，其实身边越嘈杂，我就越想你。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随时可以打扰的人，这一生有一个就够了。我很忙，但只要是你，我都有空。爱情里最好的心态是深情而不纠缠。你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是我怦然心动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春林百花冬见雪，冷也是你，暖也是你。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的长相，而是你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其实我也说不上来你哪里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你知道吗？所谓安全感就是你睡醒了会找我，忙完了会告诉我，凡事有交代，事事有回应。爱是宠溺，是偏爱，是首选，是唯一。只有经历过失败的人才能看懂这句话。没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痛不痛，他们只会看你最后站在什么位置，然后羡慕或鄙夷。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王小波。好怕够不着自己的目标，目标不会逃跑，会逃跑的永远都是自己。人一旦堕落，哪怕是短暂的几年，上天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和力量。
一旦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从明年开始努力，而不是从今年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开始努力，我就知道明年大概率也会被你虚度掉。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那往往是努力的人剩下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该向左还是该向右的时候，选哪条路都是对的。理想主义的花最终会盛开在浪漫主义的土壤里。我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在现实和平凡之中，我们终将上岸，阳光万里。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与其犹豫不决，不如勇敢地踏出第一步。越是形势不好，越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跟着别人去抱怨。别人在抱怨的时候，其实头脑已经出了问题。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很难，但只有改变自己才有希望。人世间的道和正义其实都是虚的，根本经不起考验。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胆量和信心，即使手中空无一物，也一样可以压制对方，控制一切。要想吃肉，先喂猪；要想当官，先读书；要想日子过得好，埋头苦干不认输。宁可身冷，不可心冷；宁可人穷，不可志穷。牛低头是为了吃草，人低头是为了赚钱。别嫌弃赚钱的狼狈和辛苦，当你上了生活的战场，你就会发现，卡里的余额是你最大的底气和体面。你又怎么知道今天的无名之辈，来日会不会名震天下呢？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而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不登上悬崖，又怎么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绝顶风光呢？行万里路才能看得见天地之广阔。心如果再深紧，眼中的天空就会变得很小很小。当你的压力大到快要崩溃的时候，千万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的心疼你。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你该做的事，而不是让你焦虑和烦躁去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修炼，如果你当下觉得自己很累，不妨往好处想一想。上坡路总是艰难的，当你翻山越岭，跨过山，越过河，你会发现，相比美景，那些困难与挫折也就不值一提了。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不会做、不能做，只有不想做、不敢做。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已经是最低谷了，所以怎么走都是向上。不要怕，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乐观积极，生活必定风生水起。你要知道，人生除了生死，其余的都是擦伤。锻炼自己即刻行动的能力，充分利用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力，脚踏实地，注重眼前的行动。人的磁场很重要，多和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
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顺。健身是唯一一件你付出就有回报的事，不需要机会，也不需要贵人，是你完全可以自己掌控的，而且身体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成为你喜欢的样子。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有些苦必须一个人扛，这不是坎坷，而是责任。爷爷不努力，爸爸就会很辛苦；爸爸不努力，孩子就会很艰难。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有多努力，孩子就有多享福；你不努力，孩子就只能从头开始。一个好的家庭，不是要多么殷实富有，而是要一代一代地向上托举，让下一代更上一层楼，代代传承。当你失去所有的依靠的时候，你自然什么都会了。没有人规定人生来就是要怎么样，大器晚成也好，芸芸众生也罢，你成为自己就好，不用给自己设限，也不用完成世俗所规定的期待。希望你在热爱的世界里奔赴山海，用心底的那份热烈与赤诚，去走更长更远的路。还年轻，赚不到钱就赚知识，赚不到知识就赚阅历。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才能最终改变人生的高度。先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再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前半句让你有饭吃，后半句让你有念想。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顺流而下的是时光，逆流而上的是梦想。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有人在黎明起身，而你睡到了黄昏；有人在逆境中拼命狂奔，而你在安逸中未曾移动半分。孤独本是常态，逢人不必言深。你受过的所有委屈，都是在提醒你，一定要出人头地。你起不来的早晨，有人能起；你吃不了的苦，有人能吃；你选择继续差的话，没人等你。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别人所不能忍，能别人所不能。一定要努力，别忘了那些大雨滂沱没有伞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父母的卑微，亲戚的冷落，朋友的远离，爱人的转身，空荡荡的口袋，这些都是你人生最好的导师。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与智者同行，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能登上巅峰。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不堪，人性的险恶，你就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一把伞。优秀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能是你呢？总在自怨自艾里蹉跎，生活是不会有起色的。不要早早轻言放弃，好运不过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罢了。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
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3000年读史，不外乎功名利禄，9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南怀瑾。我站在1楼，有人骂我，我很生气。我站在10楼，有人骂我，我听不清，还以为他在和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放眼望去，只有风景。留3分贪财好色，以防与世俗不入；剩7分一本正经，以图安分谋此生。漏3分茫然无措，以观旁人真脸色；藏7分智慧锋芒，以防小人暗箭伤。合伙用船，船漏；合伙养驴，驴瘦。与多疑之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之人共事，己必受累。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同样一把刀，你想的是做饭，他想的是作战。高手做事的原则是：从利益出发，要不要做；从风险出发，该不该搏；从能力出发，该不该干；从结果出发，划不划算，而不是问别人自己做的对不对。留3分贪财好色，以防与世俗不入；剩7分一本正经，以图安分谋此生。漏3分茫然无措，以观旁人真脸色；藏7分智慧锋芒，以防小人暗箭伤。你越出色，恨你的人就越多，讨厌你的人同样会越多，因为你的好会衬托出有些人的无能。你越优秀，你遭遇的非议就越多。记住，不招人嫉妒的是庸才。对于非议你的人，不要自降身价去迎合。合伙用船，船漏；合伙养驴，驴瘦。与多疑之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之人共事，己必受累。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多言，越是不说废话，越能远离祸端。做人不要自作聪明，不揭穿你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做事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比你厉害的人都在看你表演。我站在1楼，有人骂我，我很生气。我站在10楼，有人骂我，我听不清，还以为他在和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放眼望去，只有风景。30岁以后，最不应该考虑的就是和谁的关系，因为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当你能给别人带来利益的时候，你会发现维护2人的关系非常轻松。爱情、友情、亲情都是如此。当你不能给别人带来利益的时候，你就变得一文不值。当一个人没有价值，你舍弃他的时候，会犹豫吗？所以，如果你身上没有别人需要的东西，而你又非常在意2人的关系，你就只能用消耗自己来作为代价，这就是卑微。打一份工而已，那么拼命干什么？整天工作的人是发不了财的，因为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而不是对勤奋的奖赏。要么动用心思，要么动用体力。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靠别人养活。你若能吃苦，那你就有吃不完的苦；你若想干活儿，那你就有干不完的活儿。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利根。低头干活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如果有人在背后诋毁你，不要太在意。真正比你强的人
是不会在背后议论你的，在背后议论你的人，都是对你羡慕、嫉妒、恨的人。江湖的规矩是，发自己的光就好，不要吹灭别人的灯。如果有人吹灭你的灯，请你记住，把他的灯也吹灭，顺便拔了他的灯芯。真正的狠人都是不动则已，动则封侯，因为他心里始终有一尊佛，佛压着魔。你若推倒了佛，就必须面对恶魔。小学淘汰的是家里不管的孩子，初中淘汰的是家里管不了的孩子，高中淘汰的是家里不敢管的孩子。家长不要指望孩子自觉自律，优秀的队伍来自优秀的制度管理，优秀的孩子大都有着优秀的家风传承。很多孩子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输在了生产线。你可以爱一个20岁时一无所有的男孩子，但不要爱一个30岁还是一无所有的人。你可以容忍一个20岁不会哄你的男生，但不要容忍一个30岁还不知道怎么和你沟通的人。给年轻的男孩子们成长的时间，给他们陪伴的信心和勇气，但不要惯着一个早该长大的巨婴。对视的时候，你的心在说欢迎光临吗？人最痛苦的不是得不到，而是得到了再失去。如果一开始就没有遇到那个人，有些孤独是可以忍受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了苦，而是败给了对甜的思念。陪你看日落的人，比日落本身更温柔。这个世界有好多无能为力，学不会的数学，背不完的单词，降不了的体重，鼓不了的钱包，还有留不住的你。有些人靠近便是一场精神损耗，有些人靠近便是一场灵魂升华。与温暖的人在一起，就算虚度时光，也算是意义非凡。我用最后的卑微和纠缠，不是为了堵你回头，只是为了看清你的态度而攒够失望，为了以后想起你时不后悔，不遗憾。对年少时喜欢的人念念不忘，就会给人一种自己还喜欢那个人的错觉。仔细想想，可能根本就不是还喜欢那个人，只是怀念年少时被一个人牵动情绪，每天偷偷看他一眼的欣喜。爱是心动的感觉，可能一生不会厮守，但那一刻你让我心动的感觉，却一生不会消失了。每次回忆起来，如久置的红酒般甘醇。合适的人不是你拼命去追赶的人，而是当你累得走不动的时候，仍然陪在你身边，想拉起你一起走的人。只有被放在心尖上的小朋友，才有资格无理取闹和任性。可惜我不是，所以我会乖一点。愿意陪你走的，赶都赶不走。那些嘴上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对不起呀，我记得我好像和你说过，我再也不会像爱你一样去爱别人，其实是骗你的。在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我会避开所有和你感情里的雷区，把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最好的我交给他。少跟孩子生气吧，孩子听话时，你爱他入骨；孩子调皮时，你又拼命吼他。你崩溃后自愈，自愈后
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们也就快乐那几年，长大了会苦也会疼，就像现在的我们。你和一个人没有走到最后，就像冰箱停电以后，里面的食物会坏掉一样。冰箱没有错，食物没有错，只是停电了。如果你给我的和别人一样，那我就不要了。如果我给你的和别人给你的你都接受，那我就不给了。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人，我又何必放在眼里？世界上最牢固的感情，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也许这世间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心疼你的欲言又止。世间万物皆可有，唯有心疼二字最难求。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希望你从来都不后悔认识过我，也是真的快乐过。我摔了一跤，摔得好疼，可是我回头看了一下，这不是当初我自己愿意跳进来的吗？我站了好久，久到无法释怀。一开始我以为这里是花，是路，是家，可是到现在我满身疲惫，伤痕累累，才知道这是劫，是坑，是深渊。能够让你变得温柔的人，一定是给你了极致的爱；能够让你变得沉默的人，一定是让你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能够让你变得暴躁的人，一定是让你受尽了委屈。遇到很好的爱人，真的是一种恩赐。只有那些真正喜欢你的人，才会打心眼里觉得你特别好，因为这样的爱而变得自信有底气。一个很好的爱人，可以减轻一半的人间疾苦。其实结不结婚都会后悔。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围墙里的狗有归宿，一生都得低头。人生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思而不语，念而不忘，想而不见，爱而不得。情若能自控，要心有何用？心若能自控，何苦要心动？情到深处伤最深，爱到深处心最痛。你错过了我需要你的时候，再出现就没有意义了。迟来的阳光救不了枯萎的向日葵。突然不想续你了，只是调皮捣蛋而已，又不是十恶不赦，平安健康就好。妈妈很平庸，也接受你的平庸，不要求你做最好的孩子，因为你也从未要求过我做最好的妈妈。如果可以，这个七夕我只要一杯酒，一枝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酒是你倒的，花是你送的。男女之间最好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随时保持联系，我知道你不会走，你知道我不会变，互相惦记，各自忙碌。开心的时候有人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人陪伴，有话直说，有事明说，相处时不要防备，聊天时毫无顾虑。妈妈在不经意间提到的重复3遍以上的东西，就是她需要的。所以说，细节最重要。婚姻是你这辈子唯一亲自选择家人。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经济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教养、担当、责任心、控制情绪的能力、说话的方式、处事的态度。
伴侣真的很重要，晚一点没关系，但一定得是那个对的人。分别就是，从此一个人站在茫茫人群中，是我的每句话、每件事都不能再说给你听。当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从此这世间再也没有人真心去疼你，去爱你，没有人真心的去关心你。你过得好不好？你生活的好不好？工作的怎么样？是胖了还是瘦了？没有人去忍受你的坏脾气，去包容你的缺点。当我们去回忆和父母的点点滴滴的时候，你就会泪流满面，心如刀割。所以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一个人再好，他不心疼你，就什么用都没有。誓言可以编造，浪漫可以伪装，只有心疼，是来自内心的情感，它欺骗不了别人，也欺骗不了自己。当他开始担心你会饿着，担心你会冻着，担心你会不会生病，担心你的钱够不够花，你就住在了他的心里，因为爱就是心疼。我遇见过很多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喜欢我，却打着爱的名义对我挑三拣四，要求我收敛脾气。可最喜欢我的人，只要我开心。所以还念吗？不念了。彼此情浓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如今开口，我倒怕会伤着彼此。原来年少情深也可以走到相看两厌，凉薄之人如何偕老？比结束更痛苦的，就是拖泥带水的耗着。说爱吧，耗尽了所有的希望；说不爱吧，又在某个瞬间发了疯的想挽回。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反反复复，一边清醒，一边糊涂，一边说放下，一边又无可救药地说想念。别再靠近我了，也别来了解我，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好，而且我不喜欢来了又走的人，这样真的很烦。就算公交车上空无一人，司机也会把车开到终点。我的意思是，不要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止原本的生活。我问妈妈，不结婚可以吗？妈妈说，如果外面烟花四起，街坊邻居饭香四溢，大街上一家人手牵手，你能忍住不哭就可以。我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只是我对你没脾气。父母责难对孩子的影响，他总是在批评我，责备我，慢慢的我也会认为他永远都是对的，而我永远是错的。似乎这么想的话，他对我的训斥就都变得合理了。拥有过最美好的片段，17岁的盛夏，坐着高铁回家，旁边有最好的朋友，站点有父母在等候，手机里有和初恋分享的窗外晚霞，而落日在车窗外一遍遍掠过。放心，我们只是不能相爱了而已，不管凌晨几点钟，你打电话来，我还是会接。可惜这世上没有反向的钟，交替的四季都在告诫我们不要回头。一个人没羞没臊爱一个人的概率，一生只有一次。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别哭，别回头，我不在。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在认识你多年之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
女人婚后最好的状态，乡里有家，城里有房，车子会开，余额够花，孩子不一定成才，但要懂事，爱你的人不一定优秀，但要顾家。我以为它是我的一马平川，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在上面摔了一跤，而我能做的就是在意外中怎样避免自己摔得更惨，伤得更重。子成人父，方解油盐非易事，女为人母，才知酱醋味千般。如果可以不婚，我的梦想状态是稳定工作，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有着漂亮的落地窗，有一只猫或者狗，一笔小存款，一辆代步车，父母永远健康。你要分清楚，空闲时间找我和腾出时间找我是两码事，一种是想起我了，一种是想我了。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妈妈，在孩子的眼中，也始终是自己最爱的人。话再漂亮，不守承诺也是枉然；感情再好，不懂珍惜也是徒劳。比起心动，我更喜欢心安。时间久了，只喜欢有结果的事和说话算话的人。幼年总感身负宽，双肩可撼千重山。而今转瞬成人妇，才知年少见识偏。流光逝，不蹒跚，碎银几两汉子难。也曾心怀青云志，回首只盼老少安。如果某一天你的父母开始看你脸色了，那只能说明他们老了。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前4个字是前半生，后4个字是往后余生。父母本是在世佛，何去千里拜灵山。子欲养而亲不待，身前行孝不能等。父母在时多尽孝，莫留遗憾毁一生。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认识你，爱上你，失去你，最后还瞒着所有人继续爱着你。这辈子能大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给你倒水做饭的人，除了妈妈之外，也就剩下爱你入骨的人了。一生之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一生所爱，不过守护与相伴。错的人迟早会走散，对的人早晚会相逢。你错过的，别人才会得到，正如你得到的，都是别人错过的。做人不要去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好好相处，合不来保持距离，装装糊涂。灵魂相似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磁场不同的人讲话都是在翻山越岭。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家里没有控制欲很强的人。时间经不起细算，过往经不起细看，没有人会一天忙到晚，人都只会和在意的人联系。你知道吗？出现在你梦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你的身体感觉到了你的思念，替你去见了一面那个你朝思暮想的人。你早就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不信你看看你4、5年前的样子，你的发型，你的脾气，你讲话的方式，还有你的眼睛，都和以前那个人不一样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只有9个字：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家中的那碗热汤和始终为你点亮的那盏灯。
不要听一个人对你说了什么，要看他为你做了什么。永远都不要被廉价的语言感动，毕竟那都是不需要成本的。行为就是答案，所以我从来不问为什么。少年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了最后一面。要是以后不想在一起了，别吵架，也别背叛，就在路边吃点烧烤，喝点啤酒。你对我说一句，咱们散了吧，我拿起酒杯，敬你3分坦诚，祝你永远幸福。有些人喜欢就好，不一定要拥有，远远地看着也很美。这一生很漫长，喜欢、合适、在一起，其实是3件不同的事。当你坐车来回几百公里，瞒着所有人去见一个人的时候，在路上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爱。比起让我心动的人，我更喜欢让我心安的人。我知你冷暖，你懂我悲欢，我崇拜你像个英雄，你宠我像个孩子。没有一个人会爱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心软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自己受的委屈。一个人就算天下人都说他不好，只要他对你好，那你就得认他的好。我也嫌我的爱对你太滚烫。要选本来就喜欢做饭的人，而不是为你学做饭的人。不要选那个对你好的人，要选那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你以为我沉默是在和你较劲，其实是失望过后的慢慢疏远。你以为我在妥协，其实我是在想着往事和你告别。写尽千山，落笔是你；望尽星辰，梦里是你。3分月色，7分是你；书尽泛黄，扉页是你；繁华落尽，身边是你；行尽万水，尽头是你；千山万水，归处还是你。心比长相重要，懂比喜欢重要。靠时间忘掉的人是经不起再见面的。我不太确定爱最好的方式是动词还是名词。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有情人，有情人也需要缘分。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原因，也许是缘分，也许是相欠。你的眼睛真好看，里面有晴雨、日月、山川、江河、云雾、花鸟，但我的眼睛更好看，因为里面全有你。20出头的年龄是用来脱贫的，不是用来脱单的。太过沉迷一段感情，到最后往往也是惨淡收场。一个深受父母宠爱的人，会终生保持胜利者的感觉。越身处底层的人，越容易用自我牺牲来表达爱意。女人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被人放在心尖上，你才有资格去任性。如果成不了别人的公主，那就做自己的女王。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的自由；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知足而坚定，信任且包容。你给我偏爱，我给你心安。如果你很迷恋一个人，那你一定配不上他。爱对一个人，人生就等于做对了大部分的事情。第一眼就不喜欢的人，日后大概率也不会喜欢，别做无用功。能治得了你脾气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能受得了你脾气的人，
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不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拼尽全力去付出。爱你的人不用管，不爱你的人你管他干什么？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他有多爱你，就会有多自律。明知故犯的错不是错，而是选择。世界上只有同类才可以做朋友，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往往只能在某个猎奇的时间里做一阵子开心的同伴。被时间的洪水淘过，最终仍然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动心的时候万物复苏，什么都奔向欢喜；伤心的时候销声匿迹，什么都归于叹息。理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99步是爱，最后一步是尊严。我很简单，也很极端，喜欢一个人，要么100%，要么0%。一个人有多好不重要，对你好才重要。真心对你好的人都在细节里。人会说谎，但细节不会。爱是细节，不爱也是。心若在，断了联系又何妨？心若不在，寸步不离又怎样？抓不住的东西，连伸手都是多余。能被别人抢走的，其实从来都不曾属于你。我好想见你，但我知道，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情侣间最矛盾的地方就是幻想彼此的未来，却惦记着对方的过去。眼泪换不来偏爱，委屈换不来例外。如果感受不到爱意，那就划清界限，礼貌退场。你偷学了那么多撩的技能，当真遇到心动的那个人的时候，全都哑壳。撩的都是不喜欢的，喜欢的都是小心翼翼的。至今为止，我仍觉得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得到回应的分享欲是加倍浪漫。人生最吊诡的地方在于，你最心动的那个时刻，往往都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刻遇到。当你准备好一切，却很难再找回自己当初动心的瞬间。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亲吻额头是最纯粹的爱之一，两人散步是最亲密的事情之一，彼此拥抱是最有力量的行为之一，一起逛超市是最浪漫的仪式之一。今天有点想你，其实也不是有一点儿，其实也不仅今天。你可以无数次向我确认我对你的爱意，但你一定要知道，有你在的选择里，我都选择你。换句话说，我主观客观都偏向你。最爱你的人不是冲着你的光芒而来，而是看到你在泥地里艰难前行时，不顾你的狼狈，温柔地伸出了双手。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先说对不起，然后说没关系。长大后社会告诉我们，你如果没关系，那就只有对不起了。为什么人在分手时会感觉到痛苦呢？人本来就是痛苦的，只是那个人的存在就像止疼药一样。
有时候疏远不是讨厌，而是太喜欢，又很无奈，不想抱着希望等待落空，只能假装大方，做了那个先走的人。世界上最没用的事情，就是男人一事无成的温柔。其实最适合你的人，从来不是那个爱而不得的人，而是那个看透了你的脾气，依然什么都不管，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你的世界我退出了，接下来我找别人演吧。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当时满眼是你，为你痴狂的样子，连我自己都羡慕。希望你遇到的那位先生，他不许你难过，不许你逞强，教你理智，给你温柔，更重要的是，他会一点一点地修复你曾经破碎的爱情。你是我一生只会遇见一次的惊喜。只要你肯联系我，我就敢再勇敢一次，哪怕是重蹈覆辙也无妨。你若不联系我，那就顺其自然。实不相瞒，我特别想你，但能克制。每一次你告诉你的女儿，你吼她是因为爱她，便是教她混淆了愤怒与好意，等她长大后便会信任伤害她的男人，因为他们看起来跟你好像。何谓遗憾？你来我往皆过客，可否具体？爱而不得终可惜，可否再具体？再无你。如果你明知道这样做会伤害对方，却还是选择做下去，这就不是爱。如果你遇见一个阅历颇深的男人，在你面前坦诚相待，还能像个孩子给你撑伞，那一定是你生命中最好的礼物。其实你来人间一趟，就是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吹吹风，赏赏花，看山河远阔，观人间秀色，感受星河滚烫，最终呢，觉得人间值得。真心相爱的最后都散了，搭伙过日子的都团圆了，拼命爱过的人才会离散，敷衍相处的反而留在了身边，这就是生活。结婚是为什么？不就是人生不易，要找一个队友同舟共济吗？你要是觉得好，觉得能够跟这个人长久幸福，那就是好。当你真正被爱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用那么漂亮，那么迎合，那么优秀。你要知道，踮起脚尖的喜欢是站不稳的，真正喜欢你的人会弯腰。好多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再见面时，觉得他们都有一点不同了。有人有了一双悲伤的眼睛，有人有了冷静的嘴角，有人是一脸的喜悦，有人却是一脸的风霜。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遇到什么挫折，请务必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这样，当10几年后我们再相遇时，我才能很容易地在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没有责怪谁，我只会认为自己太差了。
我会把一切错误归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承担一切。我很敏感，所以我不开心。你半路丢下我，劝我好好生活，说长痛不如短痛的时候，像极了你捅我一刀，然后你跟我说，快去医院吧，祝你早日康复。我也曾高举爱的旗帜，扬言爱征服一切，可是现在突然觉得爱也没那么重要了，还不如好好睡一觉来得踏实。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句话并不是在怪你，而是这一刻我比平时更想你。以前总认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人生最难得的是重逢。假如我们能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我喜欢你把大事小事都告诉我，更喜欢当我不在的时候给我发一大堆消息，让我有被你在意的感觉，也会让我觉得你是想我了。其实女孩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有骨气没勇气，哭自己这么懂事却没让自己好过一点。婚姻我替你们试过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的，你会尝尽人间苦楚，取舍两难。其实相貌和财富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品，是责任和担当，以及原生家庭刻在骨子里的三观和教养。选择和谁结婚真的不一样，有的人会成为你的光，而有的人会把你的光都熄灭。你知道什么叫偏爱吗？偏爱就是爷爷有退休金，奶奶没有，可奶奶很要强，为了不让爷爷看不起，奶奶找了一份环卫的工作，结果要早起，奶奶起不来，现在爷爷要每天早起扫大街。我当时那么喜欢过这个人，今天看着他，为什么觉得他就像是个陌生人一样？我终于落落大方地放下了他。余生我会带着我的骄傲永不回头。再见了，熟悉的陌生人。喜欢是棋逢对手，爱是甘拜下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放在心底，是我爱你最后的方式。见面真的太重要了，隔着屏幕什么都能说出来，但见面不同，见面会心软，会看到泪光，会得到拥抱，会更爱你。一身清贫，怎敢入繁华？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很多时候宁愿被误会，也不想去解释。什么才叫漂亮？要多有趣才算有趣？你就来人间这一趟，我要你热烈而又自在地活着。最真实的爱就是，在我甚至不知道我爱你的时候，我已经在爱当中了。为什么那个很爱很爱我的人突然就走了呢？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个自己爱了很久的人，只是你的冷漠和敷衍给多了，他的失望就攒够了。他不是不爱你了，是你的行为让他觉得他应该放下你了。要谈就谈一个能结婚的对象，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也不要只说一些漂亮话。世界上确实有很多迷人的花，但是我更喜欢有结果的树。有人好好爱你的时候，你千万要珍惜。
那些没有血缘关系还愿意对你好的人，都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不是理所应当，更不是他们欠你的。我特别想告诉全天下女人一句话，能陪你过日子的男人给不了你太多浪漫，能给你太多浪漫的男人，他一定不缺钱，不缺钱的男人同样也不缺你。情无解，别自困。这世上没有什么普通的家庭，表面看来是和谐的一家，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少跟妈妈说难过的事，她帮不上忙，还会睡不着觉。你从未驯服过我，只不过在爱你的时候，我便收起了獠牙。有时无意义的坚持，不如理智的放弃。无论任何关系，只要对方从不顾及你的感受和利益，你就该及时止损了。孩子的大半命运，在妈妈选择爸爸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注定了。父亲的格局，母亲的情绪，是一个家庭是否和谐的标尺。家是一个可以常回，但不能常待的地方。用了心的人才会在心上，认了真的情才会真心疼。时常惦记你，才是心里有你的人，一直陪着你，才是最爱你的人。他若是真的爱你，你可以是任何一种女子；他若不够爱你，你才需要做一个全能的女子。如果有人可以依靠，谁会愿意强大独立？比起让我心动的人，我更喜欢让我心安的人。我知你冷暖，你懂我悲欢，我崇拜你像个英雄，你宠我像个孩子。没有一个人会爱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心软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自己受的委屈。一个人就算天下人都说他不好，只要他对你好，那你就得认他的好。我也嫌我的爱对你太滚烫。要选本来就喜欢做饭的人，而不是为你学做饭的人。不要选那个对你好的人，要选那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你以为我沉默是在和你较劲，其实是失望过后的慢慢疏远。你以为我在妥协，其实我是在想着往事和你告别。写尽千山，落笔是你；望尽星辰，梦里是你。3分月色，7分是你；书尽泛黄，扉页是你；繁华落尽，身边是你；行尽万水，尽头是你；千山万水，归处还是你。心比长相重要，懂比喜欢重要。靠时间忘掉的人，是经不起再见面的。我不太确定爱最好的方式是动词还是名词。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有情人，有情人也需要缘分。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原因，也许是缘分，也许是相欠。你的眼睛真好看，里面有晴雨、日月、山川、江河、云雾、花鸟，但我的眼睛更好看，因为里面全有你。20出头的年龄是用来脱贫的，不是用来脱单的。太过沉迷一段感情，到最后往往也是惨淡收场。一个深受父母宠爱的人，会终生保持胜利者的感觉。越身处底层的人，越容易用自我牺牲来表达爱意。女人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被人放在心尖上，
你才有资格去任性。如果成不了别人的公主，那就做自己的女王。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的自由，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知足而坚定，信任且包容。你给我偏爱，我给你心安。如果你很迷恋一个人，那你一定配不上他。爱对一个人，人生就等于做对了大部分的事情。第一眼就不喜欢的人，日后大概率也不会喜欢，别做无用功。能治得了你脾气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能受得了你脾气的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不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拼尽全力去付出。爱你的人不用管，不爱你的人你管他干什么？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他有多爱你，就会有多自律。明知故犯的错不是错，而是选择。世界上只有同类才可以做朋友，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往往只能在某个猎奇的时间里做一阵子开心的同伴。被时间的洪水淘过，最终仍然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动心的时候万物复苏，什么都奔向欢喜；伤心的时候销声匿迹，什么都归于叹息。理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99步是爱，最后一步是尊严。我很简单，也很极端，喜欢一个人，要么100%，要么0%。一个人有多好不重要，对你好才重要。真心对你好的人都在细节里。人会说谎，但细节不会。爱是细节，不爱也是。心若在，断了联系又何妨？心若不在，寸步不离又怎样？抓不住的东西，连伸手都是多余。能被别人抢走的，其实从来都不曾属于你。我好想见你，但我知道，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情侣间最矛盾的地方就是幻想彼此的未来，却惦记着对方的过去。等待成了纠缠，联系成了打扰，付出成了笑话，真心成了多余。故事以你的打扰开始，以我的多余结束。愿你日后所得都值得你今日放弃我。你太想要一个结果，所以你不快乐。你只是一个照面，就希望这朵花永远为你开。理智告诉我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我不能再继续了，经验告诉我是时候放弃了，心却告诉我再等等。我不知道在等什么，等乌鸦说情话，等铁树会开花，等1年有13个月，等1周有8天，还是等1小时有61分钟？等得到吗？别在爱的时候找不爱的证据，别在不爱的时候找爱的痕迹。拥有的时候不要悔，失去的时候不要悔。我不能输，我得赢，我得让你知道，错过是因为你配不上。少了联系就变淡的感情不稀罕，闹了别扭就离开的感情不挽留。承诺实现了才有价值，没实现便一文不值。这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
亲人安在，现世安稳，可惜你意识不到，因为一点小事，生活就一团糟。新鲜感是和旧的人体验新的事物，不是和新的人重复体验旧的事物。脾气暴躁和温柔并不冲突。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想想真是心酸。留住你和放下你，我都做不到。停止联系是我们做过最默契的事。我喜欢3种人，一种比我优秀的人，一种使我优秀的人，还有一种是愿意和我一起优秀的人。现在对你不好的人，以后也不会对你好。大方结束任何不真诚的关系没什么不对，任何关系都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不是真诚，这是傻。婚姻中，爱情、陪伴、金钱，这3个你能得到其中2个，可以选择留下来，只有1个，甚至1个都没有，那就退出。某段时间，你疯狂地迷恋一个人，一次次触碰自己的底线，想放弃却又舍不得时，你要相信，这个人一定不是你的正缘，只是你需要闯过的情关。衣柜里的衣服70%是不怎么穿的，手机里的功能70%是用不上的，人这辈子赚的钱呢，70%不是给自己花的。人生不要太用力，也别太在意，守好自己的30%就可以了。爱情是没有技巧的，有的只是真心、忍耐和缘分。喜欢就是毫无理由的护短和潜意识的偏爱。讨厌你的人不需要你的好，嫉妒你的人见不得你的好，不爱你的人看不见你的好。如果在别人的世界里微不足道，那就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不要把糖果都撒给路人，坏脾气对准家人，受得了你脾气的人都是爱你的人。没有人过着如愿以偿的人生，所以大家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幸福。不要和父母争论对错，父母老了要懂得孝顺。不要和爱人计较长短，爱人很累，要包容。不要和孩子发泄情绪，孩子还小，要教育。家不是发泄的地方，多包容，少责备，多讲爱，少讲理，多感恩，少埋怨。真心很贵，别逢人就给；感情很重，别轻易卑微。心这个东西，给对了人就是无价，给错了人便是一文不值。我最讨厌的一种人，是擅长阿谀奉承、精通花言巧语的人。不单是因为这样太虚伪，而是跟他们待在一起，会显得自己格格不入。家庭中最怕的是什么？是内耗。夫妻双方互不赏识，互相拆台，互不支持，否定对方的想法，教子理念相悖，不闹独立，闹对立。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成就大事。你或许能把我踩入尘土，而我仍然像灰尘一样向上飞扬。就让我做我自己吧，一个温情的我，无情的我，温柔的我，各式各样的我。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
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直觉这个东西真的很准，你察觉到的所有怠慢、敷衍，你感受到的所有不爱、不再关心，并不是因为敏感，而是事实。我希望我的孩子幼时少生病，儿时不受欺，少年不闯祸，成人能自立，中年不孤单，老年有人养。如果是平庸之辈，那就承欢膝下；如果出类拔萃，那就天高任鸟飞。接受孩子的平庸，就像孩子从来没有要求过父母一定要多么优秀一样。告诉桃花不用开了，我等的人已经来了。先前总觉得思念二字俗气，自遇见你，我自觉是个俗人。我大抵是病了，横竖睡不着，坐起身来摊开日记一看，歪歪扭扭的每页都写着你的名字。不管心情有多糟糕，都要和爱的人好好说话。如果不能让父母骄傲的话，那就让他们少操点心。我这样破碎的人，爱我的人要一片一片捡来爱我，实在辛苦。可爱你的人会美滋滋地边捡边喃喃道，这一片是我的，那一片也是我的。一段关系里坦诚说出自己的感受，至少可以减少80%的烦恼和胡思乱想。最好的教养是对家人和颜悦色。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何以言？何能言？与谁言？你要知道，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情绪的稳定，良性的财务状况，可控的生活节奏，理性的生活观念，而不是某个人爱不爱你。年龄越大，越想做个哑巴，想发个朋友圈诉苦，考虑到亲朋好友，只好放弃。想找个人倾诉，翻遍通讯录也没有找到那么一个人，于是像往常一样，咽下所有的情绪，刷着感同身受的视频，在别人的故事里对号入座，默默点个赞。以前是糊涂装明白，现在是明白装糊涂。爱到极致，原来不是纠缠；思念到极致，原来是沉默。始于心动，终于心痛；始于脸红，终于眼红。好好选择，人的一辈子很短，没有人规定要在多大年纪结婚，多大年纪生孩子，我们都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所以要学会等待，等待一个爱你的人，等待一朵为你而开的花，等待一个有你才算的家。心慈则貌美，心善则面善，心态不同则面相会发生变化。所谓福相，不过就是人心向善。人这一生匆匆而过，如果真有所图，也不过是一份温暖和惦记。好好生活，怀念的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不一定要在一起。每一种距离和遗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你现在的年纪不该困在爱与不爱你，我希望你可以热烈而又温柔地生活，做你认为要紧的事，走你认为善良的路，保护好心中的诗和远方，摆弄好手里的柴米油盐。风华正茂的年纪应该所向披靡。创可贴可以掩盖伤口，
却无法抹平疤痕。伪装可以瞒过别人，唯独欺骗不了自己。希望你是真的快乐，而不是偷偷难过。风起云涌的是人生，波澜不惊的是心情。话再漂亮，不守承诺也是枉然；情感再好，不懂珍惜也是徒劳。比起心动，我更喜欢心安。年纪大了，只喜欢有结果的事和说话算数的人。你迟到的这些年，让我差点就认为人生不过如此。可当你出现后，我又原谅了世间这些年交付给我的所有苦难。谢谢你来爱我。什么是最好的友情呢？是各自忙碌，互相牵挂，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无论在哪里，需要的时候一回头就能找到对方。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你一路上有良人相伴。愿你安睡时山河入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愿你快乐时有始无终，愿你未来路坦荡从容。我可以爱你4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也许是3天，昨天、今天、明天，或许2天如何，黑夜和白天，其实1天就够了，那就是每一天。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那个最好的人，而是错过了那个想对你好的人。不主动怕失去你，太主动怕自作多情，伸手怕犯错，缩手怕错过，多一点怕打扰，少一点怕遗憾。少和让你生气的人在一起，少和不懂感恩的人在一起，少和敷衍你的人在一起，少和谎话连篇的人在一起。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和谁在一起高兴，就和谁在一起。智者不入爱河，愚者自甘堕落。欲你难做智者，甘愿沦为愚者。人间万家灯火，只愿一盏等我。愿你游遍山河，仍觉人间值得。真正合适的人，不是你拼命追赶的人，而是当你累了的时候，会拉着你的手跟你一起走的人。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当你厌恶身边的人，你表达厌恶最好的方式，不是和他们争吵，而是自己勤快点儿，加把劲离开他们，那样他们就永远从你的生活中消失。有什么抵得过心甘情愿？有什么蠢得过自欺欺人？有毒的草总是开着最迷人的花，伤害你的人总是说着最爱你的话。镜子脏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脸脏，那为什么当别人说糟糕话的时候，你要认为糟糕的是自己呢？失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的那个人还顺便带走了你爱的能力、信心和勇气。口是心非的谎言不需要拆穿，虚伪敷衍的人不值得珍惜，心知肚明的事不必言说，言不由衷的人无需动容。对不起的事都做了，对不起的话就别说了。我对得起当初的萍水相逢，也对得起最后的一刀两断。失去不爱你的人并不可惜，
失去原来的自己才最可惜。有限的时间里，爱值得爱的人，做值得做的事。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只有彼此迁就的两颗心。有的人就像一块冰，不是你捂不热，而是能捂热的人不是你。小时候不想天亮，因为天亮就要上学；长大后害怕天亮，因为天亮就要生活。对人可以包容，但不能纵容；对情可以专一，但不能痴迷。若不被在乎，可以转身；若不被珍惜，要懂得放弃。任何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苦苦维系，而是两个人共同珍惜。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别人对你毫不在意，你又何苦死心塌地？不被回应的热情，不要也罢；握不住的沙，干脆扬了它。心有千斤坠，却无一字言；纵有千万语，不知从何起。笑而不语，是经历太多后的隐忍；痛而不言，是失望太多后的沉默。小时候，父母是你的全部；长大后，你是父母的所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后，简单才幸福。小时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真的分得清吗？是好感还是喜欢？是外貌吸引还是灵魂共鸣？是荷尔蒙还是真挚的爱？人可以热情，但别自作多情。我说我很累，他说大家都很累。于是我学会了闭嘴。后来我能吃100种苦，却怕突然有人心疼我。人生不过2两酒，1两辛酸1两愁。世间多少无奈事，一壶浊酒化温柔。明知相思乱心神，怎奈相思已入魂。试问人间红尘客，几人能过相思门？不是我的不争，不爱我的不求，不懂我的不理，不陪我的不留。岁月赠我2鬓霜，红尘赐我一身伤。尝遍人间千般苦，衰颜依旧笑夕阳。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人有生老3000疾，唯有相思不可医。世间良药千百味，却无一味治情痴。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医。如果当初没有添加好友，如果当初不认识你，如果当初和你保持距离，或许就没有后面的故事。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爱过，快乐过，幸福过，也痛苦过。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不想再认识你了。4字谎言。妈不爱吃，爸真不累。我还年轻，平凡可贵，早放下了，我无所谓。来日方长，下次再会。女人在疼爱你的人面前，你永远都只是个孩子；在不爱你的人面前，你永远都是条汉子。人真的很奇怪，刚开始的时候极其热情，得到后越发冷漠。从最初的分享日常、报告行踪，到最后的消息不回、语言敷衍，时间久了，你以为有些人变了，其实不是变了，只是面具掉了。走近一个人的时候，
要慢一点，以免看不清；离开一个人的时候要快一点，以免舍不得。突然就不愿了，好多话憋着就懒得说了，好多事失望多了就不在意了，不想不说不期待，看淡了也看透了，雨太大了，撑伞也没用啊。我不怕吃苦，不怕没钱，怕的是一边吃苦一边受气，一边付出一边辜负，不被珍惜，不被善待，什么都不图，还受尽了委屈，太懂事了，就没人疼了。你看，若不努力，除了年纪在长，头发变少，容颜变老，你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你喜欢的人还是与你无关。语言这东西真的很奇怪，它能让你从头暖到脚，也能让你从脚凉到心，能让你开心的不想睡，也能让你难过到睡不着。它在表达爱意的时候是那么无力，却又在表达伤害的时候那么锋利。有些事说出来太矫情，不说太委屈，哭太没用，不哭太苦。不喊痛不代表没感觉，不说话不代表没心声，不流泪不代表没伤痕，不要求不代表没期待。其实我没那么坚强，只是习惯了自己承担。你把他当亲人，他把你当外人；你把他当朋友，他把你当傻瓜。你对他诚心诚意，他对你充满算计。任何关系考虑不到你的感受和利益，请及时止损。看不到的伤疤最疼，流不出来的眼泪最酸，说不出来的委屈最难受，表达不出来的情绪最压抑，最痛的是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人一旦寒了心，再多的后悔和道歉也挽回不了当初的心。你不懂我突然的沉默，又怎会懂我不想说的难过？树叶不是一天黄的，人心不是一天凉的。如果我变了，你打心底问一下，你是怎么对我的？对的人会把你宠成孩子，错的人会把你逼成疯子。只有满眼都是你的人，才配得上你全部的爱。事不能想太多，多了心就乱；人不能看太轻，轻了心就凉。情不能陷太深，太深心会痛。千人同茶不同味，万人同道不同心。人活一世，想开就是幸福。有些事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值一提，所以我总是沉默。心里有你的人，谁都没你重要；心里没你的人，谁都比你重要。时间这个东西，爱你的人才有；钱这个东西，爱你才舍得给你花。话要说给有所回应的人听，饭要和投缘的人吃，日子要和懂你的人过。我有所念人，隔在两世间。我懂您时，已然中年，日子好短，来不及好好告别，日子又好长，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怀念。有些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懂你的好。总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迎合纵容你。不是他天生好脾气，
只是他怕失去你。如果你问我们能不能在一起，不离不弃，直到白头偕老，我回答，你能，我也能。人世间的得失取舍，又不是你一个人爱而不得。有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就要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属于你；如果它没有回到你身边，它就从来没有属于你。吵多了就不想吵了，谎言听多了也就麻木了，答应的事做不到，就不再期待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想要的那么简单，他却做不到。其实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买了就不要再去比较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得之坦然，失之淡然。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老天故意让你发现一些事情，不是让你难过，而是觉得你被骗得太可怜了，才偷偷暗示你。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爱过的人确实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妈妈说，去爱一个能让你做回小朋友的人，而不是爱一个总嫌你不懂事的人。满眼都是你的人，才能配得上你全部的爱。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了，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爱了，只是你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不缺我。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再纠缠你，但没有任何意义。再热情的心也经不起冷漠，再爱你的人也经不起冷落。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一个不完美的人。永远要牢记对方丑陋的一面，不要因为几句好话就心软，否则你所遭受的一切都是活该。成年人最不成熟的表现，就是一时高兴就原谅过去。好的一面可能是装的，坏的一面却是真实的，无法改变。结束了我们的关系以后，我消沉了一段时间，一个人经历了漫长的自愈，也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终于明白，失去了比拥有更踏实。那些给你打的长篇大论和泪水打湿枕头的日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亲人的离世，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情深终是人走茶凉，潮起潮落，人聚人散，你我怎能不例外？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是因为还清了。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定有亏欠。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等下次哪个女人愿意公开你，她的朋友都知道你，凡事愿意和你商量，能考虑你的感受，愿意为你拒绝所有的暧昧。等到那个时候，你再相信他爱你吧。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只记得我对你的不好，却不记得我陪你走过的路呢？其实真正折磨你的是，明明你已经看清了那个人，
你也知道不能再爱了，但是你还是喜欢，还是放不下。我从未嫌弃过你，只是觉得心酸。我也不知道自己重不重要，我也没有生气，只是心疼自己。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有意义，才更长久。一个人主动久了得不到回应，就不会再主动了。酒杯太浅，进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情，而是岁月扰了人心。当代年轻人至今单身的原因，陌生人觉得不了解，了解的又觉得不熟悉，熟悉的觉得没感觉，有感觉的嫌人太穷，不穷的嫌人太丑，不丑的嫌人太矮，不矮的嫌人太蠢，不蠢的觉得又太精明，精明的觉得不老实，老实的又觉得不浪漫，浪漫的又觉得花心，最后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家还没看上你。喜欢、爱、合适，能够走下去，这是4件事。暗恋就像正在输入，可能等了很久之后，还是什么内容都没有。慢慢是个好词，慢慢遇见，慢慢成长，慢慢喜欢。所以我们慢慢来，慢慢看世界。我会尽我所能爱你。人这一辈子很短，我希望开头是你，过程结尾是你，余生是你。如果有好感，那就是喜欢；如果这种喜欢经得住考验，那就是爱。其实没有别的什么能真正伤害你，唯一能伤害你的是你在意的。你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请永远不要低估和质疑这份爱。他说不出对你有多喜欢，只知道目前喜欢你的程度是其余所有喜爱的事物加起来都无法企及的，你是第一，且遥遥领先。后来我才意识到，很多事情上都可以努力，但人与人之间不行，能走到最后的，其实一开始就是同路人。如果真的没在一起，你也别难过，失去的东西就顺其自然吧。转身的方式有很多，纠缠是最不酷的那一种。有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愿意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其实女生在问你很多问题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才不会站在雾里谈情说爱，我要漂漂亮亮地站在你面前，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身无饥寒，父母无愧于我；人无长进，我何以待父母？我们成长的速度一定要超越父母老去的速度，所以请再努力一下。你总让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不止这样，却又只能这样。有一天我会忘记你，我没有很期待，也没有觉得失落，我只是知道有那么一天。你会在什么时候想起对方？就像现在，你突然让我想一个人，我就只能想起他了。突然很爱现在的自己，车会开，饭会做，娃会带，受得起敷衍，经得住诱惑，有你很好，没你也能行。
有时候放下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细节永远胜过情话，陪伴往往胜过语言。远了怕生，近了怕烦，少了怕淡，多了怕缠。你看哪，感情多难。思念一个人到极致是什么感觉？只愿岁岁平安，即使生生不见。怕只怕这日复一日的陪伴，满腔全心全意的付出，还是会输给一种叫新鲜感的玩意儿。你说可笑不可笑？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洒脱的人，心里都曾有一个角落碎得很彻底。当你没有足够的能力给别人幸福的时候，别拉着别人和你一起吃苦，爱他就给他自由。为什么要回家过年？为了贴对联时酸溜溜的浆糊味儿，为了放鞭炮烟火时四处飘散的硫磺味儿，为了年夜饭上母亲亲手包的热腾腾的饺子，为了除夕夜的鱼，为了口袋里满满的糖果和瓜子，更是为了一家人脸上的笑。你也故意挽回他的消息，你以为这样就扯平了。婚姻里的指责和抱怨，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因为我情绪管理不好。指责不是爱，而是婚姻的杀手。他有在好好生活，只是没有再分享给我。我没你想的那么不堪一击，直接告诉我你不喜欢我了，比你不回的信息、不接的电话、冷漠的态度、烂掉的借口善良100倍。你要记住，没有行动的爱什么都不算，没有改变的道歉也毫无意义。让你失望2次的人，就不要再相信了，因为第1次是警告，第2次就是教训。有人给你画了个大饼，只为给你一场空欢喜；有人偷偷为你买了饼，只为你欢喜。勇敢一点，失败跟遗憾比起来，真的不值一提。世上能引起共鸣的感情，从来都不是幸福的。分享欲很重要吗？我觉得很喜欢才会忍不住想分享。爱意流失也是从分享欲的减少开始的。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让我们2个独立的时间逐渐融合。我们没有待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靠彼此的分享来维持我们的亲密关系。在乎才分享，不然我才懒得讲。爱是由废话堆砌而成的，电话要打给会接的人，信息要发给会回的人。习惯单身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你爱上了这种平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打动你的心绪了。不管遇见谁，你都会感觉差那么一点儿。我当然不会关心云是什么形状，也不会在意路边的奶茶店有没有开门，更不会觉得吃一顿饭有什么可拍的。所以我跟你分享的那些很小的事，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你。对不起，我好像真的不适合恋爱，因为爱会唤醒我的占有欲、疑心病，激发我的敏感、猜忌，最后会让我和我爱的人痛苦不堪。人生本来就互不相欠，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就应该无悔。
无数个需要你的瞬间，我都选择了闭嘴。你不懂我突然的沉默，又怎么会懂我不想说的难过？细节这个东西，我说了你才做，它就变得廉价；我说了你还不做，我就变得很廉价。伸手要的糖和你自愿给我的糖，味道是不一样的。成年人的感情不只是有喜欢就够了，你可以永远长不大，但我不能永远没有安全感。我亲爱的朋友，我对你的感觉是，就算我们很久不聊天、不说话，甚至断了所有的联系，你依然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一个男人人生最大的败笔，是让一个有爱有趣、有情有义的女人，最后只爱钱，最后只爱钱。不要预设和别人共度一生，就自然的相处，命运把你带到哪里就到哪里。天若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天若无道，人就该遵循天命。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会说，每次手机一响，我都希望是你，每一次。一定要把你在意的东西看得淡一点，再淡一点。有些事情，有些人，只要你不那么在乎了，就不会伤害到你。下辈子我们别再遇见了，这辈子我们太难了。说陌生，彼此太熟悉；说情深，却又没能在一起。爱了没有结束，散了却又思念来袭。我很期待你给我发消息，但你始终没有，所以我选择不打扰。喜欢真的没有用，多喜欢都没用，相互喜欢才有用。如果有一天你想起了我对你的好，我希望你别哭。也许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里认识，其实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一放手，你我之间就结束了。我从来都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个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不高攀也不要委曲求全，错过的人就不必再重逢。踏实的感觉大概就是，因为你在，我不再招摇；因为我在，你不再动摇。最后，我成为你的唯一，你成为我的全部。江湖问路不问心，问心能有几分真？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谎言得人心。爱而不得最难忘，念而不见最心伤。世上情诗300首，唯有相思断人肠。待我了无牵挂，从此归隐天涯。深山老屋为家，远离都市繁华。忙时修篱种花，闲时3、5好友，小酒清茶，你来吗？从来不羡慕热情相拥的年轻人，只是特别羡慕街头牵手的老人。我们一起出去买菜，你开车，我坐在副驾驶，车里放着我们喜欢的音乐。回到家，我做饭，你刷碗。如果能遇到这样的爱情，我才会心甘情愿地把我变成我们。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呢？我至今单身，并不是因为情商低，也不是因为忘不了谁。不要揣摩我有多复杂，我只是稍微比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不想随便找个人就告诉自己处处试试，这样的凑合我接受不了。惜我者我惜之，冷我者我弃之，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善良和真心要留给值得的人。我大概真的是年纪大了，厌恶一切虚伪和不诚实的人和事。沉默不是没情绪，只是感觉没有再说的必要。世界那么大，有人对你好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钱能买到你想要的任何奢侈品，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个真正惦记你的人。在这个不是很有人情味儿的世界，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我要是给你打个电话就好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碰到比你更合适的人。你还爱我吗？妈妈，我比你爱我更久一点，因为你从20多岁开始爱我，我从出生就开始爱你。你只能爱我50年左右，我能爱你一辈子。我想你了，是那种发短信打电话也解决不了的想，是那种一定要见面紧紧抱住的想。我以为我们只是吵架赌气冷战几天，过几天我们就会自动和好，没想到从那次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那时岁数小，总觉得我能遇到更合适的，不愿意低头，也不认输。面对现实，多了一点无奈，多了一点沉默，慢慢地把所有的心事都留在了心底和黑暗。我承认我不是最好的，但我敢肯定，我是你再也遇不到的。伤害你的不是对方的绝情，而是你一厢情愿的坚持啊。不是我喜欢翻旧账，而是因为那件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见过你最爱我的样子，所以当你开始敷衍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只是还放不下那段曾经。两个人的感情里，信任感一旦崩塌，所有的细节都是疑点。其实缺的真不是那点钱，那点东西，要的是那份心意和那个态度。买不起和舍不得是两码事，自己买是优越感，你送是幸福感。心里有了良人，眼里便全是路人。我渐渐有点相信了，人和人的相遇绝非偶然，都是命中注定。父母本不是超人，却为我们变成了万能。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却没人愿意帮妈妈洗碗。我养你这句话，只有爸爸是最认真的。老爸没有因为钱难赚就不赚了吧，也没有因为孩子不听话就不养了吧。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说累呢？我们只是踩着父亲的肩膀，见识了他从未见过的繁华。什么时候你知道结束了？也许是当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时，比起这个人，你更爱那些爱的回忆。我想，其实你也怨过我吧，毕竟我不成熟，不懂事，总想在你身上找安全感，莫名其妙地闹情绪。可我忘了，我们本身就是独立的两个人，两个思想啊。有时候你自顾不暇，还要想方设法地哄我开心，真的是难为你了。何为伴侣？柴米油盐烟火气，可否具体？贫贱富贵不相离，可否再具体？
和你。我自幼嘴笨，词不达意，却想要给你一个浪漫的开始。第一次见到你，我便想着要将世间美好全都给你。有人说，一见钟情不是真心，可这一路走来，你我跌跌撞撞，有苦有甜。这辈子很短，希望开头是你，过程是你，结尾也是你。阳光、迟到、操场、校服、背影、偷瞄、食堂、小卖部、下课、对视、躲闪、篮球场、白衬衫、黄昏、晚自习。夏天除了热，什么都好。爱的时候真诚一点儿，走的时候洒脱一点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如果不能同频，那就各自安好。很少有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了。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物，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变得衰老，她什么都不做，她仅仅在延续现状。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的与恶做斗争。这是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如果妈妈是超人，真的是一句赞美，赞美应该是可以拒绝的。然后我们还允许妈妈回头做一个普通人。超人是一种先天的能力，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女孩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超人妈妈的。希望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自然而然地带出你的童心，能让你开怀大笑，在你糟糕的日子里多爱你一点，给你那种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的感觉。无论如何都支持你，真的为和你在一起感到高兴。关于我们，故事不长，也不难讲。突如其来的相遇，始料未及的喜欢，猝不及防的再见，毫不留情的散场。没什么是本来就应该属于你的，所以失去时稍微难过一下就好。你连自己都不喜欢，很难喜欢上别人的。你有那么多优点，魅力四射，聪明伶俐，活泼阳光，真希望你能看到我眼中的你。舍得让你难过的人，能有多喜欢你？在乎你的人，风吹草动都心疼；不在乎你的人，狂风暴雨也无声。我想问问某人，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心疼过我的执着，体谅过我的卑微，看穿过我的无助？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是爱我的？别人再好与我无关，你再不好我都喜欢，承蒙你出现，够我喜欢一辈子。一个连消息都没空回复你的人，哪还有时间去爱你？他不是没空回消息，他只是没空回你的消息，懂了吗？我不想去见那个我特别特别想见的人，我想等那个特别特别想见我的人。我爱过一个人，从满心欢喜到伤心欲绝，我用时间证明了我爱你，你却用时间证明了我是一个傻子。听过一句最温暖的话，原来人世间最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上。最好的感情，不是朝夕相处，而是默默陪伴。想念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喜欢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像他那样的人，经常眺望远方，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他，才会觉得这样吧。一生最重要的不过是饱餐与被爱，一世所追求的不过是温暖和良人。路还那么长，人生那么远，生活自足，家人作伴，这才是一生该有的样子。遇到对你好的人容易，但待你如初的人却很少。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瞬间感动，而是细水长流般的宠溺。放弃一段错误的感情，最难的不是离开那个人，而是亲眼看着自己曾经投入的一切付诸东流。我不是有多后悔，只是现在这个结果真的配不上我当初的真心。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答非所问就是回答，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无语就是拒绝，闪烁不定就是撒谎，而冷战就是不怕失去。有些事情没必要追问，仔细想想，所有的细节都是答案。心这个东西免费，但绝不廉价。感情不能敷衍，人心不能玩弄，缘分不能挥霍，不要拿你的聪明去欺骗别人的善良。后来的我们，考虑车，考虑房，考虑孩子，考虑孩子的学习教育，我们考虑了很多很多，却唯独不再考虑爱情。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能治愈你受过的伤，给你久违的安全感，温暖你的世界，弥补你所有的遗憾，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他跟了你这么久，丢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你比谁都清楚。要说亏欠，还是你亏欠他太多了。别人笑他傻，你也欺负他傻。你迟到了很多年，那我依然为你的到来而高兴。能给你的东西实在不多，只能把这辈子最简单的喜欢和数不清的温柔都给你。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时，却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成年人之间哪有什么不爱了，不过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断舍离而已。后来的后来，我终于明白，失去一个人最痛苦的，是你以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时，却隔三差五猝不及防地想到这个人，挥之不去，去了又来。以前真的很爱你，现在也一样，可惜你不再是从前的你，我也不再是从前的我。如果能再次和你相遇，我希望能抱抱你，亲口跟你说声谢谢，因为你教会了我成长和爱。遗憾就是我们计较太多了，你没有在我爱你的时候爱我，我也没能在你爱我的时候陪你。加好友开始，删好友结束，故事不长也不难讲，两红相遇，两红散场，7个字总结，不过是相识一场。如果我们以后没有联系了，希望无论你在哪儿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你都会嘴角微微上扬地说，以前我挺喜欢这个男孩的。到此为止吧，再爱就不礼貌了，还是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一往情深，却又一文不值。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冬。他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可惜故人身畔新人卧，山河冬雪独自坐。何来相思盼心破，此生白头不复错。懂你的人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不懂你的人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两个人的世界里，懂比爱更难做到。遇见本是上上签，纵使结局不如意，友情也好，爱情也罢，你都不会再遇到第二个我。我心里住个小孩，平时从不出来，只有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出来。热情、粘人、幼稚，共享我所有的一切。当你发现你凌晨3、4点不回家，父母开始不再骂你，当父母想做点什么都要问你意见的时候，你应该明白，这个家你该扛起来了。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沉默，喜欢独处，三观正，比你想象中深情，也比你以为的更冷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当分开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把所有的曾经通通放下。当初那些冲动、不甘、眼泪、心酸，都会随着时间而烟消云散。有一个喜欢的人真的太重要了，在你打算稀里糊涂地过普普通通的人生时，会因为对方而想再努力一点。在那么多疲惫不堪，甚至抬不起头的日子里，会因为对方而觉得人生还有盼头。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你安心，那么这个人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天堂一定很美，妈妈才会一去不回。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呢？应该不是拖垮彼此，而是遇事有个商量的人，下班回家有口热乎的饭，累的时候有个温暖的怀抱，不管几点有一盏永远在等你的灯。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世理解。我们结婚吧，给彼此一个家，不要再漂泊无依，也别再浪迹天涯。人死亡的概率是100%，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78%，成为情侣的概率是50亿分之一，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两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身就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多可惜。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要学会收回热情，并礼貌退场。你可以躲在被窝里哭，但你不可以拿起手机打不该打的电话，发不该发的信息。你要明白，得不到就适可而止，及时止损也是成熟的表现。一扇不愿意开的门就不要敲了，再敲就不礼貌了。谁的感情都很珍贵，谁对谁的爱都不是理所当然，能珍惜就不要挥霍。如果30岁之前没能娶了那个喜欢的人，就娶爸妈喜欢的吧，因为你已经失望，
无法回头了，就不要再让爸妈失望了。男人忘不了2个女人，一个是情窦初开，给过他风花雪月的人，一个是经历岁月后，懂他却不能嫁给他的人。前者是初恋，后者是红颜，前者是心酸，后者是失眠。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打湿了眼眶。我在很平常的一天，放弃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我知道，我的满心欢喜也该告一段落了。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只是聊了很久的天，说了很多掏心窝的话。对了，在那个聊了很久的夜晚，你说晚安的那一刻，我错以为我们对彼此很重要罢了。你平安就好，联不联系都不重要。愿许秋风离别意，散我心中意难平。用精神内耗的态度对待学习和事业，用爱谁谁的态度对待人际关系，烦恼能消失一大半。再内向的人，只要在下班路上，还是会呲个大牙，自在如风。我的矫情、自卑，我百无一用的矜持，模棱两可的犹豫，要是能在这个夜风凛凛的晚上通通打包扔出人生的进度条就好了。友情提醒，回家后还要为工作而烦恼，也拿不到多余的工资哦。道理你从小诵读，朗朗上口，但是你真的明白吗？我的善良是不堪一击的，我骨子里冷漠自私，感情缺失，自卑又自负，扭曲阴暗，愤世嫉俗，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毁灭，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无能而愤怒。屏蔽力是一个人的顶级能力，不要去窥探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去揣测别人的想法，更不要陷在过去，忧虑未来。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你，一定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考虑别人的感受之前，不妨再考虑一下别人有没有考虑你的感受。只要我没有用，就没有人能够利用我；只要我没有上进心，就没有人能精神控制我；只要我没有素质，就没有人能够道德绑架我。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生活。格局要打开，能怪别人的事情，尽量不要怪自己，拒绝精神内耗，有事直接发疯。铁杵才能磨成针，木杵只能磨成牙签儿。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提需求。情商就是让别人舒服，但一定是利己的。如果你让别人舒服，自己却很痛苦，那不叫情商，那叫缺心眼儿。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了，当个笨蛋也挺好的，多可爱呀。长记性有2个方法，受教育和受教训。你不接受教育，就得接受教训。成长也有2个方法，吃亏和吃饭，一个补脑子，一个补身体，吃多了都可以成长。凡事做好自己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报应吧。一定要保持微笑，要不然这些年牙都白刷了。趁年轻一定要敢于做梦，毕竟年纪大了容易睡着。孤独你配吗？
只有天才和疯子才享受孤独，普通人只是寂寞罢了。闯红灯的一般有2种后果，要么比别人快1分钟，要么比别人快1辈子。不要急于报仇，烂掉的水果会自己从树上掉下来。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治愈你的不是人类，而是睡觉、美食、可爱的小动物以及有钱。你吃亏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把人想得太坏。我是个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勇敢放下过去的小朋友，会被奖励一个新开始。情绪稳定者多半都在内耗，还有一半在磨练心眼子。和是2回事，好的和好吧是2回事，我想你和我来找你了也是2回事。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我是个有礼貌的人。如果哪天我先失礼了，那么请你先照照镜子。原来很多关心只是为了打探清楚你过得到底有多惨。当你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时候，想想他们为什么好意思为难你呢？特别现实的一句话，要是你什么事都能原谅，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活该。人类之所以进步，根本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明智放弃胜过盲目执着，去吹吹风吧，能清醒的话，感冒也没关系。希望你跟他结婚，是因为爱他，想保护他，想给他温暖，而不是因为他懂事、听话、适合过日子。小时候明明是一家人呀，怎么长大以后突然变成亲戚了？有的人对你好，有的人只对你好。我以为只要我真心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真心对待我，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的以为只是我以为。思念一个人到极致，大概就是在路上看到同款车，你都会瞄一眼人家的车牌，好可惜，那不是你想见的人。成熟是一个女人的假正经，幼稚才是她的真性情。她可以成熟面对很多人，唯独把幼稚留给了最爱的人。希望你能懂。你相信吗？那个你百般不待见的人，或许是别人一生的遗憾。你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或许正是别人朝思暮想、爱而不得的。你才见过几个人呀？怎么就非他不可了呢？如果有幸遇到一位先生，对我照顾有加，去吹吹风吧，不许我沮丧，能清醒的话，不许我提分手也没关系，教我人情世故，护我天真如初，结婚是因为爱他，无论如何想保护他，我都不会让他输，想给他温暖，而不是因为他懂事、不主动话，就是不够喜欢，不挑明。就是你才见过几个人呀？忽冷忽热，怎么就非他不可？在权衡利弊，冷暴力就是可有可无，不给你花钱就是不够重要。我的性格就是这样，高兴的时候就拼命说话，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整天不说话。我不记仇，但谁对我好，我都清楚。什么都不图你的人，走的时候最干脆。果然，人不耗尽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每个决定转身的人，都曾在风里站了许久。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这样对我，你一点都不心疼吗？我来这人间走一趟，
其实就是和同频的人相遇，和不同频的人不断分离的过程。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在自己喜欢的人那里热爱生活，在不喜欢自己的人那里看清世界。我一直在找一个理由来说明我爱你，但我找不到，因为我并不能将我对你的爱只局限在一个理由上。幸福大概就是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我不后悔认识你，也不后悔爱上你，不后悔为你熬过的每个夜晚，不后悔为你做过的每一件事，唯一后悔的就是没能早点认识你。感情不是水龙头，不能说关就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的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所有的念想。爱情的悲剧在于，好起来不给对方空间，恨起来不给对方机会。女生真的需要一个格局比你大，能力比你强，眼光比你长远，教你人情世故，带你一起成长的男生，而不是遇事只会埋怨你不懂事的人。慢热都是借口，不喜欢是真的。如果对方跟你说自己还不想恋爱，他并不是不想，只是不想和你谈恋爱而已。答应了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爱是下意识的惦记和遇到新鲜事物的分享欲。真正喜欢你的人，追起来不会太费劲。其实经历几段感情你就懂了，感情上但凡是太用力得到的，都不会太长久。你克服了依赖性和自诩无所不能的妄想，摒弃了颓废与不劳而获的欲望。你看着他，想与他比肩站立，共饮冰雪，而真诚和爱是唯一的救赎。所以我说，爱是一物降一物，是心甘情愿为彼此臣服。公开、专一，不和别人暧昧，这是爱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明白什么是基本吗？这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你值得赞美的。我始终认为，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在于两个渺小的人因为得到了很好的爱和赞赏而熠熠发光。不然的话，一个人喝酒也很浪漫，一个人看电影也很沉静，一个人吃饭也很满足，一个人吹风也能清醒。好的感情只有共赢，但凡有一方输了，那都算不上赢。新鲜感总会过去，责任和教养不会。人是不会愧疚的，遇见更好的，谁还会记得你？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你在下雨的时候打伞。你说你喜欢太阳，但是你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在刮风的时候你关上窗户。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害怕你说你也喜欢我。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感动晕，而是细水长流把你宠坏。所有的合适都是两个人的互相迁就和改变，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不喜欢的人就斩钉截铁地拒绝，不要想做好人，不要不忍心，越无情越好，这才是最大化减少伤害的方法。再合适的两个人，如果不去关心，慢慢就陌生了；再深的感情不去呵护，慢慢就淡了。冷落久了，习惯了，就再也不需要了。一辈子遇到一个知心的人不容易，所以我格外的珍惜。每天能和你说说话，谈谈心，是我最幸福的事。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闹什么，
明知道这样会把你越推越远，而我的本意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频繁聊天，不再跟对方分享日常。有人说，失去分享的欲望，便是散场的开始。生活就像咖啡，我们总在期待遇到一个帮你加糖的人，其实所有的甜只能靠自己添加，别人给的一不小心也许会更苦。一个愿意哄，一个愿意低头，感情才能继续。一边骂着，一边爱着，一边抱怨着，一边包容着，这样才是爱。原来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以前我想你了，会毫不顾忌地问你在干嘛。现在我想你了，只会默默地点开你的头像，看上一会儿。下雨天影子都会走，更何况人心。刚认识你的时候，真的没有动过心，只想单纯地交个朋友。早知道后劲儿这么大，就不爱了。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不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其实我不傻，你待我真心或假意，我心如明镜，只是我不介意为了自己的喜欢装傻一程。但时间有限，我的喜欢就到这儿了。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黏着你，不是我爱上了别人，而是你冷漠地推开我。如果有一天我选择放手，是因为你的不在乎让我绝望了。如果都在用心，那将会走很远。亲情是，爱情是，友情也是，任何关系都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最好当的是女儿，可最不称职的也是女儿。什么是真的？敷衍是真的，欺骗是真的，不爱是真的，伤心是真的，眼泪是真的，失望是真的，绝望也是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异性，而是一个可以沟通的灵魂，有着相同的爱憎、眼界和格局，还有其他人不能给予的安宁。有一种单身叫宁缺毋滥，有一种单身叫只为某人。所以这辈子只有2个选择，要么骄傲单身，要么只为一人单身。其实一个人并不孤单，想念一个人才孤单。你低估了我想陪你走下去的决心，我也高估了我在你心里的位置。我无话可说，就是觉得那股义无反顾的劲儿好多余。有人喜欢你是因为你有点好看、漂亮、懂事，而有的人喜欢你是因为你哭了，明白你的狼狈，想把肩膀和爱都给你。病了才知道谁爱你，醉了才知道你爱谁，没钱了才知道谁对你好。再多的花言巧语也比不上一个雪中送炭的人。我的工资构成：精神损失费、劳动所得费、忍气吞声费、熬夜偶得费、配合表演费、满勤窝囊费。小时候没有上过兴趣班，所以现在没兴趣上班。据统计，中国闺蜜虽然不能一起出生，但可以一起祸害苍生，一路互相嫌弃，却又不离不弃。你懂我的奇奇怪怪，我陪你可可爱爱。我以为自己是红酒，在等懂我的人来品，后来才发现自己是板蓝根，来找我的
都有病。这一秒，有60万人在接吻，有20万人在拥抱，而你却在这里一个人埋头看书，你好惨呀！我希望别人用这3句话来羞辱我：一，你怎么瘦成这个鬼样子？2，长得好看有啥用？3，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你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活得越来越像《西游记》，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唐僧的唠叨，还有打不完的妖精。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人不能总做正确的决定，偶尔也要做让自己快乐的选择。早睡困，晚睡困，不睡困，睡了更困，天天困，天天睡，天天睡，天天困。唯有一句干饭了宝贝，才能让你灵魂归位。注意，秋天不适合谈恋爱，因为早晚都会凉。当代年轻人的解压方式：发动态、删动态、换头像、换背景、沉默、听歌、发呆。懒散度日心得：一，无论什么事情都只要敷衍过去就好了。2，现在可以不做的事情绝对不做。3，吃东西、笑、睡觉。拥有强大的肠胃和随时入睡这2个逆天本领的人，简直就像是拥有着亿万财富。如果生活欺骗了你，你就打开美颜滤镜，欺骗所有人。据统计，女生露出刘海、长发飘飘，就是今天洗的头；当她没有刘海、扎起马尾，说明是昨天洗的头；没有刘海、没有马尾，扎了个丸子头，那就是前天洗的头；当她戴着帽子，那就是4天没有洗头了。这就是披一天，扎一天，绑个球球又一天。很喜欢悟空的一句话：烦死了，哼。我正在思考，哪一天洗头才能匹配上我的行程安排。去庙里求签，抽了个下下签，于是扔掉又抽了一次上上签，大吉。你看，命运其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什么叫自由？自由的最低级别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的最高级别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词语新解：摆烂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人生自由意志的爆发。摸鱼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提高工资性价比。发疯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超脱秩序，解放灵魂。失恋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再次拥有自由的权利。发呆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给自己的人生留白。迟钝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选择性机敏。恋爱脑一词不太好听，我偏爱称之为愚蠢的浪漫。脸皮才是人身体上最神奇的一部分，在有些人那儿可大可小，可厚可薄，甚至可有可无。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全伏在我的生活上？如果你现在一味地追求享受生活，等你老了，你就会发现你做得对。最近的研究显示，长时间听音乐可能是抑郁症的征兆。脸皮才是人身体上最神奇的一部分，在有些人那儿可大可小，可厚可薄，甚至可有可无。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全伏在我的生活上？如果你现在一味地追求享受生活，等你老了，
你就会发现，你做得对。最近的研究显示，长时间听音乐可能是抑郁症的征兆。当我度过不好的一天时，我会吃一顿好的安慰自己；当我度过美好的一天时，我会吃一顿好的犒劳自己。总之，我永远值得吃一顿好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鬼扯的能力，因为他们撒起谎来，连自己都骗。我妈说，你不结婚以后老了遭罪谁管你？我说，我年轻时享受了几十年，老了遭点罪应该的。全国女生统一标准，说狠话加拉黑加删除等于等你哄，安静加懂事加不吵不闹等于结束了。男生通常这样认为，说狠话加拉黑加删除等于结束了，安静懂事不吵不闹等于你想通了。好梦的意思是好好睡觉，别做梦了。只有经过一番努力后，你才能尝到放弃的快乐。办公室有一种魔力，只要你进来了，虽然什么都没干，但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自己辛苦了。世界上最好的闹钟是妈妈，因为你让她8点叫你起床，她7点半就来了，而且会告诉你马上11点了。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不要交不三不四的朋友，于是导致我现在的朋友都很二。朋友一直劝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其实挺搞笑的，劝我有用吗？你去劝有钱人啊，我愿意啊。保持年轻的最好方法，多运动，不熬夜，多吃蔬菜，谎报年龄。下雨天，我想在家睡觉；晴天，我想出去走走。反正没有一天适合上班。当你的消息被已读不回时，你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多余。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基本上都有这3个特点之一：太贵，太容易发胖，不太想回你消息。拔罐的永远说你湿气重，美容院的永远说你缺水，就像不爱你的人总在你身上挑毛病。跑步的多巴胺仅次于谈恋爱，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和善良。当你的余额撑不起你的兴趣时，你所有的爱好都应该是赚钱。既然公司招我来，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我要让公司知道便宜没好货。男生买了房就有底气结婚了，女生买了房就有底气单身了。节省时间小技巧，每次咱2件难过的事一起哭。最近在练车，我的教练简直是个哲学大师。他问我们，人和车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摇摇头。他接着说，车只有离合，人有悲欢离合。每次只有在拧不开瓶盖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个女的。当我满怀期待地把瓶子递给身边的男生，却发现他也拧不开时，才会意识到有句老话说得好，生男生女都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太虚了，应该换成，如果你不主动做点什么，永远都好不起来。以后只要是我的朋友，谁没钱了尽管和我说一声，只要我有空就可以给你讲讲没钱的日子我是怎么度过的。尤其是最近，朋友新考的驾照，非要送我回家。下车的时候他说，我就不停车了，起步太难，我开慢点，你跳下去，再跑回2步帮我把门关上。
一直对发型和身材不满意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不肯承认这是脸的问题。如果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你们需要排除万难，你感觉全世界都在阻挠你们的话，我告诉你，世界是来救你的，赶紧逃，马不停蹄地逃。你这么擅长安慰别人，一定度过了很多自己安慰自己的日子吧？没有，我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怕我不在家，所以一直都很宅。年轻人总把没钱挂在嘴边，其实没必要，你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以前上学是拿钱混日子，现在工作了是在拿日子混钱。我可真是个败家子儿，上亿的家产，我一醒就没了。现在很少有人冲印照片了，不会把爱的女孩照片放进皮夹里，大家都存电子档，一言不合就互删，说没就没，找不到一点痕迹。有什么是比做一个穷人更可悲的吗？让我告诉你，有，那就是做一个玻璃心的穷人。能驱使一个成年人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清晨，全然不顾外面寒风凛冽，风沙漫天，准时挥别温暖被窝，离开家门的，或许只有贫穷了。总有一天，你会遇见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他的另一半。爸妈的电话我会过几秒再接，不为别的，就怕爸妈知道我时刻在玩手机。我的修身原则：一、不工作；二、没人管；三、一个人。木星。上学时喜欢看各种烧脑电影，上班后迷上了各种无脑电视剧、综艺。由此可见，上班耗费了我所有精力和大部分脑力。如果你在漆黑的房间里看手机，你的脸就变成了房间里的月亮。努力这两个字看着就累，一个奴出两份力。总是在凌晨想通很多事情，又在天亮之后忘得一干二净。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给你提个建议，不要随便给别人提建议。大学第一天报到，发现我的学校竟然有西餐厅，心想这学校可以呀。走着走着，又在前面看到了东餐厅。有时候挺讨厌自己的，不会说话，太过善良，没什么心眼，还这么可爱。有些人快递一到就拆，闹钟一响就按，零食一开就吃，这种人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有拖延症呢？人生赢家新标准，猫狗双全。如何形容一个人特别伤心？他难过的一整天都没有碰手机。内卷太厉害怎么办？读书，读书破万卷。不使劲挖掘，还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就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我打字比较凶，语音比较温柔，见面比较乖。所谓休假，就是公司让雇员离开一段时间，提醒他们，公司缺了他们照样可以运行。据我多年研究，对不起行了吧，是对不起的反义词。小时候看大人们过马路，绿灯还剩几秒时，明明可以冲过去，却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才过去。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装斯文，长大后才知道真相，其实是跑不动。心情差就去运动啊，运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也很差。请立刻停止容貌焦虑，你确实长得不好看，不要再焦虑了。成年人的崩溃是无声的，
除非见到会飞的蟑螂，踩到会尖叫的玩具，文件没保存。长大之后终于知道大人为什么不挑食，因为他们买菜的时候只买自己爱吃的。我瞧不上的人和事太多了，虽然我自己什么也不是，但这两者并不冲突。今天心情不好，删了几个微商，让他们知道创业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别人性格开朗的原因，家境殷实，生活顺利，长得好看，爱情美满。我性格开朗的原因，记性不好。很多人这辈子最自信的地方是在火锅店，他们觉得自己调的蘸料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有多会保护自己呢？只要稍微感受到对方态度敷衍一点，我就会回复个表情，然后装死。现在年纪大了，不敢用可爱宝宝当头像了，怕别人以为是我生的。情绪守恒定律，在网上越爱呜呜呜的人，在现实里越开朗；在网上越爱哈哈哈的人，在现实里越自闭。你们每次和人争吵时，有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反正我是有，尽量不用方言，怕对方听不懂。一个成年人是不会挑食的，他们会说，我对这个过敏。一个男人对你好是可以装出来的，但是他又高又帅是装不出来的。我现在连我的头发都留不住，还指望我留得住什么？熬夜玩手机真的很危险，视力越来越不好了，打开支付宝都看不到钱了。如果我安利了你一部电影或者电视，我陪你一起看的时候，那我99%的时间会在旁边暗中观察你的状态，等你出现和我一样的反应。最好的理财方法就是别让我知道这笔钱的存在。上班的时候必须有几个快递在路上，要不然生活一点盼头都没有。当我一觉醒来感觉浑身舒爽，我就知道我睡过头了，上班迟到了。目前的状态，小小的脑袋装着大大的发财梦。日常4个期盼：等周五，等下班，等快递，等发工资。看到工资条了，做锅里都焐不热我的心。难过的时候就吃东西，因为胃和心的距离最近。当你吃饱了的时候，暖暖的胃会挤占心脏的位置，这样心里就不会觉得那么冷清，那么空落落。年纪轻轻，别满脑子人情世故，人情应酬能省则省，不然你找他借钱看看。生活中遇到傻子怎么办？支持他的一切观点，把他培养成大傻子。因为你的对不起，我决定和你没关系。其实我没那么坚强，只是像多数人一样，学会了伪装。我不复杂，但也不简单。我待人随和，但并不是没有原则。我可以善良，但不能委屈自己。我就是我，至于你怎么看，既不需要，也不重要。支撑我走下去的，从来不是什么善良，是我的虚荣嫉妒和满腔的不甘心。做与不做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拥有对前者的评论权。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可悲的是，很多人渐渐都成了盗版。傻与不傻，要看你会不会装傻。人是会变的，但绝不会变成从前。钱没有可以挣，不漂亮可以整，心眼坏真的没法治。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情况，我身边的帅哥美女
都说自己没人追，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把丑的当人看。偶尔还是要出去走一走，不然你不知道躺床上多舒服。我今天去看了心理医生，他说，你不是抑郁，你是真惨呐。上班时努力不一定被看到，但休息一定会被领导看到。老板，你怎么每天跟没睡醒一样来上班？我睡醒了再上班，不就迟到了吗？没必要再问彼此是做什么工作的了，大家每天不都是坐在那里看着电脑，然后想着午饭吃什么吗？上班需要带什么东西？一颗平静的心；2，一张无所畏惧的脸；3，一双空洞的眼睛；4，一个能消化大饼的胃；5，一张不对人的嘴巴；6，一股随时摸鱼的机灵劲儿。他们都劝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也想明白了，你退吧，我不退。没文化太可怕了，刚刚我亲戚安慰我说，别灰心，总有人头落地的一天。不管我在忙什么，我都会抽空玩手机，这大概就是我专一稳定的好品质吧。我夸人的时候可能虚情假意，但对人的时候绝对是真心实意。撇开身材、长相这些外在因素，你内心深处喜欢什么样的男的？我不撇开。我妈，你要是把打游戏的劲儿放在学习上就好了。你以为我打游戏打得很好吗？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262年闰正月可以过2个春节，放2次假，开不开心？开心了一会儿，又有点不开心。200多年后的事儿，我赶不上这热闹呀。我检讨了一下自己，长相不行，身材不行，喝酒不行，聊天不行，经济不行，但我气人行，饭量行，睡觉行。谣言你别给我传，我自己传，别人传的我不放心，也怕传得不到位。如果年轻时只知道享受生活，享受美食，享受爱情，那么到老了你就会发现，基本上什么遗憾都没了。我这人确实挺成功的，分享一个成功秘诀，别人的心我操不着，求我都不操，只管好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性格挺好的，直到遇见性格和我一样的人，真想踹他2脚。目前的状况，30多岁的年纪，60多岁的身体，10岁的经济收入，3岁的情绪管理。别人不回我信息，你为什么不回信息呢？我不回别人信息，难道我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除了睡觉时间不想睡觉，其他时间都想睡会儿。医生问我，情绪亢奋的时间持续多久？我说，但凡有机会亢奋，我就会让它持续到我无力亢奋为止。上班族宁愿回去上学也不想上班，学生党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也不想上班，我想躺着。每当我吃饱喝足闲着没事的时候，总会想起减肥这件正事儿。你不喜欢主动找别人聊天，你又期待别人找你聊天，你又不想一直聊天，你有病啊！伤心能走医保吗？如果有人说要养你，小心他用的是剩饭。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趣又有钱的人，实在不行，有钱也行。没有动态的日子里，我不是很忙，
是拍的照片太丑。那些你过不去的坎儿，是因为你腿短。不过没关系，上天为你关上一扇窗，还可能为你关上一道门，还放一条狗，还得在门上上一把锁。怎么样？一天又过去了，你是不是离梦想更远了一些？能原谅的，不说原谅也会原谅；不能原谅的，说了原谅也不会原谅。你以为人生低谷的时候健身就会变好，于是你开始健身，后来的确变好了，但好的不是你的人生，是你的食欲。有些人一不开心就拼命吃，我不一样，我开不开心都拼命吃。不要年纪轻轻就认为自己进入了人生低谷，相信自己，你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你只要上过班就能知道和不爱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了。只要你肯吃苦，就永远有吃不完的苦。好好活下去，每天都有新的打击，困难也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你不是一无是处，只是你看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如果用一句话伤害一个人6次，你天天加班，肯定工资很高，领导很器重吧？而且你这个年龄了，都还没有结婚，一定有很多存款吧？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是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命运了。我就奇了怪了，身边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好看的、不好看的都有对象。我是《山海经》里的哪一页妖魔鬼怪呢？为什么我没对象？一个连减肥都坚持不下来的人，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呢？他们连毅力都没有，又怎么会害人呢？这就是我的善恶观。有3分钟热度，就有3分钟收获。别定义我，我颠覆你的想象。你让儿时的自己失望了吗？没有，我小时候就想天天吃泡面。有人讨厌你，你也立马讨厌他。做人的礼貌，最起码要有吧。不好看加不结婚等于嫁不出去。上过大学加不想结婚等于读书读傻了。好看加不结婚等于挑剔。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失踪。别人问，你能离开你的舒适圈吗？自己说，你能离开我的舒适圈吗？距离不是问题，可爱没学过地理。你发现没有，其实在被窝里睡觉是很难的，但是在沙发上睡觉却特别容易。所以睡觉不能太认真，我们应该趁觉不注意，偷偷睡着。错可以改，但是错过去了，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喽。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好吧来回复。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解气。致叛逆的青春期，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离开这里，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替别人考虑？我也没见有人为我考虑呀。无利益不试图说服别人，是精神上的节能减排。世间最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爱情是个脆弱的水手，出过一次航就憔悴了。一生最好的活法，不解释，不勉强，
不后悔。体重秤只能用数字反映你与重力的关系，仅此而已。它无法测量美、天赋、志向、潜力、力量、爱和性格。愿你是披荆斩棘的女将军，也是令人疼爱的小朋友。愿你是一颗糖果就能收买的小姑娘，也是一座金山都换不回的女英雄。请记住，非必要不费力证明自己。催菜的时候说不要了，比说快点更管用。砍价的时候说再看看，比便宜点更管用。挽留的时候说你走吧，比别这样更管用。留不住东西不如使劲扔，指不定碰到什么东西就弹回来了。你觉不觉得允许自己情绪不稳定才是真正的情绪自由？朋友，您开始脱发了，您得当心点儿啊！您才不到30岁，秃头对您太不好看，您把生活看得太严肃了。不是我没有为夏天减肥，是春天太短了。如果你经常不按时吃饭，就要按时吃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但捡钱时例外。如果快乐太难，那我祝你平安。努力是为了活成小人讨厌的样子，而不是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当你对一个人彻底失望时，就学会包容他的一切了。如果你向神求助，说明你相信神的能力；如果神没有帮助你，说明神相信你的能力。别把你的问题扔给我，除非你的问题是钱太多，不知道怎么花。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每次和他讲话前，都需要深吸一口气。我的解压方式：听歌、沉默、不联系、熬夜，不和任何人说话。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如果有心结解不开，那就把它系成蝴蝶结。如果幸福太难，那就祝我们有钱又漂亮吧。对不起，我没有回你的消息。一开始我只是想假装没看到，但后来我是真的忘了。虽然我知道该睡了，但是一进到棉被里，就感觉到了所谓真正的自由，反而精神都来了。上半年没挣钱，下半年看着也挺悬。该吃吃，该喝喝，再努力也买不上跑车。别着急，我得快乐，反正穷的不止我一个。如果有一个人讨厌我，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一群人都讨厌我，那是他们互相认识。记住一点，你不会比现在更年轻了。何为现状？晚睡、早起、常加班，可否具体？没车、没房、没存款，可否再具体？穷。最近心情很坏，想到过去，对不起许多人；想到将来，茫茫；想到现在，现在穷得不得了了。我最大的快乐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500年不变。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就美化什么样的生活。世界以痛吻你，你不要报之以歌；世界以痛吻你时，你扇他巴掌啊。我这个人，躺的时候想卷，卷的时候想躺，永远年轻，永远左右为难，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停止思考，生活才会美好；越思考，生活越不美好。你的心情好吗？我的很好，可以借你几天。
在最美的年纪遇到你，算我倒霉。据统计，喜欢喝啤酒的女人朋友多，喜欢喝白酒的女人贵人多，喜欢喝红酒的女人故事多，喜欢喝白开水的女人家务多。你那么棒，不能毁在感情上。过得积极是为了生活，活得糊涂是为了快乐。事实证明，大脑使用越少的人，嗓门就越大。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一辈子走不到罗马。你的葬礼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能只是一场热闹的聚会。如果低头换来的是得寸进尺，那就抬头华丽反击。做事不需要人人都理解，做人不需要人人都喜欢。讨好型人格真实的想法是，懒得得罪你，赶紧走，赶紧走。据统计，60后不知道什么叫离职，70后不知道为什么要离职，80后对家给的钱多就离职，90后领导骂我就离职，95后感觉不爽就离职，00后老板不听话就离职。生活不再能给予我快乐，除了这个，躺在床上。有的人一旦错过，真的是谢天谢地呀。单位2个女同事吵架，找我评理，七嘴八舌的什么也听不清，我大吼一声，长得丑的先说，世界立马就安静了。我当然知道瘦下来更容易被人喜欢，可是你们喜欢的样子让我吃不饱饭。不要不理我好吗？我没有想过继续纠缠你，最后一次了，真的，再帮我砍一刀。如果你的男朋友逛街主动替你拎包，走路知道让你走在里面，睡觉知道帮你盖被子，亲爱的，要明白，你应该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最近几天，我的收入来源主要靠退货。真不敢相信，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北极光、珊瑚礁、雪山、长满苔藓的石头、闪闪发光的瀑布的星球，而我只能去上班。把手机关几天，当你开机的时候，没有一条信息，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个人主动联系你，其实你呀，就这么孤独。那些让你觉得自己特别成熟、特别世故、能呼风唤雨的人，其实认识不认识无所谓。那些让你觉得自己特别纯真、特别充满生命力的人，才是真正该珍惜的。你要是有事瞒着我，那就一点都别让我知道，否则不是朋友多了路好走，而是路走好了朋友多。心动就是完了，不开心就去超市逛逛吧，你会听到很多好消息。晚餐只吃7分饱，留着3分吃烧烤。月亮奔你而来，那还叫什么月亮？那叫陨石，来取你的狗命的。和聪明人交流，和靠谱的人恋爱，和积极的人共事，和幽默的人同行。人生在世3万天，有酒有肉小神仙。锄禾日当午，上班好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你和你的闺蜜许久未见，今日约饭相见甚欢，亲密交谈了5分钟，说了10个人的坏话。一天能有800种情绪轮流攻击我。从我花钱的方式，我能感觉得到，我应该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如果你实在饿了，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吃点零食嚼给你听。
不许你们在我面前说我朋友的坏话，不然我也会不知不觉地说起来。我的钱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很像是大风刮走的。我老了以后怎么办？那些广场舞看起来挺难的。宁愿在自己的世界里为王，也不在别人的世界里为奴。闭嘴，微笑，既简单又高级。有的人走到哪儿都能带来快乐，有的人只有走了才能给人带来快乐。假如你给我的东西跟给别人的是一样的，我就不要了。如果是钱的话，就当我没说。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穷跟丑却可以同时拥有，矮和胖还能如影随形。以后有话直说，不要老是在吗在吗，不出意外的话，几十年内我都是在的。有人考试靠实力，有人考试靠势力，我考试靠想象力。最近很多朋友说我胖了，这不禁让我陷入思考，我的朋友是不是太多了？毫不夸张地讲，你要是跟我打架，不出5秒你就得跪地上，掐我的人中，求我快醒醒。没事试着联系一下你的初中同学，你就会发现，全班除了你单身，其他同学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其实有2个朋友就够了，一个肯借你钱，当他向你要钱时，另一个敢帮你打他，这就够了。打工好累，但我不能哭，因为骑电动车的时候，擦眼泪不安全。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很多外卖小哥在送餐，突然感觉很励志，别人这么晚都还在点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吃呢？万事开头难，中间难，结局更难。一般长得好看的，撒个娇就能搞定的事情，我都得靠威胁。人和人渐行渐远的时候，都觉得对方变了。很多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你还有把事情搞砸的本事。前男友要结婚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果断回了他3个字：下次去。人生太短，所以笑吧，趁你现在还有牙。中午买菜看见菜都蔫蔫的，老板向我解释，早上没人买，以为自己卖不出去了，所以都垂头丧气的。谁说我不会乐器？我退堂鼓敲得可好了。后来我才发现，我挣的不是工资，而是窝囊费。每天都要上班，哪里有时间挣钱？跟女朋友吵架能赢的，最后都单身了。春天十分美好，然而没有钱，真是倒霉。被窝是神明在人间开的分店。如果一个人在家觉得孤单，我教你一个方法，把灯关掉，拿出手机，找一部鬼片看看，等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厨房有人，厕所有人，床底下也有人。刚才跟一个大爷下象棋，他把我的帅吃了，我帅死了。我有时也很腼腆，点2碗拉面，默默地吃完自己的1碗，要假装打电话，另一个人不来了，我才好意思把另一碗吃掉。我真的不想起床，但我必须上卫生间。放假了，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你不但可以看看，还可以转转。我妈常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因此我很喜欢吃垃圾食品，
因为有家的味道。做人就应该谦虚，多听听别人给你提的意见，记在小本本上，以后就知道谁对你有意见。他的梦想是有钱，然后可以做他最想做的事，什么都不做。贫穷限制了那么多，为什么没有限制我的体重呢？你好像不太喜欢我，既然这样，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最喜欢添堵了呢。成年人的生活，除了容易胖、容易穷、容易秃，其他的都不容易。如果有人问我，那些艰难的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有一句话回答：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就是想死又不敢。并不是现在过年没有以前快乐了，是你从12岁之后就没怎么快乐过了。至今为止，说过最多的谎言，我已阅读并同意相关条约及规定。每天的心情都在我就不信我做不到和要不还是算了吧之间横跳。遇到困难的3个步骤：面对它，处理它，放弃它。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聊天喜欢带哈哈哈？这说明他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如果哈哈哈还挺多，有可能他脑子还不好使。我们要善待这样的朋友，珍惜他。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哪天喝多了，你跟人聊什么？任何攻击一遇上我的懒惰，便都被碰得头破血流。别着急，总有一个男孩手捧一束花走到你面前，然后温柔地对你说：不好意思，让一下。虽然今天什么都没有做，但还是辛苦我了。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就都知道了。每当我和朋友们抱怨遇到的烦恼和生活的不幸时，他们都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哈哈哈哈。希望你不要蠢到用认识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感情的长远。你为什么会近视？为了看淡世间，所以才模糊了双眼。只要坚持，每个困难都能克服我。后来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算了。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别着急，也别慌，因为明天你也解决不了。人生难两全啊，好看的皮囊嫌你丑，有趣的灵魂嫌你俗。我的处事态度，不与人难堪，不求人好感，保持好心情，定时清空情绪垃圾。上班的时候，如果听见我敲键盘打得快速且不停顿，不是因为我热爱工作，而是我在全身心和朋友八卦以及高强度聊天。昨天跟蚊子战了一宿，最后打成了平手，他没吃饱，我没睡好。如果有人觉得你傻，你就继续装傻，反正闲着没事儿，逗他玩呗。你生来就值得被爱，这一点你无需怀疑。不图事事圆满，但愿事事甘心。你以为他不喜欢你，实际上他还很烦你。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千人千面，我爱自己的每一面。你若是个人物，到哪儿都有人前呼后拥；你若是个废物，到哪儿都有人横眉冷目。平底鞋给不了高跟鞋的骄傲，高跟鞋给不了平底鞋的安全感。不必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关于幸福感，家人平安健康，逢考必过，
吃到好吃的东西，睡到自然醒，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别总是想着遇见对的人，你要知道，自己不优秀，遇见谁都没有用。人们在狭小的生活圈里相互模仿，好听的话不要听，感受不到就是没有。儿女情长什么的，真的影响我们行走江湖，还是爱自己最酷。关于明天的事，我们后天就知道了。加油，我已经说腻了，下次我要说，祝你拥有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我的三观和教养告诉我，要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可我的经历告诉我，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真心对待。你没有遇到更好的人，是因为你没有变成更好的人。最大的安全感是有钱，钱越多，问题就越少。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姑娘，就对你怜香惜玉。有空一起去吃鱼吧，看你挺会挑刺儿的。你很会下厨吧，看你挺会添油加醋的。刻薄嘴欠和幽默是两回事，不会说话就闭嘴，别把没教养当作有气场。故意和人反着来，是不是给你一种十分特立独行的满足感？我们从不曾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总有些人用行动让自己变得一文不值。花言巧语有个好听的名字，承诺。不要对我妄加评断，你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活在自己的热爱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里。什么都明白的人，最温柔也最冷漠。我有密集恐惧症，不能接近心眼多的人。你弱的时候，别人最多。时间会带走那些没用的东西和低质量的人。一个人身上真正闪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以及悲天悯人的心肠。生命有裂缝，才会有阳光照进心里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来的黎明。人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钱和情。有人为了钱起早贪黑，做牛做马；有人为了情掏心掏肺，望穿秋水。到头来，钱带不走，情也留不下。所以，钱够用就好，情用真就行。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人生过半，学会看淡，静而不争，顺其自然，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少操闲心，莫说闲话，干好分内之事，照顾好家人，锻炼好身体。人生下半场，比的是健康，拼的是心态。只有夜晚一床温暖的棉被和一个好梦，才可以慰藉每天有太多不如意的我们。没有晚起的命，却得了晚睡的病。以前睡不着是因为睡得太多，现在睡不着是因为想得太多。衣服不再贵贱，自己喜欢就好；日子不再穷富，过得舒心就行；朋友不在多少，一两知己足矣。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快乐不止一条途径。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生活，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我有点慢热，总是沉默。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故意不合群，只是一个人真的很舒服，很自在。也并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失去了与人逢场作戏的兴趣。生活
生下来，活下去，简单的2个字，概括了一生的酸甜苦辣。你要明白，世界还在继续运转，不会因为你的情绪不好就停下来。东风吹散少女心，生活磨平英雄梦。这个世界有2个我，一个举杯邀明月，一个跪地捡碎银。老家才是疲惫生活里的解药，一个可以让你轻松自在的地方。好好睡一觉，就是人生的重启方式啊。你好像瘦了，头发也变长，背影陌生到让我觉得见你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然后你开口叫我名字，我就想笑，好像自己刚刚放学，只在校门口等了你5分钟而已。有时候，如果和很重要的人发消息，他一直没有回我，我就删了那个对话框。总感觉看到那个对话框，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卑微和讨好。没结果的时候，就好好睡一觉，不用太自责。你也是很用心才走到这里的。生活不是一个点，它是一条条长长的线，唯有行动才能摆脱焦虑。春天最浪漫的10件小事：寻春花，问春柳，听春风，踏春景，览春书，拂春绿，饮春茶，落春雨，食春味，得春闲。哪里有这么多靠山？风来我慢慢走，雨来我靠边走，打雷我捂住耳朵走。我一个人走，总会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其实我没吃过什么苦，此生有幸受家人疼爱，朋友照顾，而我不快乐的原因，多数只是自己放大了一些小挫折罢了。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其余的其余，人生自有安排。一直以为自己是寒门，结果寒门是指势力较弱的世家，我不是寒门，那我是个庶民吧？谁知道庶民是指有房有田的人，古代没有房子的叫盲，没有地的叫流，所以我在古代应该是个流氓。拆穿你多没意思，年纪大了就喜欢看别人演戏，精彩的地方还可以给你鼓掌，实在不行就陪你演一集。入睡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起床时，当牛做马扮狗也行，让我多睡一会儿。人还是要多出去走走，不然根本不知道在家里玩手机有多舒服。衣服这种东西，对女孩子来说，没拍照就等于没穿过，但拍过一次照就等于没衣服穿了。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刚刚放完假的人更需要放假的了。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一个人孤单的生活的人。真正喜欢自己的人，根本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自己。刚买完东西，我得攒钱，看见想买的东西，人生只有一次，何必压抑自己？我出来打工只办3件事：养房东，养快递员，养外卖员。别人是高处不胜寒，我们是低处纳百川。朋友问我，一个你喜欢的和一个喜欢你的，你怎么选？我一下子就懵了。他仿佛在问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平时喜欢住海景别墅还是4合院。熬夜会让人变丑，但如果本来就丑的话，还是可以放心熬的。我更愿把披星戴月理解为，
当你挑灯夜读时，星辰会为你披衣，月光也会为你加冕。什么也不会跟着你一辈子的，青春不能，美貌不能，恋人未必可以白头偕老，甚至金钱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辞而别。当电话响起，1998年，好奇是谁打来的？2008年，我好喜欢我的手机铃声。2022年，陷入焦虑恐慌。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总喜欢把书撂在桌上，以为挡住了老师的视线，没想到是挡住了自己的前程。人最高级的炫耀，是你这一生拒绝过什么，你能拒绝的东西里藏着你不随波逐流的性格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骄傲。果然时代变了，以前换季的时候在衣服口袋里能摸到现金，现在只能摸到去年用过的口罩。我妈总是说，等你结婚了，有孩子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也不知道谁给她下的任务。闺蜜的4大谎言：第一，买吧，不贵；第二，吃吧，不胖；第三，马上就到；第四，真的分了。喜新厌旧不是病，不断原谅才是病。出门前，好烦好麻烦，不想说话，不想社交，不想去了。聚会中其实还挺开心的，回家后好累好麻烦，不想说话，不想社交，以后不去了。每个人都这样，才认识几天就说喜欢我，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喜欢我？但我又不能否认你真的很有眼光。西游记里的神仙一旦犯错，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贬到人间，可见这人间有多苦。你银行密码设置的简单吗？我从来都不用银行卡，6位数的密码保护2位数的存款，有必要吗？这个世界上有5句话最浪漫：我去找你，我给你买，我们回家，我只要你，我们结婚吧。这5句话你听到过几句？写字楼里的白领坐在办公室，和过去烈日下的农民伯伯站在田埂边上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庄家不会半夜11点打电话让你交策划方案。有个朋友找我借钱，我跟他说，你用花呗，他说，那个不能借啊，借了要按时还的。小时候虽然穷，但是很快乐，现在不同了，不仅穷，还不快乐。每天闹钟一响，脑子里就出现500条请假理由，不想去上班，但没有一条靠谱的，一条都没有。上班根本就不需要带饭，有同事甩的锅，老板画的饼，自己摸的鱼，产品经理拱的火，研发脑子进的水，运营给的瓜，隔壁组添的油加的醋，美美饱餐了。以前我上学的时候，40分钟一节课我都坐不住，总想出去玩。现在每天几十块钱8小时的班，我上的比狗都认真。当一个人和你说只想搞钱的时候，那他的现状基本就是钱没搞到，爱情也没有。真正努力过的人才知道，智商上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我对公司有多重要？申请涨工资时，公司没你一样赚；申请休假时，你休假了，这些工作谁来干？我发现谁讲道理谁倒霉，和朋友讲道理是不想处了，
和领导讲道理是不想干了，和父母讲道理是不想笑了，和另一半讲道理是不想过了。就算自己不谈恋爱，也要多鼓励别人谈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吃糖，分手了吃瓜，一辈子都有热闹看。中国4大谎言：1. 旺铺转让； 2. 高价回收； 3. 马上就到； 4. 差 0.01 提现。男人喝完酒之后会变成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武术家、演说家，不想回家，四海为家。每天在10几个破群回复 N+1 个收到。关于努力和运气的关系，努力就和收集木材一样，运气就像有人给你递了火。肚皮装得饱饱的是一件乐事，心灵装得饱饱的是一件更大的乐事。安全感是什么？就是你在快迟到的路上碰到了你的同事，但他跑得比你慢。如果你觉得我很难相处，那你没有误会，我是真的没空和不喜欢的人相处。以前工作需要翻很多书才能查到充足的材料，现在只需要简单上个网，就把工作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晚安这个词好像变成了一种礼貌，睡不睡谁知道呢？反正话题是终止了。最适合结婚的年龄，男的60岁，女的55岁，因为一结婚就有退休金，不用上班，不用生孩子，大概率也没有婆媳关系，不用买车买房，天天就是玩。最主要的是一结婚就白头偕老。每一次你想变好的念头，都可能是未来的你在向你求救，所以现在努力一点，可能就是在救未来的自己。告诉你们一个戒掉熬夜的方法，让手机单独睡一个房间。如果生活把你的门关上了，那你就再打开，这就是门，门就是这样用的。别人清空购物车靠买，我清空购物车靠删，靠过期，靠失效。有没有一种可能，财神来敲你家门的时候，你已经在公司上班了，所以你一直没有发财？我有什么缺点，你尽管说，我放大给你看。我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麻烦你自己克服一下，我反正不会改。你知道一个男人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开好车，别人以为你是司机；戴名表，别人以为你戴的是假货；上班日常，领1个人的工资，干2个人的活，还得听3、4个人的使唤。外面的声音都是参考资料，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古人说，鱼和熊掌不可以兼得，但没有说究竟该选择哪一个。只有把买车买表的钱花在老婆身上，把她保养得年轻漂亮，就算你将来穿花裤衩，脚踩人字拖，只要往老婆身边一站，别人一定会说，哼，这个女人一定是图她的钱吧。我发现90%的女生都是路痴，你不用跟她说东西南北，她根本分不清，就连导航上的东西南北她都看不懂。有些人就更厉害了，不仅分不清东西南北，还分不清左右。性格是一种不治之症，但我永远爱自己。周五下午永远比周末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
可是一旦吃饱，就会有无数个烦恼，因为很多烦恼都是吃饱了撑的。那是星期天，人们在城市里做了6天的牛马，来此过一天快乐的日子。我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压岁钱要给那些3、4岁不会花钱的小朋友，而不是给我们这种刚好会花钱又缺钱的小宝贝呢？凭我单枪匹马一路摸爬滚打到今天，见过比你聪明的，比你狡猾的，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却始终没在你身上用过半点江湖套路。你的那些伎俩不该总用在对你好的人身上。成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心中的虚妄，但是人却把它当作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在意。别花那么多时间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困难又怎样？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不要让任何事情威胁你。你要很有底气地活着，你活的是你自己的人生。成年人最好的生活方式在3-7分里：7分争取成全野心，3分随缘放过自己，7分合群同频靠近，3分孤独灵魂丰盈，7分清醒活在当下，3分糊涂余生安度。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楚了多少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心灵的宽度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你包容了多少人。真正的修行是修心，是修正自己，修自己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如果你喝酒之后不哭不闹，不乱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自己还能安全到家，你得多孤独啊！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端什么碗，吃什么饭，你的父母是谁，你该经历什么，该做什么样的工作，该和谁结婚，冥冥中自有定数，一切都顺其自然，不要太为难自己。人生的剧本你早就看过，你之所以选择这个剧本，是因为这一生中还有很多你认为值得的地方。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话，安静地待会儿。你要知道，成年人的烦恼和谁说都不合适。真正的强者是夜深人静时把心掏出来，自己哄一哄，补一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世界万般皆苦，唯有自渡。终有一天，你会静下心来，像个局外人一样回首自己的故事，然后笑着摇摇头。浮生不过梦一场，所以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是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明白。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现在突然发财，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在祭奠你，给你烧纸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另一个世界给我们的祭奠，而我们也是他们想见却见不到的人。人始终是孤独的，不管你有家还是有孩子，一个人一辈子始终都是自己与自己相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你孤独的站立，不低头，不惧怕，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爱的人。纽约的时间比加州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的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的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时去世。也有人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90岁。有些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界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
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步程，不用嫉妒和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一样。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特别难过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握手言和。所以你不必害怕，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人生短短几十年，别给自己留遗憾，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干什么干什么，别压抑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情绪挂在脸上呢？情绪不挂在脸上，挂在哪儿？挂墙上啊！我又不是蒙娜丽莎。再说了，把情绪挂在脸上又怎样呢？我就是不开心了，就是想让你看见。人生本来就很短，为什么我要委屈自己？若有一天，你的情绪不能用语言说出来，那就抬头看看天空吧。它那么大，一定可以包容你所有的难过和委屈。不管活成什么样子，都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一切苦乐都是自己造成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有它对应的筹码。愿赌服输也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孩子喜欢用喜怒哀乐支配大人，这是他们惯用且奏效的把戏。长大以后，如果还想用这种情绪支配别人，那就幼稚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生了一种病，然后发现到处都是同病者；你丢失了一只狗，随后发现满街都是流浪狗，却都不是你丢的那一只。人的境遇是一种筛子，筛选了落在我们视野里的人和事。人一旦掉到一种境遇里，就会变成吸铁石，把铁屑都吸引到身边来。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别让烦躁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别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孤独是整个地球都在放烟火，你有2张门票，想了想，选择一个人欣赏。而寂寞是整个地球都在放烟火，你有2张门票，你试了试，发现票送不出去，只能一个人欣赏。人能四处走走，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总比闷在家里要好。别老是借口夏天热，冬天冷，多到外面看看去，或许会遇上许许多多新的旧的回忆。我生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于是我渐渐地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一任愤慢与羞恨，日益助长内心那怯懦的自尊心。其实我哪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无非是害怕暴露自己才华不足之卑劣的恐惧，和不肯刻苦用功之无耻的怠惰而已。我只想和3观正常、真诚且坦诚的人来往，没有虚伪的套路，也没有满嘴的谎言，坦坦荡荡做自己，相处舒心且安心。我用真心待人，但不执着任何人，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中。有人3分钟泡面，有人3小时熬汤，有的人外卖已送达，
有的人才切好蒜泥和葱。别焦虑，好的人生不慌不忙。得失参半，枯荣与否，人心自有答案。原来我一生的种种努力，不过只是为了周遭的人对我满意而已。为了博得他人的称许与微笑，我战战兢兢地将自己套入所有的模式，所有的桎梏。可走到途中，忽然发现，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目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当你看过四季，见过风云，才发现，你要见的美景是自己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人间漫游指南，觉得无趣就去寻开心，觉得顾虑别人太多，让自己不快乐就抽离。我们先是鲜活的，然后才热情或高冷，认真或随意。为使人生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脸孔，需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上的甘露。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就会原谅现在的我。人都是会变的，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复杂，从直来直去到小心翼翼，从没心没肺到充满防备。我相信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会漏走；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我觉得睡觉是治愈一切的良方，拉上窗帘，蒙上被子，睡个昏天黑地，醒来后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后来发现，对生活的期望也不过就是这些：吃好吃的，睡饱饱的觉，要是还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身体健康，赚点小钱，那就超级无敌快乐了。没有躲雨的屋檐，要学会自己撑伞；没有依靠的对象，要活成自己的靠山；没有疗伤的港湾，要懂得将往事翻篇。咬牙咽下生活的苦，方能尝到岁月的甜。给时间时间，放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与岁月言和，与时间相安，自由自省自清欢。时间不是解药，但解药全在时间里。不要整天患得患失，想那些有的没的，让自己忙起来。忙是治疗一切胡思乱想的良药。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报我以平坦吗？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小河。报我以崎岖吗？我是一座庄严思索的大山。报我以幸福吗？我是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报我以不幸吗？我是一根经得起千击万磨的劲竹。90%的焦虑都来自于虚度时间和没有好好做事，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行动起来，认真做完事情，战胜焦虑，战胜那心里空荡荡的时刻，而不是选择逃避。心态胜过年龄，微笑胜过颜值，健康胜过金钱，三观胜过城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记得带上善良和感恩，向阳而生，努力向上。有一句话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也就是说，想开心点儿，就比较容易快乐。负面情绪是比你渺小的东西，它一直都在比你渺小，即使有时候感觉上很庞大，它在你体内运行，你不在它体内运行。它也许是天空中飘过的一片乌云，而你是整个天空。
乌云出现之前就有天空，乌云脱离了天空是不能存在的，而天空没有了乌云，依旧是天空。20岁后要果断舍弃这4样东西：脆弱的玻璃心，负能量的恋人，处不来的朋友，无意义的消遣。温柔不是任何情况下的隐忍和屈就，不是毫无原则底线的退让，也不仅仅是说话轻言软语，眉眼带笑，而是对人与事物有一份不可抵抗的同理心。你可以委屈，可以痛哭，但不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脆弱。独来独往的日子，可以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去看清身边的人和事，那些曾经击垮你的东西变得微不足道。穿过暴风雨，你和从前就会判若两人。山高路远，看世界，找自己。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我们来到人间，与别人欢聚一场，是为了追逐欢乐的。我们不是来生气的，更不是来气别人的。其实记录是件很美好的事，它就像是我来人间走过一趟的小发票，带着或开心或难过的记忆，驱使我向更好的未来前进。青春是什么？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人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在接收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就能青春永驻，风华长存。青春是双你最喜欢的鞋，总是舍不得去穿。当你想好搭配什么衣服时，鞋已经过时了。所以没有谁的青春里不留遗憾。脾气好的人都在受气，善解人意的人都在体谅，会照顾人的人都没人照顾，会哭会闹的人有糖吃。运动就是和自己较量，放弃你就输了。不开心的时候就去健身吧，汗水的味道有时候比香水好闻。用身体讨好自己，用性格征服他人。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苦一甜是生活，一朝一夕是日子。一个女生进步最快的时候，是她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她必须克服恐惧、依赖和失望，一点点长出自己的铠甲，开始爱惜自己的羽翼，开始醒悟，开始对生活拥有掌控感，戒掉情绪，没有眼泪，再也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没走过我的路，就别劝我大度。小学的时候，哪怕课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也能跑去打会儿球。为什么我现在只是喝杯咖啡，叹口气而已，10分钟就飞快过去了呢？越长大，时间过得越快。人人都想要真诚与偏爱，可这世间到处都是虚伪和新鲜感。我在乎谁，我说了算；谁在乎我，我说了不算，时间说了算。没什么好焦虑的，活着就能翻盘。看不惯就少看，不喜欢就远离，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人字有2笔，一撇写前半生，一捺写后半生。前半生是执着，后半生是释怀。朋友，不要叹息命运的坎坷，因为大地的不平衡，才有了河流；因为温度的不平衡，才有了春夏秋冬；因为人生的不平衡，才有了我们绚丽的生命。一心一意，
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力量。当然要坚强啊，只有自己才是这细碎生活里唯一的光。太性感过不了柴米油盐，太理性过不了风花雪月。人生下半场最要紧的不是取悦他人，而是富养自己。勤以养财，静以养心，动以养身，舒以养气。无论身处何种境地，稳住心态，养得深根，来日才能枝繁叶茂。任何年纪活得漂亮才是硬道理，一定要悄悄努力，攒够实力，然后惊艳众人。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是过去；不要和现在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来者要惜，去者要放。人生是场旅行，不是所有人都去往同一个地方。终于知道为什么年龄越大越喜欢喝茶饮酒了，因为喝茶是一个人的狂欢，喝酒是一群人的寂寞。一杯清茶，一身清韵，一杯薄酒，万种风情。茶中有气节，酒中有乾坤。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过了30岁，一定要做减法，减去多余的肥肉，减去与能力不匹配的欲望，减去不必要的工作关系、生活关系，减去无效的社交。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知里，那请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巅峰产生虚伪的拥护，黄昏才见真正的信徒。难走的路就得自己走，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孤单。生活给什么就接受什么，遇见好日子能过，遇见不好的日子也得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但是生活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也不怪生活，就当自己还不够努力，就这么简单。过了30岁，一定要做减法，减去多余的肥肉，减去与能力不匹配的欲望，减去不必要的工作关系、生活关系，减去无效的社交。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知里，那请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后来我决定不再纠结一些事情，那些曾经日夜想念的人和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突然就释怀了。我用执着烧死了所有的幼稚和任性，那片荒野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生命里也没有离不开的人。时间不一定能治愈你，但会在特定的时间里让你告别曾经的自己。如果生活不如意，我如你意；如果好运不在身边，我在你身边。你要相信，总会有人会为你而来，懂你心思，知你苦楚，然后陪你风雨人生。你有不伤害别人的教养，却没有不被伤害的气场。若无人护你周全，请你的善良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不要过于焦虑与着急，即使身处黑暗，抬头也可以见星空。天总会亮，阳光万里，错过落日余晖，请记得还有漫天星辰。这烟火人间，事事值得，事事也遗憾。
那些看不到尽头的路，一个人走过来了；那些以为熬不过去的事，一个人扛过去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去的坎儿，时间通通会替你跨过。不信你回头看看，轻舟已过万重山。以舍为有则不贪，以忙为乐则不苦，以勤为富则不贫，以忍为利则不惧。无能为力的事当断，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心中烦欲执念当离。放下执念，心才能回归安宁；放下期待，才能不被伤害。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留在了昨天。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她能够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也不是她挣钱有多么厉害，而是说，不管她受到了多大的挫折，她都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请一定记住，今天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此刻永远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幸福无关年龄，有爱有梦，有所期待，便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爱我者我惜之，负我者我弃之。圈子虽小，干净就好。人生最大的无奈，莫过于家境撑不起理想，能力配不上野心，感情抵不过命运，回报对不住辛苦。人总会哭泣，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坚强了太久。我们总是在生气的时候说一通气话，劈头盖脸的指责，或是咄咄逼人，讨一个满意的答复。可盛气凌人的姿态并不能让人多爱你一分呐，何苦逞一时之快，失了态，漏了桌。生活不是电视剧，摆出凶巴巴的样子，任谁都可爱不起来。过度倾诉是会被人嫌弃的。我不会在没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因为家里爹娘期盼的目光；我也不会在有钱的时候站在人群中央，因为我深知，那时在我身旁的人群都是虎狼。我在褪去年少时将锋芒尽藏，将拼来的碎银几两献给岁月悠长。时至今日，我拖着破旧的皮囊，走在别人没走过的路上，也许天亮就会出现太阳。巅峰产生虚伪的拥护，黄昏才见真正的信徒。难走的路就得自己走，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孤单。生活给什么就接受什么，遇见好日子能过，遇见不好的日子也得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但是生活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也不怪生活，就当自己还不够努力，就这么简单。路途上，我看着天黑路滑，人心难测。他们问我存款多少，我却默不作声。30几岁，我看着桌子上泡好的茶，想想那年的匆匆年华，并没有扬鞭策马，只有妻儿父母的牵挂，有我平凡生活的摸爬滚打。世界是冰冷的，但内心是炽热的。天或许黑暗，但心底也要充满光亮。小时候比成绩，长大了比工资，开车比品牌，住房比地段，就连微信都要比步数。放过我吧，我目前只想做个与世无争的废物。20多岁，我看着桌子上的勇闯天涯，笑着对世界放下狠话。我说，江湖如此之大，何愁没有我的3米之榻。
你知道一个男生在最低落的时候会打电话给谁吗？是朋友，是家人，还是爱人？都不是。答案是没有人，也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他的感受，他也一直都是一个人。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他默默地抽完了一整根烟，然后躲在角落里独自睡去。人情淡薄，像极了石沉大海，没有声音。我怎么会忘记那段穷困潦倒的日子？所有人都离开了我，当今年的冷风吹过我的脸庞，我就会想起那年桃花盛开，只有对未来征服的心陪在孤独的我身旁。26岁那年，我欠下了一身债。人生中最落魄的时候，亲朋好友的疏远让我知道了，家已经不再是我的港湾了，不知道还有谁能陪着我。一个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挣钱的年纪爱错了人，耗尽了青春，用尽了深情，到最后一事无成，却满身伤痕，错把陈醋当成墨，写尽半生都是酸。我拿着大好的青春换取最深刻的教训。现在我懂得的每一个道理都带着泪，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带着苦，为了翻身，加油！我无比憧憬过高高的山川，也曾感叹过我的家境一般，曾羡慕过别人的生活阳光灿烂，也失落过为何我的人生总是阴暗。后来我看见父母眼中带着泪花的期盼，我才懂得平凡。父母可能因为年纪没有乘上时代的快船，但手足无措的他们给了我们远航的帆。已经是个大人了，要好好努力，好好赚钱，好好上班，要有自己的世界，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那热烈又不够勇敢的17岁呀，回不去了。有人释怀，有人在风里热情不在。在人生中，我们不应该软弱，而应该倔强地活着。走走停停，已过半生，读懂了人心，看透了生活，验证了人性。我总担心会失去谁，但唯独忘了问，谁又害怕失去我？年轻的心总会迷茫，一半是梦想有些轻狂，一半是现实太过嚣张。生活的热浪会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吹得蒸蒸日上。你在，胜过千万个泛泛之交，是朋友，是好朋友，是我的靠山，是精神支柱，是站在身边听我说，是替我撑腰的人。小的时候自尊心很强，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喜欢逞能。现在刚好相反，我怕有人对我抱有期待。对过去不说如果，对未来不说不可能。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唱歌也不是歌手的专利。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也不看天赋。如果我只有3分的天赋，我愿意从现在开始花7分的努力去做10分的自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是坚持。人生本来就不太公平，有人天生长得可爱，有人天生吃不胖，有人生下来就坐享其成。但我希望你也有自己的超能力，比如不会被生活打败。曾经以为酒瓶子里装的就是酒，现在才感悟到，酒瓶子里装的
是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可以了。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谋爱先谋生，爱人先爱己。当你开始好好爱自己，别人才更愿意爱你。余生寥寥，你要做的是屏蔽掉那些和自己不相关的人和事，降低期待，减少依赖，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成全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无论何时，爱自己强于很多人爱你。活得漂亮是余生最浪漫的决定。茶虽然吸天地精华，但也受尽人间煎熬。风吹日晒雨淋，经过铁锅炒，被开水泡，最终才有了自己的香气。人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经历绝境和万念俱灰，又如何破茧重生？经历过的事情越多，越喜欢简单的生活，干净的东西，清楚的感觉，有结果的事和说到做到的人。以后的日子，把圈子变小，把语速放缓，把心放宽，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用心做好手边的事，该有的总会有的。有些人宁可失去你，也不愿意诚实地直面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随他们去吧。美好的一天其实很简单，一整晚的睡眠，感觉头脑清晰，注意力集中；一次酣畅的锻炼，感受积极乐观的情绪；长时间的散步，拥有自然和思考的相连，与一个鼓励你的人深度长谈。我要去赶火车，走夜路，先活过那条哀鸣的狗，再回来认我的命。其实没有什么事是惊涛骇浪的，所有的惊涛骇浪都只是在你的脑海里。我很擅长把伤心的事说成笑话，所以不用担心我。被 PUA 的人常常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高等教育始终在告诉你，你不能只接受让自己舒服的事物。记住，听到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你该生气就生气。李松蔚。别总是害怕放松，今天的你已经尽力了。以前察觉到在某些爱好上花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时，我会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但现在不会了。如果真的还有什么游戏、剧集、爱好让我可以全身心投入，我只会加倍珍惜。难得有一件事可以沉迷其中，简直称得上是生活的恩赐。多吃，多旅行，多交友，培养很多兴趣，然后不要想太多。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朋友圈，他们在能量上是安全的，在精神上是成熟的，对你持有包容感而不是敌意，持有同理心而不是批评。他们会花时间关心你和你的经历，与你一起在生活中成长，并真诚地希望你一切顺利。看什么都认真，吃什么都好吃，做什么都专心做，这样一天下来比较容易过去。目的渴求完美，举步之际则无需周全，放心去做选择，善思者要克服犹豫。一生中你到底会看到几次满月升起？大概是20次。然而这些都看似无限，真实的活下去，不要忘记抬头看月亮。或许大学学历的意义不在于你学了什么专业，而是告诉用人单位，你能够连续4年坚持不懈，以较好的成绩完成系列任务，并且是按时完成，好让他知道，如果雇佣了你，
你大概率会每天准时来上班，不会搞砸他的生意。凌晨2点是个陷阱，一旦有一个晚上你熬到这里，那么就不知道哪天可以爬回11点前睡觉了。我一再地想，一再地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我在这儿到底是在忍耐什么？3毛。童年时被培养的让，就是长大后拼命想克服的顺从，以至于非要编造一个谎言，才能把自己的拒绝说出口。对抗内心空虚感的3种方法：1. 保持身体健康； 2. 进行创造，例如音乐、写作、跳舞或是手工艺； 3. 练习冥想，直面空虚感。你的焦虑在欺骗你，你很坚强，你很棒，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并且有人愿意支持你。你不是累赘，你做得非常好，是焦虑在用你自己的声音对你说谎，他们是假的，不要听。疲劳恢复的关键是什么都不做。当你感到疲劳时，建议采取在家住院法，像住院治疗一样待在家里，不做剧烈运动或外出，即便是打游戏也要在22点睡觉。这是一种消除身心压力的好方法。我现在已经不想太多了，我只想要几个能和我一起愉快地喝酒，能在夜晚的公园吹泡泡，一起开心地玩耍的朋友。绝对不要为你的一辈子做好计划，因为人的变化在2-3年内都是巨大的，而且时刻会产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现在要做什么。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儿也不复杂。归结起来，焦虑的原因就2条：想同时做很多事，又想立即看到效果。你在慢慢变好的几个迹象：你被别人误会时更平和了，你不再觉得某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完整，你不再期待别人为你改变，而是调整自己。你开始宽松地安排时间，懂得尊重自己的界限。你意识到父母无法满足你的情感需要，并且不再抱有期待。你可以开自己的玩笑，不会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看到一个家伙在哭，大概哭了5分钟后，他的手机闹钟响了，然后他就停止不哭了，接着他就继续工作了。崩溃并不一定意味着哭泣，大多数时候是你茫然地盯着某个地方，没有精力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你有没有在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检讨自己，究竟是哪一步错了，让今天的自己步步都是错？初入红尘，不知人间疾苦，蓦然回首，已是苦中之人。这杯中酒3分，这酒中杯3分。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为什么朋友圈和微博有时候喜欢发了删？发的时候只是为了满足我当下的表达欲，表达完得到释放以后，又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觉得自己有点白痴，就删了。我手里有钱的时候，没亏待任何人，可手里没钱的时候，没一个人惯着我。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去奔命，却忘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柴米油盐的充实，
在一年里，无论赚的钱是多是少，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请记得，如果这一年你很健康，那就是最好的一年。行动切忌懒散，言谈不要毫无章法，思想不要不着边际，灵魂不要陷于内争外斗，生活也不要太过忙碌，以致没有闲暇。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蹦床上摔倒，但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跳，所以你怎么都爬不起来吗？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种感觉。我不能被动学习，我必须主动学习，为我自己学习，以自己的方式去学习想学的知识。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我是个好的学习者，在图书馆，在书堆里漫游，自由地选择想看的书，沿着那些让我着迷的小道，成为我自己。那我祝你万事胜意吧，意思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当你有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手大脚挥霍，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当你穷得连100块钱都借不到的时候，你是多么卑微和无助。你一定要记得那句话，有钱莫忘无钱日，落难何曾见几人。人来求我三春雨，我求他人6月霜。为了将来的某一天能说一句有钱真好，而不是无奈地说要是有钱就好了。有人得而不惜，有人爱而不得。后来我才知道，前程似锦的意思是再见，别来无恙的意思是物是人非，再见就是再也不见。人一辈子，该走的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一个都不会少。放下纠结，好运自然来。好好挺住，熬过去，跨过去。愿你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我们都低估了时间的善变，才轻易地让原本浓烈的东西翻了篇。生活的琐事，吞下去噎得慌，吐出来又矫情，百般滋味涌上心头，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这人间烟火，事事值得，事事也遗憾。真不知道该用多少懂事的理智，才能压抑住心中的不甘与难过。女生一定要独立，你要学会开车，会打扮，会做菜，包里有钱，手机有电，开心每一天，这就是安全感。后来你才发现，人生最想要的竟然是好好睡一觉。小的时候睡不醒，长大了却睡不着，也不知道是想要的太多，还是得到的太少。我一边踉跄前行，一边重振旗鼓。我现在的状态，好事不敢和别人说，坏事不想和别人说，微信没声，电话不响，一个人没事看看视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时候憧憬未来，有时候生活迷茫，梦想好像都忘了，只记得生活平淡且平常。我不想再去认识新的人，去磨合一切，不想告诉他我的小秘密，也不想再去重新喜欢一个人，至少我现在不想。我只剩一点爱了，可我还要过我的一生呢。慢慢的，我接受了，所有该接受不该接受的我都接受了。我没说不公平，也没说苦，我说我习惯了。这个年纪讲过去像在卖惨，讲未来又像在做白日梦，讲现在又是当局者迷，迟迟无语，字字心酸。我瞒着所有人，
装着迈过很多坎，显得我很开心的样子。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些事迈过去真的好难。路灯为什么是暖色的？大概是为了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人生经验只能拿出来回味，或者当作故事给人讲，并无任何教育意义。任何人站在十字路口都能看到的，也就是方圆那2-3米。一路走来，没有了以前的骄傲，失去了开始的模样。该来的我不推，该走的我不追。其实这几年的折腾，早已让我变得面目全非。我总以为人的底色还应该是善良和真诚，知世故而不世故，见过人性的阴暗面，却依然不屑于成为那样的人，还是待人真诚，却不再寄予厚望了。岁月旧，数十年奔波游子倦，举杯饮，何敢醉梦，终恐他乡牵挂我，我牵挂他乡。人生不容易，愿你我都能继续努力。终是柴米油盐错了我所有的锐气，人情世故染了我全部的风霜。这个世界怎么了？90%的人在挣扎，每天带着忧虑熬到深夜，却又在清晨咬牙冲出了家。不甘心如此狼狈，又放不下那屋檐，明明知道再努力再拼也活不成喜欢的样子。天地茫茫，世事沧桑，生命无常，何须奔忙？无非似戏如梦，空一场，前也悲凉，后亦彷徨。劝君乐天知命，但守本分。修道士非即荣辱，莫论兴衰成败。芸芸众生终化尽，得失何必挂心肠？管什么地久天长，说什么万古流芳。打开手机，全是岁月静好；放下手机，全是柴米油盐。谁家的锅底都有灰，好像都在身不由己。小事可以不计较，但次数多了必须反击。原则的事一次也不能让。不知道是生活把我过得一塌糊涂，还是我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理想和现实差距108000里，我马不停蹄，却又无能为力。人最不成熟的行为就是心情一好就原谅一切。早就不是年少轻狂的孩子了，现在只屈服于赚钱和生活。每个人都有心事，苦的时候硬撑，难的时候坚持，那些无法言说的就留给岁月轻描淡写。一晃2-3年，有人再见，有人再也不见。事压不垮人，但情绪会压垮人。生于人间，何罪之有？一句先苦后甜，撑了1年又1年。总有人站在不同角度来指责你，但从来没有人理解你一路走到现在有多难。生活中如果没有共同常识作为基础的话，有些沟通基本是无效的。很多事情到最后不是真正解决了，而是算了。突如其来的脾气都是来自不被理解的委屈。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最终靠的是各自对生活的领悟，才能得到真正的化解，而不是依靠沟通。连空气都是瞬息万变的，谁又能保证身边的一切不会变？忙忙碌碌，没有人不累，宣泄方式不同，比如懒得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
在交友方面，这3大原则是怎么都不会变的。会离开的人一定会离开，会留下的人就是会留下来。有缘的人不管怎么样总会再见面，不必勉强自己去迎合周围的人。春天爱逃学，一半是初初上学，心正也，不可训；一半是因春天可以放风筝，又可大众同到山上去折花。沈从文。经常有那种感觉，如果这个事情来了，你却没有勇气去解决掉，它一定会再来。生活真是这样，它会让你一次一次地去做这个功课，直到你学会为止。过度的期待和要求是一剂毒药，连你自己也会因为得不到回应而筋疲力尽，最后因疲惫而放弃，从此不依靠任何人，孤身奋战。其实没什么好后悔的，很多事情就算时间能重来一遍，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免不了同样的结果。人本来就是在失败中学乖的，与其抢着过去后悔，不如擦擦眼泪向前走吧。罗翔。毕业真不是个好事，昨天晚上被人家欢送的时候，我有仿佛被别人遗弃了似的感觉。季羡林。独处时就像插着充电线玩手机，怎么都是满格电量。和人相处就好像拔掉了充电线，每说一句话都能听见自己一格一格掉电的声音。我们要趁年轻去吃，去爱，去幻想，去看世界，去丰富内涵，去构建正确的三观和审美观，去成为想成为的自己。行动是世间最好的药。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批评自己，可也没什么效果，试着认可自己吧，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也没关系的，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的，和世俗或是别人所期待的不一样也可以的，只要你是在成为你的路上就够了。当我与人约好第二天下午2点见面，而我过去车程大概20分钟，但以防万一，我会提早1个小时出发，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明天12点前穿好衣服，11点左右去洗澡，9点前吃完早餐，8点就要起床，今天晚上9点就要睡觉，还面临失眠的风险，我为什么还要出门呢？当你想太多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会变少。对于你所感激的人，最好的报答就是让自己变得幸福，而对于那些你无法原谅的人，最终的报复也是一样，让自己变得幸福。专注于追求幸福，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不要事后反复回味咀嚼一件不愉快的事，反复回味不愉快的事很容易变成习惯，而这习惯代价很大。当你在不愉快和负面的事情上花这么多的时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可能诱发抑郁症、酗酒、饮食失调，甚至心血管疾病。现在担心的事，在以后看来也会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拖延最大的坏处还不是不耽误，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甚至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决定了就立刻去做，这本身就能使人生气勃勃，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史铁生。任何事情跳过情绪这一环节，
才是成功的秘诀。每次当我担心、烦恼或带有负面情绪时，就强迫自己专注于其他的事情，直到那种感觉过去。一定要扔掉精神强大或脆弱的概念。如果长时间工作、睡眠不足，生活中各种问题堆积在一起，任何人的精神都很容易崩溃。不要放松警惕，以为自己能扛住，不要太拼了。吃饭、活动、玩耍、睡眠是最强大的心理防线。自从我工作了这些年，我的脑子就空了，人就瘦了、丑了、老了。可是得到了什么报酬呢？一点儿也没有啊。契诃夫。一重山有一重山的错落，我有我的平仄。你不用做懂事的孩子，要做爱自己的孩子。要与珍惜你的人做朋友，在珍惜你的公司工作，不要让不关心你的人有机会与你相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被关心的，世上没有不该被关心的人，不要习惯于被忽视。你无法选择在哪儿出生，但是可以选择在哪儿停留。你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份，但可以选择和什么样的人来往。把你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这是你的生活，所以不要担心他们会说什么。努力工作，但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别人如何对待你，取决于你允许自己如何被对待。正因为你有能力跨越，这个考验才会降临。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从你所有认为不会过去的事情中幸存了下来。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的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只要他不死。任性而活是人生最过瘾的事，不过千万要记住，别老是想而不去做，做了才对得起任性这2个字。对于将来会发生的事，现在看不清很正常，不用担心。没有喜欢做的事也没关系，但是请珍惜那些你忽然感到有趣和奇怪的瞬间。能伤害你最深也最长久的，只有你自己。某些女人这辈子就亏在一个舍不得上，想要但又不愿意舍，所以她们大多时间都在左右为难。在大学是有可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关键是你要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有机会做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去尝试，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你不喜欢而已。如果有天你成功了，那么你所有的段子都是励志的，如果没有，对不起，他们依然是个笑话。在你的他没有出现之前，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保护自己，不要让将来的那个人看见一个伤痕累累的你。把一生最好的时间浪费在没有意思的事上，同无聊的人打交道，你怎么会开心？要远离让自己焦虑的所有人。一些活得舒坦的小技巧： 1. 不与其他人比较； 2. 不对他人抱有期待； 3. 不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赏而行动； 4. 至少有2个爱好； 5. 为了你好才说的话有9成不用听； 6. 多做喜欢的交通工具。我长话短说，难过时请出门走走，只要开始行动起来，情况就不会太糟糕。人不能工作完了去睡觉，睡觉完了就工作，这样子的话，你会崩溃的。何谓积极生活？
首先是踏访已知环境的热诚，其次是探测未知环境的勇敢，其三是从自己和环境的斡旋中找到乐趣。世界上全是别人，只有一个自己，找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无聊的东西怎么还有人喜欢呀？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因为你这样的受众而出现的。如果失去了这种视角，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停地判断和埋怨世间各种你看不惯事物的可怜人。心不苦则志不开，沉默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小事见格局，细节看人品，世间本无事，一切在人心。做好自己该做的，要善良，懂感恩，剩下的事就交给时间。如果你觉得我说不好，但我有点不喜欢这个人，那么你应该尽快离开。你90%的这种直觉都是正确的。真的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你和你的朋友一起疯狂大笑，然后你们一直不停聊些更有趣的事情，直到你们都笑得几乎无法好好呼吸。你很可能有这样一种倾向，在与人相处时，要么过度分享，要么完全自闭。这是因为你从未见证过健康的情感分享，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毛病。我向你保证，当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时候，这不是过度思考；当你的心理防御被触发时，这不是过度反应；当你沟通你的需求时，这不是过度分享；当你脆弱时，这不是过度敏感。是不是感觉很受伤？当你和别人分享你的事情的时候，你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人真正在听你说话，所以你慢慢降低你的音量。喜欢独处并不意味着就是喜欢孤独。我也是过了很多年才知道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出现在你身边的绝大多数人，你都得罪得起，所以不要害怕拒绝。小的时候，你渴望长大，自己决定一切，可是一旦长大，你就会意识到，做决定是成年人所要面对的最可怕的任务。错误是趁年轻的时候要狠狠地玩个痛快，正确是趁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尝试着玩一遍，搞清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有个朋友总是在需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吃炸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喜欢吃的东西如果吃起来很美味，不就是说明我的判断力正常吗？如果连喜欢的食物都不好吃了，那么身心状态肯定是出了问题，判断力也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判断标准。外婆让我不要玩手机了，我划着手机屏幕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佛珠。浪漫化你的生活，宠坏自己，这是我能给总是很坚强的人的最好的建议。当有人说我只是开个玩笑，而你感到不舒服时，永远不要笑。他们会把你紧张的笑声认作顺从，相反，应该假装听不懂他们的话，然后让他们向你解释笑点在哪里。如果你总是希望某人回到你的生活中来，恢复与你的联系，而他们却决定拒绝和离开，并清楚地知道这伤害了你，这是对你内心的不友善和不尊重。你要选择那些选择了你的人。遭遇困难时，不要沉迷痛感，不要过度思虑，专注做事。日常家务、工作琐事、写作、阅读等，才是缓解痛苦的有效方式。停止自我批评，把你的愿望拆成小小的行动，
将每一次错误当成是一种新发现，并利用它们不断改进。那些你以为被浪费的爱好，总有一天会串成你人生的主干道，所以不必着急，毕竟播种和收获不在一个季节。您不愿意讨人喜欢？我说。他眼里闪过一道光，我愿意用我本来的样子讨人喜欢。波伏娃。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小贴士：谁能给你带来最多的平静，谁就应该得到你最多的时间。给正在纠结中的你，不要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做选择。在充满挑战的、艰辛的、黑暗的日子里，也别忘了爱自己。好天气很快就会到来，我们能过上好日子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气质、有气场，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这个人的内核非常稳，平静而坚定。面对情绪崩溃，分享一个应对方法：先处理情绪，然后处理问题。崩溃时不宜讲道理。下次你撑伞低头看水洼，就会想起我说，雨是神的烟花。人的心情真的很奇怪，明明内心烦躁的想大喊毁灭吧世界，但日常生活仍然很平稳的继续。该社交社交，该上课上课，该嬉闹嬉闹，该吃饭吃饭，只是睡前很想发脾气。打开手机没有任何乐趣，无法自主获得快乐，而别人偶尔带来的快乐是即时性的，并不能残留在此后的时间里。睡得着还好，睡不着硬熬。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没有人哭是为了解决问题。小心，抱怨会吸引不幸。世界上没有真相，你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相。事实证明，闭嘴的鱼最不容易被鱼钩勾住。有人感激过你的善良吗？他们只会得寸进尺吧。在不公平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优先委屈老实人。成长可能就是无数次直视人性，然后坦然接受。幸亏我爱笑，生活才没有那么糟糕。恐惧是空心的，周围什么都没有。一个人长相年轻是因为善良，宽厚的人多半一脸福相。只有想变好的人才会焦虑，混吃等死的人是不会焦虑的。未完成是生活的常态。周国平。书能帮人思考，手机让人停止思考。焦虑就是想象力用错了地方。你到底会是我多久的心结呢？那些做不到的承诺跟撒谎有什么区别？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我平安喜乐就好。人们总是喜欢去挖掘真相，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真相。毫无头绪的时刻很多，但颓废的念头要轻拿轻放。我感受到的压力都来自我不努力、不积极，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长大吗？怎么愁眉不展了？深爱之人藏心不挂嘴，久爱之人在梦不在眼。欺骗就是欺骗，谎言不会因为看起来漂亮就不会给人带来伤害。过去的穷叫一无所有，现在的穷叫负债累累。人生是缓慢的，悄无声息的完蛋的。快乐的人专注于所拥有的，不快乐的人专注于所失去的。能开导别人是因为我们身在局外，开导不了自己是因为我们困在局中。任何事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情绪不好的时候，问问自己，
是不是又在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人一旦得到一样东西，就会忘记扒在橱窗看它的心情。生活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让你不敢爱，总是透露着卑微？明明你那么善良，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却如此不自信。人的一生平均要说8.8万个谎，最容易脱口而出的谎话是没事，我很好。不要在饿的时间逛超市，你会买到不需要的东西。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追求爱情，你会遇到错的人。这个世界上都是自顾不暇的人，能顾及你情绪的人实在是难得。你可以讨厌一样东西，但请允许它的存在，也请允许别人喜欢它。不贬低别人的喜欢是基本的素养。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妨大胆一点生活。从五湖四海到三关，诸般业障，我替你担，一路平安，别困在这10万大山。真正痛苦的时候，道理很苍白，需要立即把道理转化为行动，在行动中才能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仅仅想是没有用的，只会带来更多的焦虑。天气太好了，天堂也不过如此。山风那么轻柔，这些静谧轻缓的气流简直不应该叫做风，它们更像是大自然的呼吸，在所有生灵耳旁轻声抚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错可以申辩，冷漠却让人无计可施。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没有人会是以前的样子。永远不要别过脸装作没有看到，永远不要把刻薄当作能力。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想多了都是问题，想开了都是答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礼貌是聪明人想出来的，与愚人保持距离的一种策略。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到了中年以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世界上有2个我，一个想回家，还有一个想远行，另外一个举杯邀明月，还有一个跪地捡碎银，一个在文字里白马春山慢慢行，还有一个在生活里蝇营狗苟悟穷年，一个躯壳为日长，一个灵魂补岁月，一个长川照晚霞，还有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当我遇到自己不敢直视的困难时，我就会闭上双眼，想象自己是一个80岁的老人，为人生中曾放弃和逃避过的无数困难而懊悔不已。我会对自己说，能再年轻一次该有多好。然后我睁开眼睛，哇，我又年轻一次了。故乡是什么？是你年少时想要拼命逃离的地方，是年老时想回可能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声响，是槐花这股浓浓的香。有人说这儿是诗和远方，有人说这儿是穷乡僻壤，但在我的眼里，故乡才是疲惫生活的解药，是一个让人心情自在的地方。我一直在，你可以反复向我确定。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会感受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
至于那些焦虑与不安，自然烟消云散。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役，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是如此。丰子恺。你要努力成为一个值得别人去爱的人，而不是强求别人喜欢这样一个糟糕的你。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有用的坏人和无用的好人。令人心碎的不是爱情的消逝，而是它消逝时，我们竟然懵懂不知。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我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看别人心就不会慌。东张西望的人最容易摔倒。教养这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真爱的第一个征兆，在男孩子身上是胆怯，在女孩子身上是大胆。我对未来的构想大概是这样的：家人安在，挚友一二，喜欢的人久伴不弃，对曾经不后悔，对未来愈战愈勇。主本无心，却能节外生枝，偶虽有恐，但能出淤泥而不染。人生如梦，但梦多不遂人愿。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发现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人生没有白吃的苦，也没有白走的路。不叫的狗咬人最凶。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妨坦然接受。问题若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若没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心里最崇拜谁，不必变成那个人，而是用那个人的精神和方法去变成你自己。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优秀，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别人优秀。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禅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针尖不大，可扎人最疼；舌头无骨，却伤人最深。都是和芝麻一样大的小事，可满地的芝麻足以让人捡到崩溃。被恨的人没有痛苦，恨人的人却遍体鳞伤。所谓通透，就是当你看到人心徐徐展开时，你仍然保持平静和坦然，得之淡然，失之坦然。有人骂你野心勃勃，也有人独爱你灵魂有火。怀疑一旦产生，罪名便会成立。我们需要一定的知识，才能了解自己的无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王尔德。所谓不了了之，不了就是了之。一杯水是清澈的，而海水却是黑色的，就像小的道理可以明说，真正的大道理却是沉默的。泰戈尔。顺着天赋做事，逆着性格做人。降低一点期待值，就会发现很多遇见都是礼物。输的时候说什么都像是借口。失去是相互的，别人都不怕，你怕什么？地球的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的偶然。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
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这想法让我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有时觉得生命真珍贵，一切重如泰山，有时又觉得人是那么渺小，什么都不值一提。刘慈欣。生活是在一堆碎玻璃渣里找糖，人总是不甘平庸和各有苦衷。不蜕皮的蛇只有死路一条，人类也不例外。若是抓着旧思想的皮不放，人便会从内部开始腐败，不仅无法成长，还会迎来死亡。要脱胎换骨，就必须让思维也进行新陈代谢。尼采。